穿回70年代的第一天，谢婉就被当成搞破鞋的要抓起来。为了逃跑，她直接跳进了河里，结果被路过的军官救上来。刚好这时候谢婉穿了过来，一睁眼就看见一个大帅哥在自己眼前，她以为自己是在做梦，双臂攀上了男人的脖子，撅着嘴就亲了上去。啊，别种耍流氓了！秦牧也黑着脸迈向清水河，与战友会合。谢婉环顾四周，蒙圈了。穿到1973年的第一天，谢婉就严重社会性死亡，简称社死。黄之清已经招了，是你想跟他搞破鞋，主动勾引的他。你知不知道你这是耍流氓，要送去劳改的？不仅如此，你还当众对革命军人耍流氓，你就该被进猪笼，点天灯。谢婉已经搞清楚了，他是穿到了看过的一本70年代文，自己穿成了文中的那个同名同姓的背景板炮灰女配。书里确实有原主跳河被男二救的桥段。你有没有在听我说话？我是冤枉的，我没有搞破鞋，是那个黄建国耍流氓。可惜村民们似乎都不相信他的话，就连原主的亲娘陶红妹都不相信。作死的温嫂，你也不撒泡尿照照，人家黄之清会看得上你。我没有搞破鞋，就是黄建国耍流氓，是他约我去的芦苇荡。你要再敢打我，我就让我爹不给你寄抚养费。原主是陶红妹跟前夫生的女儿，一出生，原主的亲爹就差点因为路线错误被关了起来。陶红妹火速跟前夫离了婚，不久就改嫁给了村里的官夫人铁柱。谁知后来原主的亲爹又被证明是冤枉的，不仅被放了出来，还升官了，这让陶红妹后悔不已。她认为这都是刚出生的女儿刻的，这个女儿就是个灾星。很快，黄建国被拉过来与谢婉对峙。我是个诗人，我去芦苇荡是找灵感，是这个野丫头突然跑出来抱住我，说稀罕我，还自己脱衣服。你胡说，明明是你约我的。我怎么可能看得上你？为了证明自己看不上谢婉，他抬头看向了大队长的闺女任春梅。爹，黄之清喜欢的人是我，才看不上谢婉这个野种，你可不能冤枉了黄之清。事情已经很清楚了，是谢婉对黄之清耍流氓，明天就把人送到劳改场去。谢婉大急，怎么就认定是他耍流氓了？眼看着自己被定罪，谢婉想起了书中关于黄建国这个人的介绍。我怀疑黄建国是特务，我是去芦苇荡抓特务的，我没搞破鞋。你胡说八道，我是清白的，我不是特务，他诬陷我。你不要为了洗脱罪名胡乱攀扯，诬告他人，罪加一等。我没有胡说，你们若是不相信，就去查查这黄建国，他姑姑在美帝国，他全家都是臭老九。你怎么知道这些？是我亲爹告诉我的，他让我盯紧了你这个坏分子，预防你在人家村搞间谍活动。你爹什么时候跟你联系过？谢婉是真的想骂娘，这个亲娘又自私又蠢，不想着帮自己女儿洗脱罪名，竟然在这时候来拆台。10几年前陶红妹抱着孩子跑回人家村后，那个男人就没有出现过。正因为这样，谢婉才一直被村里人叫野种。谢婉，你少在这扯犊子，你耍流氓就是耍流氓，休想洗白自己。主席教育我们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，你凭什么说我在扯犊子？我上个月偷跑到镇上给我亲爹部队打电话了，他那时候说的，你不调查就给我定罪，你这是不听主席的话，你这是犯了主观武断的思想错误，需要被批斗。我何时说了不调查？无论是你耍流氓的事，还是黄建国是不是特务这事，都需要狠狠的查。谢婉心里一松，只要肯查，就不会明天急着把他送劳改场，他就还有翻盘的机会。你怎么可能有你亲爹的电话？我爹每个月给我汇5块钱，汇款单上有电话号码，你拿了我爹的钱却不给我吃饭，你再乱插嘴，我就告诉我爹，以后钱都不会给你了。陶红妹立即捂住了嘴巴，黄建国也被绑了起来，关进了一间黑屋子。谢婉也没能逃脱，关在了他隔壁。特务这事可不是一个村的大队长可以压得住的。大队长急匆匆地跑到镇上去向革委会汇报。晚上，谢婉肚子饿得咕咕直叫，看来这一夜只能这么饿着肚子干熬了。睡到半夜，谢婉被墙边的动静惊动。这屋里有个妹子，不知道死了没有，死了就有肉吃了。谢婉吓得坐直了身子，屋里没有灯，她也看不清是谁在说话。这妹子是活的，吃不成了。她扫视屋内，并没有发现有人，最终发现这是一只耗子在说话。谢婉前世就能听懂动物说话，所以才选了兽医这个职业。没想到穿书了，这项特异功能还在，还真是意外之喜。想吃肉，我有办法。你别跑，这年头人都没有肉吃，你想吃肉就帮我办事，我明天肯定给你带肉吃。你知道哪里有肉？谢婉知道个屁，她虽然看过那本书，但书里也不会写谁家的肉放在哪里，但这不妨碍谢婉忽悠一只耗子。一人一耗子经过一番唇枪舌战的谈判，最终耗子败下阵来，同意了帮谢婉的忙。不仅这只耗子，村委会的一窝耗子在谢婉的指挥下忙活了一夜。等到第二天清晨，大队长一开门，他就喊道：大壮叔，我饿了，我要吃豆浆油条。想屁吃呢，哪来的豆浆油条给你吃？我叫人去喊你娘给你送饭。大壮叔，我就要吃豆浆油条，前寡妇家有油条，他还偷偷卖豆腐，他家豆浆肯定不缺，你让他给我送来呗。这丫头怎么知道前寡妇家有豆浆油条？谢婉自然是从耗子这里知道的。昨晚他可是让村委会的耗子出去打听了一夜，将村里能打听到的秘密都打听了一遍。农村耗子多，耗子们也有自己的关系网，村委会的耗子吃的是公粮，在耗子中的地位超然，其他各家各户的耗子
都要给他一点面子。大壮叔，你要找不来豆浆油条，我待会儿可要跟革委会的人说道了，我可没搞破鞋，搞破鞋的是你和前寡妇。任大壮心思变换了几次，终于换上了笑脸。你这孩子想吃豆浆油条算多大个事儿啊？叔这就去给你整回来。我还想吃腊肉，给我蒸一碗腊肉，切成薄片也一起送过来。嘿嘿嘿，大壮叔，我没搞破鞋，我真的怀疑黄建国是特务，才故意接近他的。谢婉，你说黄建国是特务，还有什么证据？我接近黄建国确实有所发现，但我不能现在告诉你，等革委会的人来了我再说。我是证人，还是抓特务的革命小将？大壮叔，你可不能继续关着我。莫非谢婉真的有证据能证明黄建国是特务？任大壮没有再将谢婉关小黑屋，允许他在革委会的院子里自由活动。谢婉趁着没人看见，丢了2片腊肉在老鼠洞口，小老鼠探头，快速的将肉扒拉进了洞里。穿书回到70年代的第一天，谢婉就被当成搞破鞋的抓了起来。和原主约会的渣男却反咬一口，要把谢婉送去劳改。情急之下，他想起了渣男黄建国的身世，反告他是别国的特务。黄建国的姑姑在漂亮国的事，在他原籍的街道上也不是什么大秘密。他们家解放前是小资本家，正是需要被专政的对象。高书记几个电话打到对方的革委会，基本就搞清楚了。核实完情况后，高书记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，立即就带着人去了任家村。小同志，是你发现敌特分子的。好吗？这高书记比我还积极的给黄建国定了性。报告高书记，主席说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。我的师长父亲叮嘱我，必须密切的注意身边随时可能出现的敌特分子。经过我的侦查，发现了黄建国的可疑。这么精彩的视频，你看开心了吗？再说个更开心的好消息，2月15日起，闲鱼分手节大促，大牌包包、数码产品等超多好礼限15折起。点左下角上闲鱼搜闲鱼分手节，速速去捡漏吧！你们有什么前任送的闲置，也可以挂闲鱼卖了赚钱。师长父亲，这10几年怎么从来没有看你亲爹来看过你？大壮叔，低调低调！你没见昨日我一调河里，我的师长父亲安排来保护我的人立即就出现了。谢婉的亲爹难道真的与他私底下有联系？那些人隐藏在暗处，难怪谢婉能知道我跟前寡妇的事。原来是军人的后代，难怪革命的警觉性如此之高。不知令尊尊姓大名，在哪个军区任职？报告高书记，家父是某某军区2师的，就在南城驻扎。您竟然是谢师长的女儿，那您怎么来了任家村？谢婉没有回答这个问题，只是莫测高深的笑了笑。高书记与任大壮同时抬手，低调低调。一番云山雾罩的沟通后，任大壮自发地美化了谢婉搞破鞋的事。这孩子昨日在8毛地与特务黄建国搏斗，黄建国这个特务分子十分的狡猾，他企图反咬谢婉一口，想通过抹黑这孩子的名声来达到逃脱审判的目的。这还多亏了大壮叔火眼金睛，没有被敌特分子蒙骗。在谢婉的指点下，任大壮在黄建国的身上搜出了一支漂亮国49年后生产的派克钢笔，说这支钢笔是不是你的上线用来给你传递消息的？不是，这就是一支普通的钢笔。高书记，我曾听黄建国吹嘘，这支钢笔是近年的新款。大家想想，若不是为了传递消息，帝国主义近年生产的东西怎么会出现在他一个知青手里？现在可不好买进口的东西，黄建国肯定跟海外的人联系了，才会有这支钢笔。不管传没传消息，这都是误证。谢婉，求求你帮我跟高书记说说好话，我不是特务，我没有传递消息，我错了，小婉妹妹，我是真心喜欢你的。黄建国跪在谢婉脚下痛哭流涕，谢婉一脚踹开了黄建国，为原主不值，竟然会喜欢这么个软骨头。谢婉离开了审讯室，任大壮还亲自送谢婉回了家。刚进院子，就看见一个庄稼汉操着锄头向谢婉打来。谢婉刚回到家，就看到继父拿着锄头朝他打过来。滚！我们任家没有搞破鞋的，以后不准你进我家的门。任铁柱反了你了。对于原主这个妓女，任铁柱是一点都不见外，动辄打骂，从小就逼着她干活，稍不顺心意就不给饭吃。原主在这个家一直像个外人，活得比奴隶都不如。谢婉没有搞破鞋，你们以后不准再冤枉她。谁以后再敢冤枉谢婉，就给我抓到村委会去关禁闭。昨天他都跳河了，他怎么不是搞破鞋？我怎么把这事儿给忘记了？但是如今黄建国是特务这事，看高书记的意思，已经板上钉钉。最近忙着剪视频，家里乱糟糟都没收拾，今天收拾出很多闲置的物品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正好之前在闲鱼上卖掉了不少闲置物品，赚了点零花钱。闲鱼复苏季马上来了，赶紧上闲鱼搜有钱花 ，AI 帮你轻松发布闲置物品，还能有机会抽取2025元红包。点击左下角去闲鱼复苏季 ，AI 发闲置抽大奖，上闲鱼有钱花。昨天我想夺了黄建国的钢笔，作为证物与他扭打了起来。他见身份败露，想杀我灭口，我便开始逃了。我根本不知道追我的是民兵，我只是逃的时候不小心掉进了水里，不是自杀。这个解释任大壮一听就相信了，他大声地跟村民们解释了一遍，真的是特务。咱们身边竟然就有美帝国主义的特务，这也太吓人了。任大壮的闺女任春梅哭了，她是真的喜欢黄建国，没想到黄建国会是特务。明明是你这贱人耍流氓，是你诬陷黄知青。
看见谢婉打自己的女儿，任大壮上前阻拦，手都抬起来了。碍于他那位师长父亲，巴掌顿在了半空。你凭什么打春梅？大壮叔，你可不能拉偏架，大家都看到了，是你家春梅先上来动手的，我揍他是正当防卫。爹，抓他去关禁闭。大壮叔，我是在帮你教训不孝女，让她清醒了一下脑子，别被个特务迷惑了心智，给咱任家村招祸。跟敌特分子扯上关系，那是万劫不复的大罪，全家都有可能被牵连。你龟儿子个温丧，给老子滚回去！村民和任铁柱家的人看傻了，谢婉打了大队长的女儿，大队长都没有惩罚他，竟然还打自己的女儿。这谢婉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厉害了？等到村民们都散了，谢婉这才有空仔细打量原主的这个家。看啥子看？你个温丧还不快点做事！昨天就跑出去疯，院子也不打扫，尿桶也不倒。反了你了，老子打死你个温丧！这个家没法待了。也不知道穿过来还能不能回去，要不进城找亲爹。可一想到书里亲爹对原主的嫌弃，谢婉又觉得即使去找了，很可能日子也不好过。不管了，城里总比这村子里好。他决定等晚上悄悄潜回任铁柱家，偷了亲爹的地址和陶红妹的钱，就离开这个村子。谢婉在河里清洗一下身上的污垢，现在的河水很清澈，能看见前方有不少的鱼儿在游。他一头扎进了水里，想摸条鱼等会儿烤着吃。突然，一只大手将他从水里拽了出来。谢婉以为是遇袭，一脚踹向对方的裆部。怕谢婉在挣扎，秦牧也一掌击向谢婉的后脖颈，将谢婉打晕，拖上岸。怎么又是他？昨天听那些村民说，这村姑搞破鞋，所以跳河。难道昨天没死成，今天又跑这来跳河了？怎会有人如此自轻自贱，不珍惜生命呢？谢婉本打算下水摸鱼，却被军官当成了寻死跳河的，一把他从河里抓了上来。醒了，这位女同志，我必须严正的批评你，蝼蚁尚且偷生，你一而再再而三的自杀，你想过那些为了革命付出宝贵生命的先烈吗？我们今天的生活是他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，你不珍惜，不好好的搞生产建设，还屡次自杀，你对得起谁？谁自杀了？你把我看光光了。我那是为了救你，我并没有故意看。我不相信，你敢不敢告诉我名字和部队番号？为证清白，秦牧野老老实实的说了自己名字和部队番号。当谢婉听到秦牧野这个名字时，便想起来了秦牧野是谁，那个又帅又酷却不幸牺牲在战场的男二号。捡到宝了！每天剪辑视频做太久了，想运动一下。最近刚好在闲鱼买了一双跑鞋，超划算的。现在闲鱼推出了全新正品运动潮鞋品牌闲鱼小黄盒，全新正品超低价。现在上闲鱼搜索小黄盒，还有机会抽免单，让你买到心仪好鞋。上闲鱼有钱花，大家快去看看吧。我没有自杀，我是在河里找东西。秦牧野曾经在清水河边发现了一台老旧的发报机，顺藤摸瓜，在附近乡镇排查，最后查出了潜藏在附近的一伙沉寂多年的敌特分子，立了大功。难道这事就发生在现在？你在河里能找什么？我发现了一些特务的线索，为了感谢你的救命之恩，我决定将功劳分你一半。不需要。我昨天就是在与特务搏斗，才会失误跳到河里的。你发现了什么线索？我昨天抓住的那一个特务分子，曾经在这附近徘徊，我怀疑他将搞间谍活动的工具藏在了这附近。你刚才就是在河里面找特务藏的作案工具？是的，我怕特务将作案工具藏在了水下，正潜水寻找呢，就被你给捞了起来，还将我打晕。我水性其实很好的，昨天是因为我没有吃饭，饿极了才会溺水。昨天那个你也是个误会，我之前已经几天没吃饭了，饿极了，一醒来把你当成馒头，就一口咬了上去。馒头？我是被人当成了馒头非礼了，你准备让我怎么配合你找？我们一起在附近找找吧。秦牧也看了看附近，野战训练的敌方的战友还没出现，自己闲着也是闲着，便同意了谢婉的提议。你跟着我做什么？我之前已经找过一遍了，跟着你看看你有没有新的发现。秦牧也不再理睬他，自顾自的四处观察，突然拉着谢婉就往隐蔽的方向跑。怎么了？别说话。前方河岸边出现了2个士兵，是野战演习的敌方队员。秦牧也举起枪，用空爆弹解决掉了那2名蓝方的士兵。谢婉趴在地上无聊的抠着地，手指突然一顿，他看到了泥土里的铁锈，原来发报机就藏在秦牧野潜伏的地方啊！秦牧野准备押着那2名士兵离开，谢婉拉住了他。我找到了。那2名阵亡了的蓝方士兵被秦牧野支到了一边，两人很快就挖出了那台生锈的发报机。你到底是谁？你怎么知道这里有发报机？不要用这种崇拜的眼神看姐，姐在江湖只是个传说。小屁孩，跟谁在这成姐呢？怎么样，我没骗你吧？我叫谢婉，我的父亲叫谢大红，跟你应该是在一个部队。这发报机算咱俩一起找到的，我还可以帮你一起抓特务。谢大红，是我知道的那个谢大红吗？我先将发报机带回去，向组织汇报。行，我就在村子里等着你，再查查还有没有别的线索。你先不要打草惊蛇，敌特分子都很凶残，你一个女孩子斗不过他们，我争取明天一大早就赶回来。等秦牧也走了，谢婉又下河抓了条鱼，才发现自己没有火柴，
根本点不了火烤鱼，他干脆提着那条鱼回了村子，直接去了大队长家。看见谢婉进门，大队长面皮抽了抽，连春梅暴怒，嘴里骂道：“你还敢到我家来？大壮叔，你还是将你家春梅捆起来吧，看她像疯狗一样，见人就咬。”好了，春梅，大侄女，你怎么来了？这几天光顾着剪视频，家里乱糟糟都没收拾。早上整理的时候，顺便把落灰很久的闲置物品挂在闲鱼上了。现在闲鱼还有 AI 发布功能，卖闲置更方便了。我已经回去了好几千，现在用 AI 发闲置还能抽2025元红包，上闲鱼有钱花。你们快点击左下角试试吧。大壮叔，我饿了，家里不给我饭吃，你让婶儿帮我把这条鱼做了呗。你这孩子饿了就到叔家来吃呗，还带什么鱼？任大壮叫他老婆去做鱼，一条鱼换一顿饭，不亏。等到鱼做好，端上桌，谢婉已经吃了一碗任大壮家的饭了。大侄女，鱼好了，吃吧。哪有到别人家吃饭，把送的礼自己吃完了的？滚滚滚，这里没你什么事。哼！大壮家的人被赶下了桌，任春梅更气，他爹这是不是中邪了？怎么今天一直护着谢婉？娘，你说谢婉这野种，会不会是爹跟陶红妹生的？你个杀千刀的，什么时候跟陶红妹这个贱人滚到一起的？谢婉还没明白怎么回事，但这不妨碍他端起鱼盘，避开战斗，跑出了任大壮的家。一条鱼其实没多大，谢婉蹲在任大壮家围墙外，没多久就吃完了，还顺便听明白了里面在吵什么。嘿嘿，竟然怀疑我是陶红妹跟任大壮生的，这大壮神也太有想象力了。爹，我吃好了，去村委会住一夜呀。你还说你跟陶红妹没关系，那野种都叫你爹了。我也不知道他发什么癫，要叫我爹，我倒希望我是他爹。任大壮希望的是自己能成为师长，但听在他老婆的耳朵里，就成了他希望跟陶红妹做夫妻了。任大壮老婆没有追到任大壮，就冲到了任铁柱家，揪住了陶红妹的头发厮打。我入你个仙人板板，你个你的臭婆娘，老实交代，你什么时候跟我家大壮搞到一起的？任铁柱家的热闹引来了村里人的围观。任铁柱一听老婆给自己戴了绿帽子，那还了得，也上前一起厮打陶红妹。谢婉看着这一出闹剧，趁着混乱溜进陶红妹的屋子去。他翻箱倒柜，找到了他亲爹的地址和陶红妹藏起来的10块钱，还发现一个盒子，打开发现是一枚碧绿的翡翠戒指。真想不到陶红妹居然还有这么好的首饰。谢婉又偷偷的溜到了厨房，撬开上了锁的顶柜。这个家还真是穷啊，柜子里没啥好东西，唯一能入眼的只有半块腊肉。趁着大柱媳妇还在跟陶红妹厮打，偷偷的溜走，跑去了村委会，准备在那里对付一夜。谢婉来到村委会，再次找到了那只能和他说话的耗子。芝芝，你是来给我送肉的吗？我要你帮我再办件事，这半块腊肉算是报酬。牛尾村的耗子，你认识吗？我们耗子能生，这附近几个村的耗子都是一个太爷太奶，当然认识。你帮我去牛尾村跑一趟，让你的那些耗子亲戚帮忙找一找，有没有一个当过土匪的瘸子。谢婉只知道秦牧野抓的那个特务是个瘸子，当过土匪，其他信息一概不知。找到了人后，你再打听打听，这个瘸子经常与哪些人鬼鬼祟祟的往来，有没有藏什么东西。耗子领了任务就出发了，直到天亮才累得半死才回来，将打听到的情况告诉了谢婉。谢婉说话算数，将那半块腊肉奖励给了耗子。最近忙着剪视频，家里乱糟糟都没收拾，今天收拾出很多闲置的物品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正好之前在闲鱼上卖掉了不少闲置物品，赚了点零花钱。闲鱼复苏季马上来了，赶紧上闲鱼搜有钱花 ，AI 帮你轻松发布闲置物品，还能有机会抽取2025元红包。点击左下角去闲鱼复苏季 ，AI 发闲置抽大奖，上闲鱼有钱花。然后大摇大摆地跑到了钱寡妇家，找我要油条，你发什么疯？是我大壮叔让我来你这吃早饭的。钱婶儿，你别以为昨天我娘替你背了黑锅，你跟我大壮叔的事就没人知道了。昨天大壮老婆跑到陶红妹家去闹，我还庆幸了一番，没有想到一大早的这颠婆就找上门了。油条已经没有了，我给你6个糖巴吃吧。吃完早饭，谢婉出了村，赶往牛尾村。昨晚谢婉已经让耗子打听到了，牛尾村有一个姓郭的瘸子，以前当过土匪，并且这个郭瘸子屋子后面还埋有金条。谢婉的二姨就嫁到的牛尾村，这个二姨对原主还可以。谢婉一进村就被牛尾村的人认了出来，以为他是去见他二姨，都没当回事。谢婉没有去他二姨家，先根据耗子的描述找到了郭瘸子家，蹲在草丛里等了很久，才看见郭瘸子出门。等人走远了，谢婉溜到了房子后面一棵黄果树下，没多久他就挖出了一个小坛子，里面有5根金条。发财了！往下看才发现下面还有一个铁箱子，铁箱上了锁，他没有钥匙打不开。思考了一下后，他将箱子埋了回去，将泥土恢复了原状。谢婉抱着那坛子金条跑到了远处的树林里，找了个地方重新埋了起来。做完了这些后，谢婉去他二姨家溜达了一圈。他二姨家过得也很艰难，3个孩子都穿得破破烂烂的，个个面黄肌瘦。见到谢婉，二姨还是去厨房拿了半块红薯，吃吧。二姨，我已经吃过早饭了，我就是来看看你，我准备进城去找我爹了，等我有钱了就给你寄粮食。唉，你那爹只要肯留下你，你去找他也行。你娘当初是不仗义，见人落难就跑了，
可你那爹也不是什么好东西，他不要你娘说得过去，结果连你都不要，就是个狠心的。你去了，尽量忍着些讨好他，只要他给你口饭吃，让他给你说门亲事，部队条件好的男人多，这比什么都强。二姨你放心，我一定嫁个当兵的，吃饱饭。谢婉又来到昨日遇见秦牧野的河边，等到快晌午时，秦牧野还没出现，谢婉饿了，又下河抓了2条鱼烤着吃。刚烤好，就看见郭瘸子一瘸一拐的朝他走来。你想干什么？别过来！但郭瘸子的目标显然不是他，他弯腰伸手去拿架在火堆上的烤鱼时，谢婉热血上涌。死瘸子，连老娘的烤鱼你都敢抢，你活腻了！郭瘸子腿虽然瘸，但行动的速度并不是特别慢，好几次都差点追到谢婉。谢婉胜在灵敏，瞧见一块半人高的大石头，爬了上去。郭瘸子用手去薅它，却薅不到。哈哈，现在鱼上都是我的口水。最近忙着剪视频，家里乱糟糟都没收拾。今天收拾出很多闲置的物品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正好之前在闲鱼上卖掉了不少闲置物品，赚了点零花钱。闲鱼复苏季马上来了，赶紧上闲鱼搜有钱花 ，AI 帮你轻松发布闲置物品，还能有机会抽取2025元红包。点击左下角去闲鱼复苏季 ，AI 发闲置抽大奖，上闲鱼有钱花。郭瘸子掐住谢婉的脖子，谢婉挣扎，能呼吸到的空气越来越少，他逐渐软了下去。可能郭瘸子也不想闹出人命，松了手。见谢婉瘫在地上，郭瘸子突然就起了邪念，开始撕扯谢婉的衣服。郭瘸子的头被打破，他的凶性再次激发，又掐紧了谢婉的脖子。就在他即将彻底失去意识时，郭瘸子倒下了。他看见了秦牧野的脸，等他再度醒来，发现自己已经躺在了卫生所。醒了？你怎么才来？你再晚点，我就被那个瘸子糟蹋了。那个瘸子已经被我和战友绑了，等你醒了了解清楚情况，就将他送公安。这郭瘸子就是潜伏的特务，我敢肯定。组织上已经将这件事情交给了我，我带了战友来，我们这几天会在附近的村子排查，你就不用管这事了，好好休息。你这是不想将功劳分给我？发报机是你发现的，这一点我昨天已经向组织上汇报，等特务抓到了，组织会对你进行表彰。我说郭瘸子就是特务，我有证据，我带你去搜他家。众人在郭瘸子家后那棵黄果树下搜出来那只铁箱里有1支手枪、3个手榴弹，还有微缩照相机。这个家伙还真的是特务，大妹子，你这下可立大功了。秦牧也深深地看了一眼谢婉，他内心十分震惊，甚至起了向特勤队举荐谢婉的心思。这个村姑实在太厉害了，简直是反特的一把好手啊！几人回到屋子，开始审问郭瘸子，让他交代其他的同伙。郭瘸子最初还矢口否认，说他也不知道树下埋着的是什么。谢婉想到之前受到的伤害，扑了上去，对着郭瘸子就是一顿劈头盖脸的暴揍。你傻啊，咱们不好刑讯逼供，但是大妹子是受害者，怎么打她都不为过。谢婉尽情地发泄着愤懑，打到后来他还嫌弃手疼，抡起了一把斧头。今天我非宰了这个强奸犯不可！你们是军人，怎么能滥用私刑？快将我送到公安那去！秦牧也装作没听见。谢婉表现得极度疯狂，在斧头快要砍到郭瘸子的脖子时，他终于崩溃了。我交代，别杀我！解决完敌特分子，谢婉便和秦牧也一起去了城里。回到部队的时候，已经是半夜了。你父亲在哪个连队？我送你过去。谢婉拿出了他亲爹的地址。你真的是谢师长的女儿？我爹就是谢大红，不过我很小的时候他就把我抛弃了，我继父和亲娘都容不下我，常年不给我饭吃，我没有办法才想到来找他的。走，我给你在招待所开个房间，你先住一晚，等到明天我陪你上门找他。然后尴尬的事情发生了，谢婉没有介绍信，不能住招待所。算了，我就在招待所外面墙边对付一夜吧，这里是军区，治安肯定没有问题。这不行，半夜会有巡逻队，你没有介绍信会被抓的。最近忙着剪视频，家里乱糟糟都没收拾，今天收拾出很多闲置的物品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正好之前在闲鱼上卖掉了不少闲置物品，赚了点零花钱。闲鱼复苏季马上来了，赶紧上闲鱼搜有钱花 ，AI 帮你轻松发布闲置物品，还能有机会抽取2025元红包。点击左下角去闲鱼复苏季 ，AI 发闲置抽大奖，上闲鱼有钱花。没有办法，秦牧也陪着谢婉，半夜敲响了谢大红家的门。秦牧野，什么急事不能先电话通知？谢师长不请我们进去，进来吧。谢师长，这位是你的女儿谢婉，我只是执行任务时碰巧将她带回军区送过来。谢大红的目光终于落在了谢婉脸上，没有激动，只有冷淡。秦营长，你如何确定这是我谢大红的女儿？秦牧也看向了谢婉，谢婉从身上掏出从陶红妹那里偷来的汇款凭证，这是你每个月给我妈寄的抚养费汇款单。秦牧也瞟到了上面的金额是5块钱，唇角不由得一抽。要知道谢大红如今是副师级，每月的工资至少是200块钱，却只给自己亲生的女儿5块钱的抚养费，真够抠的。谢大红看了那张汇款单后，脸色也不太自然。当年陶红妹为了划清与他的界限，写了检举材料揭发他，卷走了家里所有的财产，带着孩子跑了。若不是陶红妹上次抱着孩子来找，连5块钱的抚养费他都不想给。你来找我做什么？我跟你妈有协议，
你跟他，我每个月支付5块钱的抚养费，我已经尽到了责任，你回去吧。谢婉心里一寒，这个亲爹还真够冷血的。我知道你是我的父亲，我妈将我赶了出来，我现在无处可去。原本我可以选择自己饿死在外面，但是伟人说过，人固有一死，或轻于鸿毛，或重于泰山。我不想死的那么没有价值，我就暂住一段时间。你若是不同意，我只能明天去你单位，让组织评评理。谢婉同志生是可怜，却不坠青云之志，时刻不忘主席的教诲。他不该受到这样的待遇。秦牧也看向谢大红的目光多了层挑衅。若是谢大红敢将谢婉赶出去，秦牧也就敢明天带着谢婉去找市政委调解。你读过书？高小毕业，我娘不让我读了，但是我总自己偷偷学习，自学完了初中和高中的课程。读过书的就不好糊弄了。谢大红眉毛蹙了起来，开始权衡是否要将谢婉暂时留下。父女俩都没有再说话，秦牧也打破了安静。谢师长，不管怎么说，谢婉同志都是你的女儿，今天已经这么晚了，她没有介绍信，住不了招待所，你总不能让她露宿街头吧？那就先住几天吧。谢婉松了一口气，只要让她留下了，再想要赶她走，可就没那么容易了。第二天早上，谢婉是被保姆叫起来的，家里的人都去上班了，保姆给谢婉端来了早饭。谢婉一边吃一边跟保姆聊天。吃完早饭，一名跟她年龄相仿的女孩子从楼上下来。谢婉记得一些原书中的情节，刚才又向周婶打听了不少这个家的情况，猜到了这个女孩就是谢大红第3任老婆带来的女儿范红霞。谢大红现在的老婆叫石云，也是二婚，带着跟前夫生的一儿一女嫁给了谢大红，儿子叫范勇，女儿叫范红霞。两人结婚后还生了一个儿子，今年只有12岁，叫谢欣。你是谁？怎么在我家？你家？我记得这个家应该是姓谢吧？我还没问你是谁呢，为何在我家？这么精彩的视频，当然要配一些炸鸡跟薯条，边吃边看。最近我发现闲鱼有很多的省钱神券，点击左下角上闲鱼搜省钱神券，现在还能0元抽霸王餐。我在闲鱼买了好多低价套餐，真是太省了。上闲鱼有钱花，快去闲鱼省钱吧。你是哪家的保姆来串门的吧？睁开你的狗眼看清楚，这里就是我家，现在我命令你滚出去，以后不准再到我家来了。啧啧，你就是我爸娶的小老婆带来的拖油瓶吧？你想赶我走？你要搞清楚，这个家姓谢不姓范，我不赶你走，已经算是给我爹面子了。去你房间给我拿件干净的衣服来，我要穿。你凭什么穿我的衣服？你想穿就让你爸给你买。谢婉这也是不得已，虽然她身上有从陶红妹那里偷来的10块钱，可如今要想买衣服还要布票。你的衣服还不是我爸的钱买的，我借来穿穿怎么了？你滚，你爸都不要你了，你少在我面前作威作福。一个要进，一个不让进，自然两人就推搡了起来。谢婉瘦归瘦，但原主长期干农活，力气还是有的。很快范红霞就被他按在了地上，专门找范红霞腰上肚子上这些不能示人的地方下手掐。我投降，不打了，我借衣服给你。进了范红霞的房间，谢婉眼红了。房间里各种家具一应俱全，衣柜、五斗橱、书桌、床都是红漆的，衣柜里面满满的一柜子衣服。昨天让我跟保姆住，妓女却住这么好的房间，不行，以后这房间就是我的了。这条裙子不行，这条裙子是我妈给我新做的，我都还没穿过。范红霞扫了一眼衣柜里的衣服，极其不情愿地从里面挑了一身旧军装塞给谢婉。军装也好，方便打架，这身我要了，但是那条裙子我也要。不给，除了那条裙子，其他都行。谢婉开始捏拳头了，手指被他捏得嘎嘣作响。这裙子适合重要场合穿，你现在穿可惜了，你还是穿军装吧。你有种就一直守着她，信不信我可以打得你爹妈都不认识你？对于这种小姑娘，谢婉觉得一力降十会，不管她如何耍心眼，只要将她打服了，就没事了。好，我暂时不要你这条裙子，你有新的背心和摇裤没有？范红霞为了保住那条新裙子，只能又给了谢婉一条军用背心和一条摇裤。谢婉抱着这些衣服舒舒服服洗了个澡，等她穿好衣服上2楼，发现范红霞已经将房间反锁了。哼，暂时先放过你。中午，谢欣背着书包进家门，突然发现家里多了一个人。你是谁？我是你姐。我姐是范红霞。她姓范，算不上你真的姐姐。我俩一个爹，都姓谢，我才是你亲姐。谢婉像狼外婆一样开始忽悠小孩，拉拢谢欣，打服范红霞，是她暂时先制定的战略。你上几年级了？以后功课有不懂的地方可以问我。切！这时候石云回来了，眼神锐利地落在谢婉身上。你就是小婉啊，你的事你爸已经跟我说了，既然进了城，就多玩2天，把这当自己家里一样。谢婉立即明白了，这是一个十分不好对付的角色，当自己家，那意思就不是他家。这话说的，遇到个脑子不清楚的都听不明白这是在赶人。这么精彩的视频，当然要配一些炸鸡跟薯条，边吃边看。最近我发现闲鱼有很多的省钱神券，点击左下角上闲鱼搜省钱神券，现在还能0元抽霸王餐。我在闲鱼买了好多低价套餐，真是太省了。上闲鱼有钱花，快去闲鱼省钱吧。小妈放心，这里本来就是我家，我不会客气的。小婉，现在已经是新社会了，解放后实行一夫一妻制度，我是你爸明媒正娶的妻子，你若不想叫我妈，可以叫我石姨。先吃饭，吃完饭我有话跟你说。
红霞呢？在楼上。石云起身上楼去叫范红霞吃饭。过了一会儿，黑着脸下楼。小婉，你将红霞打伤了。打架了，他说我爸不要我了。即使红霞说话有什么不对，你也不该打她。切，你让他下来跟我对峙，是我打他，还是他跟我打架自己打输了？是你先动手的。我先动手怎么了？这里是我家，你要赶我走，我还不能揍你了。老谢，小婉如此粗鲁，你该管管。亲爸，你要管我吗？从小到大，你都没有管过我。为了你小老婆带来的拖油瓶，你打算管我了？打人总之都是不对的。谢婉不理他，自顾自地开始夹菜。谢大红家的生活可比陶红妹家好的太多了。你还有没有一点规矩？像饿死鬼投胎一样，还要不要别人吃了？我确实是饿死鬼投胎，谁让我亲爸的钱都花在替别人养拖油瓶去了呢？谢欣好奇地看看这个，看看那个，似懂非懂。那个谁，你不是说你是我亲姐吗？我爸怎么会不让你吃饱饭？先吃饭，有什么吃完了再说。一顿饭吃得暗潮汹涌，一下桌子，范红霞就开始告状，说谢婉抢她衣服。我可以不借她的衣服，你们给我准备好换洗的衣服了吗？你没有带换洗的衣服。我都跟你说了，陶红妹不给我饭吃，不给我衣服穿。谢大红觉得陶红妹这女人实在是坏透了，再怎么说，谢婉也是她的种，她每个月还寄了5块钱。你给小婉准备些衣服换洗，实在没有，就借红霞的先用着，你再给红霞添新的就是。石云虽然不愿意，但也不好当面反对谢大红的意见。你的衣服借给小婉穿了就穿了，你吵什么吵？谢大红将谢婉叫到了书房，一脸严肃地问他：你跟秦牧野到底是什么关系？他为什么要将抓特务的功劳都算到你身上？谢婉这下明白了，为什么谢大红今天中午对他的态度比昨晚好那么多，原来真的是抓特务这件事起了作用。没什么关系，特务是我发现的，也是我帮他们找到证据的。我住在人家村，早就发现了一些不对劲的地方，自然要注意。别忘了，你虽然不认我，但我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是军人的后代。谢大红想到了徐政委对谢婉的欣赏，心里竟然也升起了一丝为人父的自豪感。原来今天上午谢大红被叫到了徐政委的办公室，才得知谢婉立了功。徐政委一再的夸她虎父无犬女，说还要为谢婉请功，开表彰会。这几天光顾着剪视频，家里乱糟糟都没收拾。早上整理的时候，顺便把落灰很久的闲置物品挂在闲鱼上了。现在闲鱼还有 AI 发布功能，卖闲置更方便了。我已经回去了好几千，现在用 AI 发闲置还能抽2025元红包，上闲鱼有钱花。你们快点击左下角试试吧。你下午跟我去一趟部队，有些材料需要你签字作证。另外，部队的领导想见你，你准备一下，不要给我丢脸。你不赶我走了？你是我女儿，这里是你家，你想住到什么时候都可以。果然如他所料，这个亲爹就是个现实的，一旦发现他不是一无是处，反而能给他增加荣耀，就会留下他。我留下可以，但我要住范红霞那间房。你何必去抢红霞的房间？你大哥常年不在家，你住他的房间就行了。谢大红跟第一个老婆生的儿子谢长青确实曾经在这个家里住过，但是他的那个房间早已经变成了杂物间。我从小到大都住的柴房，我就想住一次窗明几净的房间，感受一下有爹是什么感觉。若是我的心愿不能满足，我不能保证下午到了部队领导面前会说些什么。谢大红只能出去跟石云商量。不久，谢婉就听到了谢大红跟石云争吵的声音。石云出了房间去通知范红霞搬房间的时候，脸上带着戾气。谢大红只露了一面，冲着谢婉点了个头。谢婉眼尖的看清楚了谢大红脖子上有挠痕，然后楼上就传来了范红霞歇斯底里的哭声。范红霞红着眼圈将她的东西往杂物间搬，谢婉非常有爱的装作去帮忙。现在知道这个家姓谢了吧？后爹哪里比得了亲爹？这些年是我的不对，我没来，让你产生了错觉，以为我爹会将你当成亲生的。以后我会慢慢帮你纠正这错觉的。范红霞觉得今天发生的事情太颠覆她的认知了。以前她以为谢叔是真的将她当成了亲生的，没想到亲生的女儿一来就暴露了原形。你亲妈也不疼你，若是真疼你，怎么会同意你将房间让出来？你亲妈眼里，你比起你弟弟和你哥差远了，谁让你是女娃娃呢？你也是女的，所以我亲妈也不待见我呀。在我后爹家，我的处境其实跟你差不多。我妈跟你妈不一样。石云刚才向范红霞保证，一定会尽快将谢婉赶走。范红霞原本是相信他妈的话了，被谢婉一挑唆，有些不幸了。谢婉心里暗笑，范红霞就是个蠢的。梳理原主从劳改场逃出来后，跑到亲爹家，被他欺负的赶出家门，还真是太冤了。到了上班时间，谢大红带着谢婉去了单位。谢市长，这个案子上级特别重视，咱们顺藤摸瓜，有希望将南城潜伏的特务一网打尽。小婉，你就留在这里，配合裴叔叔的工作。完事之后，请裴叔叔给我打个电话，我过来接你。在外人看来，谢大红真的是一位十分慈祥的父亲。谢婉起了一层鸡皮疙瘩，配合他演戏。谢市长，你放心吧，我们就问问你女儿一些经过，补齐了材料，就会放她离开的。谢婉同志，根据秦牧野同志的报告，他是在清水河边遇到了正在寻找发报机的你，请问你是如何断定那里有迪特留下的发报机的？裴科长的问题一针见血，
很多都是针对谢婉行动中的漏洞。谢婉总不能说是牛尾村的耗子帮他查到的吧？此时就显出了黄建国的重要性了。我先是对黄之清产生了怀疑，他各方面条件都不错，却对我一个什么都不是的村姑展开追求，这明显不合理。经过我的一再试探，我发现他感兴趣的是我的亲生父亲，我立即开始怀疑黄之清是想经过我接近我的父亲，也许他是为了刺探军情。说来也是巧了，这黄建国的家跟石云的娘家在一条街上，黄建国甚至跟石云的侄女石玉算得上青梅竹马。这石玉就是原书的女主，是个重生的。主席说，敌人可能一直潜伏在我们身边，但真正的英雄精神在于关键时刻挺身而出，保护人民。裴科长和记录员对谢婉肃然起敬，从特事办出来。谢婉被送到了谢大红的办公室，他看到秦牧野也在，秦牧野是谢大红叫来的，他怀疑女儿跟秦牧野关系不一般，故意安排了这次偶遇。最近剪视频太卡，于是我果断换了部新手机，这是我在58同城搜试试课程抽到的，去评论区置顶链接也能抽，你也赶紧去试试。而且现在1万家大牌民企都在58上面招聘店员、骑手等这么多提成高的岗位，放心挑 ，AI 面试超方便，平台还会对公司职位多重核验，保障岗位真实可靠，找大企业的好工作上58同城就成了，而且现在还能免费招聘呢，快去试试。秦牧野同志，谢谢你，裴科长说会给我记功，如实汇报情况是我的职责。谢婉同志，你无需道谢。秦牧野同志，我再次为我将你当成了馒头的事道歉。听到谢婉又提到馒头，秦牧野的耳根红了。你已经解释过了，不用再道歉。谢大红观察着二人的互动，他断定两人之间肯定有猫腻。在西南军区，别人或许不知道秦牧野的背景，他却是极少数知道内情的人之一。这个女儿出息了，必须助力他一把。若是谢婉能嫁给秦牧野，那就太好了。秦营长，我待会儿还有个会要开，麻烦你帮我将小婉送回我家，她才刚来，还不认识路。两人到了外面，秦牧野问道：谢婉同志，你有志向参军吗？我觉得你是当兵的好苗子。就我这小体格，去当兵怕是体检都难过。你只是营养不良，养一段时间就会好起来，吃饱了饭多练练就强壮了。我不想变得那么壮，我只要长胖点就好。谢婉同志，我觉得你其他条件应该都符合，只是这次招女兵要求初中文化，你高小毕业有些问题。你真的自学完了高中课程？只要给我机会考试，我肯定能拿到高中文凭。我帮你想想办法。听说南城高中已经复课，你只要能通过考试，就应该算高中再读文凭。秦牧野同志，你真的能帮我联系高中？我会帮你联系好高中的。回去的路上，秦牧野带着谢婉去了狗舍看军犬，却发现二黄无精打采的趴在那里。秦牧野以为他是感冒了，而谢婉一眼便看出二黄的问题。不是感冒，二黄应该是肚子里有绦虫，必须给他杀虫。绦虫是猪身上长的那种绦虫吗？你确定？谢婉也蹲了下来，检查了二黄的舌头后，谢婉确定二黄就是感染了绦虫，得给他喂比奎酮或者阿本达唑。你会给狗看病？以前附近村里有个老兽医教我的。麻烦你将药名和如何治疗的方法写给我，我去搞药。我可以陪你去吗？万一没有这2种药，我可以看看那里有没有替代品。两人赶往了市医院，秦牧也找到一位熟人赵主任打探这2种药。赵主任拿着药名去药房问，他们站在走廊上等。这么精彩的视频，当然要配一些炸鸡跟薯条，边吃边看。最近我发现闲鱼有很多的省钱神券，点击左下角上闲鱼搜省钱神券，现在还能0元抽霸王餐。我在闲鱼买了好多低价套餐，真是太省了。上闲鱼有钱花，快去闲鱼省钱吧。这时，一位穿着护士服的姑娘看见了秦牧野，激动地奔跑过来。牧野，你是来找我的吗？不是。哦，这位是谢婉同志，这位是石玉同志。石玉同志，这位是谢婉同志。谢婉和石玉同时看向对方，目光中都露出惊诧。谢婉震惊是因为石玉就是书中的女主，石玉明显也知道谢婉这个人。石玉是她后妈石云的侄女，在书中是个重生的。谢婉警惕了起来。小婉妹妹，很高兴见到你。有多高兴？就是比较高兴。才比较啊，那就还是有一点不高兴。谢婉怎么现在就出现了？她不是该在农场劳改吗？难道是因为我重生，时间线发生了改变？小婉妹妹，我们是亲戚，我是你妈妈的侄女。谢婉当然知道石玉说的妈妈是她的继母石云，不过她装傻，好奇地打量石玉。不得不说，人家毕竟是女主，长得就是漂亮。小婉妹妹，我脸上有什么东西吗？没有，我听我妈说，表姐嫁给了城里供销社的一个2婚男人，每天被人打。我想看看你受伤没有。你表姐，你是不是搞错了？我妈叫陶红妹，我表姐叫陶大丫。我妈没跟我说你进城了改名了的事呀。我姑妈是你后妈，不是你乡下那个妈。哦，原来你是小妈家的呀。石玉面色沉了沉，不想跟个傻子说话了。牧野，你们谁生病了吗？你怎么会跟小婉妹妹在一起？我来找点药，谢师长让我顺路送谢婉回家。你这顺路也顺得太远了吧？我没到过市区，才央求秦牧野同志带我到市区的。石玉心里升起了警觉，但想到谢婉前世傻的被整死的结局，又觉得自己想多了。小婉妹妹，那麻烦你回家后帮我给红霞带个话，我周末去她家找她玩。牧野，你也一起去好吗？周末我还有事。好，我知道你是个大忙人，那咱们下次再约。秦营长，
我只找到比回酮，不过是人吃的，这是进口药，医院存货也不多。小石啊，看来你跟秦营长处的不错呀，我可等着喝美人酒了。赵主任，我与石玉同志刚刚认识，并没有正式开始交往。石玉抬头，不可置信地看向秦牧野。革命感情就是从认识开始的，你们二人都那么优秀，多见几次就熟悉了。不能心急，这个大木头就是这个性格，这一世我一定要拿下这块木头。这其实已经是石玉第3世了，他第1世活得很惨，第2世也就是谢婉看的原书中的情节，他因为知道秦牧野会战死沙场，没有选择秦牧野，但这一次他改主意了。石玉觉得自己已经熟悉所有的时间线，他可以阻止秦牧野去执行那次任务。上一世他也是在秦牧野牺牲后才知道秦牧野的家世竟然那么显赫。回到家，周婶刚好把水煮肉片做出来，闻着那香气，谢婉的口水已经快滴答到地上。周婶，我帮你尝尝味道。看到这么精彩的地方，没有零食相伴怎么能行？还好我在抖音商城趁3、8节买了巧克力豆曲奇饼干，巧香浓郁，口感酥脆，这一单还不到1杯奶茶钱。还有这个最近特别火的懒人化妆包，价格也特别便宜。现在点商城进入秒杀频道或者点评论区就能买超多好物，不到9块9，赶紧去评论区看看吧。周婶，你的手艺实在太棒了，那你多尝2块。谢婉一连偷吃了好几块，才将碗里剩下的肉规整了一下，帮着端了出去。谢大红回来了，一家人开始吃饭。谢婉继续攻略那盘水煮肉片，可惜没加2筷子，碗里就只剩下垫底的青菜。怎么才这么几块？你是不是刚才跑厨房去偷吃了？我就帮周婶尝了个味道。小婉，你既然住在了家里，以后就要懂规矩些，一家人吃饭要长辈先动筷。我就尝尝味道咸不咸。孩子吃了就吃了，不就几块肉吗？石云噎了噎，他也没想到谢婉才来1天，谢大红就开始偏心谢婉，竟然为了谢婉特意叫周婶做了肉。你以后都要住家里了吗？当然，我说了我是你姐，咱俩都姓谢。小婉，你到家里住，十一欢迎，但是希望你不要影响家里的团结。我怎么影响团结了？我说的是事实，要不你让范红霞改姓谢不就完了？我才不要改姓，我有爸。谢大红斜眼瞟了一下范红霞，范红霞不自觉的就打了个寒战，她意识到了自己说错话了。饭后，谢大红坐在沙发上看报纸，谢婉正要上楼，被叫住了。小婉，你今后有什么打算？暂时想不到那么远，我想先读高中，高小文凭实在太低了。谢大红点了点头，若是要跟秦家联姻，谢婉的高小文凭确实是个硬伤。行，这事我帮你想办法。秦营长说会帮我联系南城高中，若是他搞不定，你再出面吧。有秦营长帮你，你肯定能进南城高中。人家秦营长看我有爹生没娘养的，路见不平拔刀相助，你可得想办法谢谢人家。小婉，过去不是我不想管你，是你判给了陶红妹，以前的事就不要提了。你既然已经回家，以后爸爸会管你的。爸，你也知道我什么都没有，给我点钱和布票，我明天要去买点生活用品。是该去买点衣服和生活用品，布票家里有，等会儿你叫你十姨给你。谢婉来的这几天，范红霞受尽了委屈，为了报仇，她让大院的玩伴堵上了谢婉。谢婉这边买完东西回去，就看到几个年轻小伙牵着一条狗，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走来。你叫谢婉？谢婉心里一乐，这还是专门来堵他的，不用想到知道是谁叫来的。他想起了书里有过类似的情节，原主刚来谢家时，范红霞为了将他撵出去，也找了一群大院子弟来恐吓原主。你将手里的这些东西主动放下，我就不为难你。你们这可是在抢劫，被抓住是要吃花生米的，你确定要抢？老子才不稀罕你的东西，要不你配合一点，将东西都丢那边臭水沟里，老子也放你过去。我要是不丢呢？那我就只有帮你扔了，顺便你也下去洗个澡。徐冰，你就不怕你爸知道后将你腿打断？这么精彩的视频，大家看得开心吗？我再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，大家可以上闲鱼搜索接好运，里面有各种学霸的复习笔记，每本都很有用，还有学霸考研上岸后低价转让的平板简陋，看看有没有合适你的。闲鱼真是太全面了，一站式考研服务中心，我已在闲鱼上岸，大家快去看看吧。你认识我，还认识我爸？我不仅认识你爸，我还被你爸表扬过，他说我英雄出少年。要不你带着你的狗跟我单打独斗，我一个女的，你若是带着狗都打不过我，那可就真的是笑话了。不用狗，我一个人跟你打。就我俩打没意思，加上你的狗才有看头。你若不想占我便宜，你就让这狗跟我一对，我和这条狗一起跟你打。哈哈哈，听说你是乡下来的，还真是没见识。你以为这条狗是你们乡下的狗，给颗糖就能听你指挥？这样啊，那你可千万别松开它，你一松开它，我就好怕怕呀。二黄，过去将它扑倒，别咬死了。我这2天没来看你，你病都好了？好的差不多了，真的谢谢你。那你帮我个忙可好？他怎么也认识二黄？范红霞不是说他刚来没几天吗？他在跟二黄汪汪的说什么？我们怎么听不懂？二黄，转过去，你的敌人在后边，回来做什么？不好，二黄被策反了，二黄疯了。叫你不学好，叫你欺负人。你这个疯婆子，住手！知道我是谁吗？我知道你是谁，
你就是个怂包，仗着你爹的事欺负弱女子，我今天打死你也算为民除害了。谢婉回到家后就守在了院子里，果然没过多久，范红霞就偷偷的溜回来了。你堵在这干什么？你说我堵这干什么？我怎么知道你的事？我俩又不熟。范红霞，你以为你做的事能瞒得住？徐冰说了，就是你让他们去堵我的，还想抢我的东西，我可以去报告公安抓你。你是教唆抢劫犯，一颗花生米少不了你的。抢你什么了？你什么东西都没丢，凭什么去告我？你这是承认了是你干的了，很好，你知道得罪了我是什么下场。周婶出去买菜了，家里根本就没人，正是收拾范红霞的好时候。谢婉不客气地将范红霞打了一顿，她比较有分寸，棍子基本上都落在了范红霞的屁股上。范红霞的哭嚎声响彻大院。我错了，别打了，我不该叫人去抢你东西。你光口头认错可不行，你必须将认过书写下来，免得你以后再犯。第二天是星期天，谢婉下楼发现多了一个不速之客，石玉。石玉正在跟他姑妈聊天，范红霞坐在一边椅子上，屁股只挂了个边，显然是屁股上的伤还在痛。小婉妹妹起来了，我在街上买了油炸粑，我特意给你留了2个，你快去厨房吃。谢婉正在厨房吃，石玉竟然追到了厨房来找她聊天，看见谢婉脖子上的绳子，她眼睛一亮。小婉妹妹，你脖子上挂的什么？能给我看看吗？谢婉心里一咯噔，脖子上是从陶红妹那里偷来的翡翠戒指，她突然就想到了原书中石玉的金手指，好像就是个戒指，不会就是我脖子上这个吧？没什么，就是个小荷包。我肚子疼，先去下厕所。这么精彩的视频，当然要配一些炸鸡跟薯条，边吃边看。最近我发现闲鱼有很多的省钱神券，点击左下角上闲鱼搜省钱神券，现在还能0元抽霸王餐。我在闲鱼买了好多低价套餐，真是太省了。上闲鱼有钱花，快去闲鱼省钱吧。他在厕所里蹲了很久，确定石玉不会继续守在厕所外面，才溜出了厕所，悄悄跑到了周婶的房间，给自己缝了个小布袋，又回自己房间把钱和票都塞了进去。小婉妹妹，我能进来吗？小婉妹妹，你光吃油炸粑肯定口干，我给你冲了一杯麦乳精。无事献殷勤，非奸即盗，但为什么原书中并没有石玉从原主那里取得戒指的描述呢？小婉妹妹，对不起，烫着你没有，你快把衣服脱下来。好吗？互相伤害吧。小婉妹妹，我也是不小心。拉扯间，谢婉的衣服扣子被扯开，露出了她胸前的布袋。呀，打湿了。小婉妹妹，你快将里面的东西倒出来晒干。谢婉知道她不查清楚不会罢休的，便让她查。石玉拿着那布袋，将里面的东西一股脑都倒到了桌子上，只有1把零钱和2张工业票。小婉妹妹，看我好心办了坏事，你换衣服吧，我去楼下找红霞借衣服换。等石玉走了，谢婉拿出那枚戒指开始研究，首先想到的便是滴血认主。她用针在手指头上扎了个小眼，一抹比蚊子腿更细的血色露出。谢婉抹到了戒指上，等了半天，戒指毫无反应。芝麻开门，哎，天灵灵地灵灵，妈咪妈咪轰，一闪一闪亮晶晶，满天都是小星星，巴拉巴拉小魔仙变身。唉，这原书的作者为什么就不写女主是怎么开启金手指的呢？谢婉没有办法，只好将戒指收起来。中午时，秦牧野来到了谢家。牧野，听说你跟小玉再处对象？市医院的赵主任确实安排过一次我跟石玉同志相亲，仅此而已。我2人只能算认识，并未确定关系。原来如此，小婉，快下来，秦营长专程来找你了。姑父，搞错了，秦营长应该是来找我的。不是，石玉同志，你误会了，我今天是来找谢婉同志的。秦牧野同志来了，我在跟周婶学做家常鱼，你等我一下。谢大红乐了，拍着秦牧野的肩膀，邀请他中午就留在家里吃饭。秦牧野想推辞，但他确实有事找谢婉，只得留下。在谢家养了好几天，谢婉越来越好看，脸上也开始长肉，她漂亮的五官就显现了出来。秦牧野耳根又有点红了，一想到自己跟眼前的人有过肌肤之亲，就冒出了是不是该负责的想法。秦牧野同志，你找我什么事？我已经帮你联系好了南城高中，你填好申请表，下个星期开学就可以成为南城高中高1的新生了。秦牧野同志，你真是太耿直了，我一定会报答你的。这些是我帮你借的教材。南城高中是重点高中，入学可能会有考试，你必须达到初中毕业水平，对方才会招收。小婉，你真的自学完了初中课程，需不需要爸爸找人帮你辅导一下？不用。秦牧也说完了事情，便起身准备离开。谢大红突然灵机一动，从身上掏出20块钱和几斤粮票肉票。小婉，人家秦营长帮了你那么大的忙，你该好好的感谢人家。去，带着秦营长去国营饭店吃顿好的。秦牧野同志，今天就在我家里吃吧。今天的鱼是我做的，味道很不错的。我过2天再在外面请你。不用你请我，我请你。这顿午饭，秦牧野还是留在了谢家。谢婉发誓，他肯定不是小妹下谢大红给的20块钱。没想到小婉还有这手艺，以后谁要是娶了我家小婉，可是有福气了。牧野，快尝尝小婉的手艺，味道不错。谢婉，你做的鱼还怪好吃的。石玉蹙了一下眉头，
他觉得太诡异了。最近剪视频太卡，于是我果断换了部新手机。这是我在58同城搜试试课程抽到的，去评论区置顶链接也能抽，你也赶紧去试试。而且现在1万家大牌民企都在58上面招聘店员、骑手等这么多提成高的岗位，放心挑 ，AI 面试超方便，平台还会对公司职位多重核验，保障岗位真实可靠。找大企业的好工作，上58同城就成了，而且现在还能免费招聘呢，快去试试。前世谢婉在这个家，可是没有一个人待见他的啊，这完全不对。谢大红高兴，硬要跟秦牧野喝2口。石玉卖乖，看见2人的杯子一空，就站起来帮他们倒。小玉，你也是客人，怎么能让你忙活呢？你快去坐着吃。小玉给秦营长道：“你瞎掺和什么？秦营长，我这侄女性格大方，不像那些上不得台面的乡下人，你放心的喝。”不用，我下午还有事，不能再喝了。小婉，秦营长帮了你那么大的忙，你敬秦营长一杯。秦牧野同志，感谢你帮我联系学校，也感谢你这段时间对我的帮助，我先干为敬。秦牧野这下不好拒绝了，也干了面前的那杯。席间，石云一直在撮合石玉和秦牧野，谢大红却在暗搓搓的拆台，想撮合谢婉跟秦牧野。饭后，谢大红拉着秦牧野到了一边。秦营长，你若是跟我家小婉投缘，明天就将报告交上来，我帮你给老徐。秦牧野顿时反应过来谢大红说的是什么报告，他想否认，但一琢磨，觉得这肯定是谢婉的意思。他俩有了肌肤之亲，女孩子脸皮薄，让自己的父亲来跟他说，既然人家女方已经主动提出了，秦牧也觉得自己若是拒绝，就是在耍流氓了。谢师长，我回去就写申请，明天就交到团里。他把戒指放进水里，水面突然翻出漩涡，一股吸力传来，自己便出现在一个空间内。这就是原书中女主石玉的那个空间，下午滴血都没有反应，竟然泡水里有反应了。你那点蚊子血也太抠了，都不够启动空间。就这一点都不高大上，不过蚊子再小也是肉，将就着用吧。你懂个屁，这只是一部分，你若能找齐其他的部分，才不止这点功能呢。咦，你是空间器灵？你说这只是空间的一部分，那其他的部分在哪里？我不是器灵，我是你祖宗的一道残魂，不孝子孙，快快给祖宗我磕个头。切！如此简陋的空间，本姑娘不稀罕。你不跟我说清楚，我出去就把戒指砸了。你谢家的一位祖上在地府当差，偷偷炼制了这套空间神器，藏在祖传的一套首饰中，赠与谢家子孙。而我真的是你家祖上的一抹残魂，只有谢家子孙才能与我对话。我那位祖上不会是叫谢必安吧？在地府当白无常的那个？聪明。既然只有谢家子孙的血才能开启，为何前世石玉能开启？不知道，也许是他用谢家子孙的血开启后，杀了那个谢家子孙，夺了空间。谢婉一阵胆寒，这个戒指是谢大红结婚的时候给了陶红妹，原书那一世戒指到了谢婉那，又落到了石玉的手里，成了石玉的金手指。难道原主就是石玉害死的？谢婉没在里面待很久，出了空间，他突然就找不到那个戒指了，又闪身入了空间。戒指呢？没入你灵石了，免得你一不小心给真的打碎了。藏在灵石中，那挺好，免得丢。最近剪视频太卡，于是我果断换了部新手机。这是我在58同城搜试试课程抽到的，去评论区置顶链接也能抽，你也赶紧去试试。而且现在1万家大牌民企都在58上面招聘店员、骑手等这么多提成高的岗位，放心挑 ，AI 面试超方便，平台还会对公司职位多重核验，保障岗位真实可靠。找大企业的好工作，上58同城就成了，而且现在还能免费招聘呢，快去试试。第二天一大早，秦牧也就将恋爱报告送到了徐政委的办公室。秦营长，你跟谢副师长的女儿谢婉在处对象，女方同意了吗？同意了的。很快，谢大红就知道了报告的事，一回家就用一种极其慈爱的目光看着谢婉。小婉啊，你复习的怎么样了？下周你去学校报到，要爸爸送你去吗？谢婉不知道谢大红在抽什么风，他还不知道自己已经在他亲爸的主导下，正式成为了秦牧野的对象。爸，再给我点钱呗，我总要去买点学习用品、书包、参考资料之类的吧。谢婉拿了钱便去了两种店，买了10斤玉米种子。当晚，谢婉就进了空间开始翻地。你这么搞，猴年马月才能将地翻完。不这么翻，难道你还有办法让锄头自己动起来？哎，真能自动锄地啊！爷爷，我只是一抹残魂，可支撑不了2下，你得学会自己御物。这是年代文，又不是修仙文，我到哪里去学御物？没那么玄乎，这个空间已经认你为主，在这里你就是界内世界的主宰，你用意念就能御物。谢婉在那个声音的指点下，经过几次试验，终于学会了用意念控制空间内物品。时间长了，他盯着锄头就能让锄头自己锄地。有过空间这款金手指的都知道，那里面不仅有泡澡就能美颜瘦身拉长腿的灵泉水，重水到自动脱壳成自热米饭，还有栽草莓自成草莓波波奶茶的浓甜。可惜这款空间戒指在谢婉身上，石玉担心那空间戒指会不出现，或者被其他人发现，一大早就来了谢家。小婉妹妹，起来了吗？我给你带了早餐。小婉妹妹，叫什么叫？叫魂呢？小婉妹妹，我不知道你起得那么晚，吵醒你了，对不起。一边去，好狗不挡道。小婉妹妹，你进城来，你亲妈没给你带什么贵重的东西吗？我亲妈穷得要死，她怎么可能有什么贵重的东西？那你进城带了多少行李啊？
就他，就差光着屁股来了，连衣服都是抢我的。石玉开始琢磨自己是不是应该去一趟任家村，那件东西应该还在任家村，在谢婉的亲妈手上。他去了农机场，找到了他的小学同学郑虎。小玉，你回来了，走走走，哥们带你找地方耍去。郑虎，说话就说话，不要动手动脚的，我有重要的事情需要你帮忙。最近为了早点回家剪辑视频，特意买了辆新车，所以我在瓜子二手车上买了台特斯拉，才花了9万9。瓜子有上万台不同配置的奔驰、宝马、特斯拉，比线下店选择多多了。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，还能送上门试开3天，要是有旧车也能放瓜子高价拍卖。总之买卖二手车上瓜子就对了，赶紧去瓜子 APP 看看吧。你的事就是我的事，说吧，要钱还是要票？我这昨天才搞了点部票，还有10块钱，都给你。我有工作了，不用你给我钱和票，你帮我去一趟安县的任家村。石玉确实等不及了，思来想去，只有请郑虎帮他去一趟任家村，看能不能从陶红妹那里将翡翠戒指偷出来。那戒指是我姑妈的，被我姑父的前妻抢了，你若能帮我拿回来，我给你100块钱。不就是一个村妇家里偷件东西吗？小意思，不要你的钱，拿到了你回来陪我耍2天就行。行，我先走了。谢婉并没有想到石玉在他这里找不到翡翠戒指，会大胆到找社会上的小流氓去人家村偷。他临睡前进空间看了一眼，惊喜地发现那些玉米种子竟然已经发芽了，看来空间里的植物生长时间比外面快得多。第二天一早，谢婉要去考试，秦牧也早早的就到了谢家。牧野啊，小婉的事你费心了。谢师长请放心，我一定会照顾好谢婉同志的。石云还不知道秦牧野和谢婉的事，他以为是谢大红托付秦牧野帮的忙，心里酸溜溜的。秦营长，你怕是要白费力气了。小婉连初中都没有读过，怎么可能通过高中的入学考试？你有空多帮帮小玉，小玉那孩子可爱学习了。石阿姨，您可能还不知道，我已经跟石玉同志说清楚了，我跟他不合适，没有继续交往的必要。什么？哪里不合适了？你是不是嫌弃石玉的出生？他是工人家庭，也是跟郑苗红，还在市医院当护士，我看跟你相当合适啊。秦牧也不想跟不熟悉的人掰扯，用求助的眼神望向谢大红。人家年轻人谈恋爱的事要看对了眼才行。小玉虽然说也很优秀，但人家秦营长没看上，你总不能强迫人家吧？你说是不是你在从中作梗？咱们快走。最后再多说一句，想买车就上瓜子，坐在家里就能挑。他每次想吃水果时，整个果园都在颤抖，只因他的空间里光秃秃的，什么都没有。而他想把这些果树都移到他的空间里去。干嘛的？被我抓住了吧？你在偷苹果？徐冰，他怎么在这？你偷苹果还带锄头？瞎说什么？我是看这片果林的杂草太多，在帮着除草呢。这片果林部队的公家财产，哪里需要你来除草？你鬼鬼祟祟的到底在干什么？谢婉知道徐冰来了，他也没办法再挖树苗了，提着锄头就要走。徐冰跟在他身后，两人不知不觉的就走到了狗场外。这里面养的可都是军犬，哨兵不会放你进去的。谢大夫，你又来看二黄了？我来看看其他几条感染了绦虫的军犬恢复的怎么样了。这么精彩的视频，当然要配一些炸鸡跟薯条，边吃边看。最近我发现闲鱼有很多的省钱神券，点击左下角上闲鱼搜省钱神券，现在还能0元抽霸王餐。我在闲鱼买了好多低价套餐，真是太省了。上闲鱼有钱花，快去闲鱼省钱吧。你刚叫他大夫，你不知道，就是谢大夫治好了二黄他们啊。难怪二黄会听他的话，看在你救了二黄的份上，老子今天就放过你。谢大夫，谢谢你一直帮我们给这些狗看病，这药箱是给你准备的。谢婉检查了药箱里的东西，很满意，尤其是看到里面有麻醉针时，谢婉咧嘴笑了起来。而远在安县的任家村却乱作了一团，在家养伤的陶红妹突然死了。任铁柱，你少在这哭丧，这肯定不是我婆娘干的，我看到有可能是你干的。我白天一直在地里干活，孩子们也都在地头上帮忙，一回屋，孩子他娘就死了，哪能是我干的？全村的人都知道你婆娘天天跑我家来闹，不是她干的，还能是谁干的？任铁柱恨极了任大壮，这段时间他因为任大壮的老婆天天来闹，也信了任大壮跟陶红妹有一腿。村民们看热闹各说纷纭，有些人觉得是任大壮家的杀了陶红妹，有些人觉得就是任铁柱自己杀了老婆。谢婉过了3天才知道陶红妹死了。袁书中直到袁主死，陶红妹都在，这是出了什么差错？陶红妹竟然死了。小婉，要不要我派人送你回去奔丧？好歹她是你亲妈，你去看着她下葬，也算尽到心意了。谢婉本来就打算这个周末回一趟任家村，主要是郭瘸子藏的那5根金条，他还留在郭瘸子家后面的那片树林里呢。那就回去送送他吧。还有一件事，小婉，你替你娘下葬后，记得搜一下你娘的遗物有没有一个翡翠戒指，那是我们谢家的东西，当初被你娘给卷走了。翡翠戒指？她不承认拿了，但我确定就是她拿走了的。她若是能留给你，我也就不计较了，但她都死了，留给外人，我还是觉得不甘心，毕竟这是你祖父留给咱们的东西。爸，祖父就留下这个戒指吗？你还想留什么？就这个戒指，咱家留着都是冒了风险的，破死就是什么东西不查。也正因为怕人知道，我才不敢逼你娘交出来。我查查，若是能找到，就带回来给你。小婉，谢家就你一个闺女，若是找到了，就给你当嫁妆，算爸爸补偿你的。谢婉这一刻
还真的稍稍有点感动了。谢大红不是没有父爱，只是他的父爱不会给一个无用的儿女。女孩历经千辛万苦，终于找到了部队里的亲爹，可还没过上几天好日子，又传来了母亲离世的消息。时隔几天，她又回到了自己生活了10几年的地方。这种吉普车，听说都是当大官的才能坐，怎么来了我们村？不会又是警车吧？这车是绿色的，一看就是部队的车，真没见识。在部队当官的，咱们村出去当兵的没几个，谁当大官了？当看见从车上下来的谢婉时，村民们惊呆了。这是谁啊？长得真漂亮！你们看她身上穿的衣服，好洋气。是我眼花了吗？我怎么觉得这姑娘像是任铁柱家的那丫头？我也觉得像。哎呀，真的就是她，这丫头竟然一点都不丑，还很好看。任春梅也看见了谢婉，眼睛充满了嫉妒。她肯定是进城去给人当小老婆去了，才会穿那么好。这么精彩的视频，当然要配一些炸鸡跟薯条，边吃边看。最近我发现闲鱼有很多的省钱神券，点击左下角上闲鱼搜省钱神券，现在还能0元抽霸王餐。我在闲鱼买了好多低价套餐，真是太省了。上闲鱼有钱花，快去闲鱼省钱吧。因为黄建国被抓，任大壮担心任春梅喜欢黄建国的事被人抓小辫子，紧急给他说了门亲事，对方是2婚带娃，年龄已经30多岁了。村里便有人嘲笑他是去给人当小老婆。谢婉走进了任铁柱家的院子，看见了人家的老大任川。任川21、22岁了，长得不好看，至今都没娶上老婆。他看谢婉的眼神像看猎物，让谢婉很不舒服。陶红妹是下葬了吗？天气热，怕臭了，已经埋了。屋里出来一姑娘，是任家老2人二丫。老三，你回来了，你娘死了。我听说了，陶红妹埋哪里？我去看看。好你个野种，穿得这么好，果然是你偷了家里的钱。你娘还冤枉我，你把钱交出来。什么钱？我不知道。小婉啊，你可算回来了。你娘的丧事我都跟他们说了，必须等你回来。他们不听，已经埋了。叔这就带你去墓地祭拜你娘。大壮叔，上坟这事先不急，你告诉我，我娘是怎么死的？你娘是被人掐死的，公安已经来查过了，带走了任铁柱，怀疑是任铁柱杀了陶红妹。那天大家都在地里干活，你娘因为身上有伤，一个人在家，村里的人都查了，都没有嫌疑，只有你继父任铁柱，他中途回过家一趟，除了他没谁了。老三，你现在能耐了，你想个办法帮帮爹，他肯定是冤枉的，他不可能杀了你娘。他是你们爹，不是我爹，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他杀了我娘，我不找他报仇，都已经是相信政府了。任大壮带着谢婉去陶红妹的坟前祭拜了一下，又对她发出了邀请。小婉，你家乱七八糟的，今晚就住叔家吧。也行，谢谢大柱叔了，正好我有事想请大柱叔帮忙。当晚谢婉就住在了任大壮家。任大壮的婆娘知道了谢婉的爹是部队的师长，也不敢再吵了，老老实实的给谢婉做了一顿丰盛的晚饭。娘，你真信他爹是部队的大官？别是俺爹骗你的吧？温丧，你是非要挑唆的你爹跟我离心不可啊？你看看那铁疙瘩把你爹卖了，他也没本事整一辆出来啊！哼！任春梅气急败坏的出去溜达，没想到遇见了贼眉鼠眼的任川，于是2个人密谋起来。任春梅和任川密谋之后，打算给谢婉霸王硬上弓，不料被谢婉察觉，提前进入空间拿了一把锄头，锄头敲在了任川的脑袋上，人当场晕了过去。谢婉立即将人抓进了空间。看来还有一个同伙，没有任春梅帮忙，任川也不可能进得了大队长家院子。任春梅正趴在窗户上看，谢婉拿出上次在狗场取的麻醉针，一针稳准狠地扎到了任春梅的身上。这是要毁了我啊！叔可忍，婶儿可忍不了，非得给这2人个教训不可。他将任春梅也收进了空间，溜出了任大壮家，将2人扒了衣服丢到了芦苇荡里，还故意将任春梅的鞋子丢在了比较显眼的路上。做好这一切，谢婉才返回任大壮家。第2天一大早，大壮媳妇起来做饭，喊任春梅帮忙，怎么找都没找到任春梅。谢婉像没事人一样悠哉悠哉的喝着稀饭。这么精彩的视频，你看开心了吗？刚好这2天赶上妇女节，给大家分享一个专属活动。现在上闲鱼搜妇女节，就能领取属于你的妇女证，还有机会领3888元节日津贴，快乐直接翻倍！别等了，赶紧点击评论区链接，上闲鱼搜妇女节，说不定下一个幸运的就是你。还告诉任大壮他上午准备去一趟牛尾村看他2姨，司机小王送他去牛尾村。在村口，谢婉下了车，先是去了郭瘸子家后面的树林，把那5根金条挖出来丢进空间，又去了他2姨陶红英家。你妈是个没福气的，怎么年纪轻轻的就死了呢？任铁柱这个杀仙刀的，枪毙10次我都不解恨。谢婉安慰了一会儿陶红英，掏出10斤粮票50块钱塞给了陶红英。二姨，我现在只有那么多，你收着。小婉，你哪来这么多钱和粮票？亲爹给的。你爹给你的，你不要给我，你自己留着补身体。二姨，我用不上，缺什么我爸会给我买，你拿着，给表弟表妹多买点吃的，等我以后有了再给你寄。陶红英的孩子都还小，家里确实也困难，在谢婉的坚持下，陶红英最后才收下。谢婉刚回任家村，就发现村里人脸上透着兴奋。哎呦呦，我去河边洗衣服，捡到了一只鞋子，钻到8毛地里一看，不得了哦！那2个人光溜溜的，那声音叫的才叫带劲。刘翠花，你要是在胡说，我撕了你的嘴！你们家春梅跟同族的堂兄在8毛地里搞破鞋，叫的那个浪，还不准人说了。
谢婉确定自己给这两人打的是麻醉针，而不是催情针，所以对刘翠花的话，她很怀疑。走进院里，看到任川被捆在那里，目光有些呆滞。不会是傻了吧？办公室里，任春梅不敢说是她自己算计谢婉，咬死自己在家睡觉，什么都不知道。你哄谁呢？昨晚你跟小妹睡一屋，不是你自己跑出去的，谁能把你搞到八毛地去？是谢婉，谢婉那个野种要害我。小婉为什么要害你？大壮叔，我昨晚可是一觉睡到天亮，什么都不知道。你家出了事，就往我身上泼脏水，这可要不得。小婉，你回来了，你别听春梅那丫头胡说，叔相信你不是这样的人。大壮叔，我刚才在外面也听大家说了一些，大家都说是你家春梅不愿意嫁给一个30几岁的老男人，才会跟任川搞在了一起。你想想，他那么大个人，不是他自己去的八毛地，谁能将他从家里搬到八毛地去？任大壮看了一眼谢婉的小身板，再看看长得壮实的任春梅，果断相信了谢婉的话。任春梅和任川两人在芦苇里的那档子事，被村民发现后，成了全村人笑话。身为大队长的父亲，为了自己闺女不被送去劳改，竟当场贿赂起了谢婉。大壮叔，你准备如何处理任川和任春梅？小婉，那两个混账既然已经搞在了一起，叔只能成全他们，让他们结婚。大壮叔，这就是你不对了，这两人光天化日下搞破鞋是犯罪，你可不要姑息养奸。你若是敢包庇他们，我就打电话给革委会的高书记，反映我们村有不正之风。小婉，他们一个是你的继兄，一个算是你远房堂姐，你高抬贵手，放他们一马吧。任大壮一咬牙，从身上掏出了一个信封。小婉，你若肯放过春梅，输的这些钱和粮票都给你。这几天光顾着剪视频，家里乱糟糟都没收拾。早上整理的时候，顺便把落灰很久的闲置物品挂在闲鱼上了。现在闲鱼还有 AI 发布功能，卖闲置更方便了。我已经回去了好几千上闲鱼，有钱花，你们快点击左下角试试吧。谢婉打开信封看了一眼，里面至少有50、60块钱，还有各种各样的票。看来任大壮这个大队长当的还挺富裕。行，我不打电话给高书记，但是大壮叔，你必须对那两人进行惩罚教育，否则即使我什么都不说，村民们也不干，传出去了，你一样脱不了干系。任大壮自然知道这事没那么容易解决，但只要压住了谢婉，他自有办法对付村里的其他人。春梅跟任川已经定了亲，他们在八毛地里干那事确实有伤风化，但他们是未婚夫妻，明天就要成亲，也算不得耍流氓。大壮叔，你家春梅明明许的是城里供销社的周会计，她跟任川还是同族的堂兄妹，都没出五福，怎么可能定亲？春梅不是我们亲生的，她是我跟媳妇在后山捡到的，所以她跟任川算不上真的同宗同族堂兄妹。任大壮的声音不小，办公室里的任春梅听见后，顿时如遭雷击。我一直嘲笑谢婉是野种，原来我才是个野种。任大壮请村民明天喝任春梅和任川的喜酒，等他们明天结完婚，就将任川送到劳改场去劳改1年。等事情都处理完了，任大壮才叫任二丫将任川领回家。一到家，任二丫才发现了不对劲。哥，你明天跟任春梅成亲，咱们该准备些什么？哥，你怎么了？娶媳妇，娶媳妇，我有媳妇了。再高兴也不至于高兴成这个样子吧？这头上是任春梅打的，被打傻了。任川的行为越来越像个白痴，任二丫想带任川去卫生所看看，刚走2步又停了下来。不能让外面的人知道哥傻了，若是任春梅知道了，肯定就不嫁给哥了。既然哥是任春梅打傻的，就让她嫁给哥，伺候哥一辈子。这任二丫也是毒辣，愣是死死地瞒住了任川傻了的消息。谢婉将一块肉放在老鼠洞前，那只老鼠立马探出了头。芝芝，你跑哪里去了？我跑遍了全村都没找到你。你找我做啥？你不在，我都没肉吃，村里人的肉都藏得太严实了。我妈死了这事你知道不？你妈是哪位？就是住在村南边那里。哦，知道，就是老柳树下那家的女人啊，她死了的事村里传好几天了。你帮我去村里的老鼠中打探一下，我妈死的那天下午，我家除了任铁柱，就是那家的男人外，还有其他人去过没？或者你问问那天下午村里来过陌生人没？小老鼠吃了肉，满口答应了下来。两人约好了晚上在任大壮家见面。到了晚上，小老鼠带回来了2个消息。据陶红妹家的耗子提供的消息，任川傻了，任二丫把这件事瞒了下来，打算让任春梅伺候任川一辈子。真傻了，活该，两个都不是好人，正好凑对。为了早点回家剪辑视频，特意买了台新车，所以我在瓜子二手车上买了台特斯拉，才花了9万9。瓜子有上万台不同配置的奔驰、宝马、特斯拉，比线下店选择多了。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，还能送上门市开3天。要是有旧车，也能放瓜子高价拍卖。总之，买卖二手车，认准瓜子就对了，赶紧去看看吧。村口的耗子们说，那天上午有3个外乡的年轻人进村时，鬼鬼祟祟的，一直避开人。陶红妹家的耗子说，那天任铁柱跟陶红妹打完架后，陶红妹一个人在家睡觉，然后家里就进了贼。陶红妹醒了，嚷了2声，然后就没声了。
那些人在家翻了一遍就跑了。谢婉从这些信息里确定了杀陶红妹的另有其人，而且这些人是在找东西，似乎跟谢家的翡翠戒指有关，但谢婉还不能确定这些人跟石玉有关。我以后都在城里生活，你是愿意继续留在村里，还是跟我走？芝芝，我也能跟你进城吗？当然，我说了收你当小弟的，你若肯以后跟着我，我包你吃的比乡下好。能做城里的耗子，当然没耗子拒绝。那只耗子挥泪告别了他的七大姑八大姨，扬言等他在城里混出个名堂来后，就回来带他们进城。谢婉把耗子收进了空间，自己闪身也进了空间，却发现空间里的房子门打开了，房子里有3个房间，一间屋子里摆满了书。他甚至在里面看到了完整版本的《金匮要略》和《黄帝内经》，有了这些书，他可以自学中医了。他又去推另外一间屋子的门，结果没有推动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自己琢磨，爷爷我快不行了，需要睡觉续命。谢婉琢磨半天，突然发现从郭瘸子那里偷来的5根金条不见了。咦，不会是因为空间吞了金条，所以开放了一个房间的权限吧？用5根金条换了那一屋子的书，似乎也算值得。总叫你耗子，显不出你的与众不同。要不我给你取个名字吧，你以后就叫小芝吧。谢谢大哥，以后我就叫小芝。这里面的东西你不要乱动，那些小鸡都是我在村民买的，旁边是一堆吃的，是你跟小鸡的。有空你帮我喂喂鸡，喂得好，我奖励你吃肉。难道大哥是让我进来喂鸡的？最后再多说一句，想买车就上瓜子，坐在家里就能挑。第二天一早，谢婉就进了山，打算找一些有价值的药材移栽到他的空间里。在山上转悠了很久，他挖到了一些川芎。川芎是一种中药植物，常用于活血行气、祛风止痛。又继续往山上走，陆续发现了枕叶贝母、金银花、杜仲等好几种草药，都被他移栽进了空间里。直到烈日当头，眼看要中午了，谢婉才下了山。今天是任春梅和任川结婚的日子，他叫上司机小王，跑去了任铁柱家吃席。因为这2人的结合不太光彩，加上任川像是真的受了伤，一直躺着，所以婚礼的仪式很简单。任春梅原本很抗拒嫁给任川，但她已经被破了身子，也嫁不了别人了，只好认了。她看着睡在床上的任川，就气不打一处来：混蛋，你给我爬起来，不要装死！任川之所以一直躺着，本来就是任二丫昨晚故意不让他睡，搞得他大早上开始昏睡。任春梅一摇晃，把任川给摇醒了。任川是真的傻了，他如今满脑子就一件事情，看见了任春梅顿时兴奋了。娶媳妇，我要娶媳妇。然后他就扑倒了任春梅。屋里的动静有点大，外面可是坐着大半个任家村的村民啊。这也太伤风败俗了。他俩已经结婚了，再结婚了也不能还在吃席时就开始搞起来吧。村民们一边大口吃菜，抢着桌上的肉，一边竖起耳朵听屋里的动静。这样的喜宴真太刺激了，任大壮气的脸都青了。吃过晌午，就把这2个畜生都绑到劳改场去。司机小王实在受不了这荒唐的氛围了，拉着谢婉出了院子。小婉，咱们快回城吧，你爸爸让我照顾你，这里实在不能再待了。汽车驶离任家村的那一刻，谢婉心想，他大概再也不会回这里了吧。石玉这2天有点慌，郑虎找到了他，告诉他不小心掐死了陶红妹的事。死了，东西呢？没有找到，那家人穷得要死，怎么可能有你说的那样东西？乱了，怎么这一世的事情都乱了？难道真的是自己这一次重生做了什么，打乱了时间线吗？你既然杀了人，怎么还跑到医院来找我？快走，别被人看见。石玉，我这几天暂时不敢回去，你借点钱给我，我在外面躲几天，听听风声。除了你，还有人知道这事吗？其实跟郑虎去任家村的还有2人，但郑虎怕石玉担心没有说，只有我知道。石玉稍稍放心了下来。等下班了，他跑到谢家去打探消息，得知谢婉已经回任家村奔丧去了。陶红妹果然死了。石玉心里很紧张，他有些纠结，若是他去举报郑虎，自己其实可以摆脱杀人的关系，只不过他在找翡翠戒指的事就藏不住了。不行，还是不能举报郑虎。但若是不举报郑虎，万一公安查到郑虎身上，自己知情不报，会不会受牵连？而且郑虎现在不敢回资县，没有收入来源，肯定会找他拿钱，他会被郑虎缠上，这也是个麻烦。谢婉一回到家后，就把小老鼠放了出来。小芝，我们已经进城了，这块是部队的大院，你可以出去逛逛，多跟大院的耗子交朋友，累了就回来找我。不过你要小心，别被人抓去或者打死了。真的，在他的想象中，城里肯定家家户户都吃肉，他终于可以解馋了，直接顺着窗户跑了出去。看来这只耗子还真的是与众不同，智商不是一般的高。不一会，住在谢家的石玉又找了上来。小婉，你辛苦了，你肯定没有吃晚饭，我给你冲了一杯麦乳精。小婉，杀你妈妈的凶手找到了吗？师姐，我刚才并没有说我妈是被人杀的。没有说吗？那我一定是听姑父说的。还没有抓到，难道一点线索都没有？唉，听村里人说，我妈遇害那一天，似乎村里来了个外乡人。这么精彩的视频，当然要配一些炸鸡跟薯条，边吃边看。最近我发现闲鱼有很多的省钱神券，点击评论区上闲鱼搜省钱神券，现在还能0元抽霸王餐。我在闲鱼买了好多低价套餐，特别省。闲鱼真的太神奇了，赶快点击评论区看看吧。是什么样的外乡人？似乎是挺年轻的。哦，对了，是个光头。石玉傻了，
郑虎正是光头。谢婉一直在观察着石玉的神色，现在他可以确定了，石玉跟陶红妹的死一定有关系。他现在还没有确凿的证据，既然石玉已经露出了行迹，他就要抓住他的把柄，让他付出代价。石姐，我有些累了，就不陪你说话了。石玉离开后，谢婉躺在床上，基本将事情猜出了个大半。他决定明天就开始跟踪石玉。他进入空间，去了那间书房，找了一本养气的书看，学着里面的样子打坐。不知不觉，他还真的感觉到了一股暖流在身体中若隐若现。难道这就是道家的炼气？谢婉感觉自己触摸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，一点都不困了，干脆打坐了一夜。到了早上，小芝才回来，看他肚皮鼓鼓囊囊的，谢婉也没有问他收获如何。刚到市医院，正好看见石玉从医院出来。看来石玉是去医院请了假。谢婉猜石玉是要去找杀害陶红妹的那个凶手，他想尾随石玉，可惜石玉骑着自行车，他用腿跟了一段路，实在追不动了。谢婉，你鬼鬼祟祟的在干什么？嘿嘿，说你不上学在这干什么坏事？徐冰，快载我一程！你在追谁？我为什么要听你的？你快追吧，抓住杀人犯，功劳分你一半。徐冰本来就是中二少年，一听谢婉在抓杀人犯，立即将跟谢婉的恩怨暂时抛之脑后了。跟着前面那个女的，别被她发现就行。你不会是在诓我吧？怎么是个女的？她跟杀人犯有勾结，跟着她应该就能找到杀人犯。徐冰，你不在学校上课，怎么跑这来了？你还问我？你自己怎么不去学校？你跟踪我。徐冰没说话，他还真的是跟着谢婉来的。石玉七拐八拐，拐到一个巷子口钻了进去，谢婉两人也跟上，结果被人给拦住了。交入场费，1人5毛。快交！进去吧。谢婉和徐冰进了巷子，看到的人都戴着口罩。这到底是个什么地方？黑市你都不知道？他假装将手伸进书包，从空间拿了2个口罩出来。你准备还挺充分。女孩为了调查母亲被杀害的证据，竟跟踪起了凶手。见两人正在密谈，他把他的小老鼠放出来去偷听。是谁？郑虎出来巡视了一圈，并未发现他们。你一个大男人竟然怕耗子？谁怕了？不过是那只耗子出现的太突然了，我才被吓了一下。你不是说那可能是杀人犯吗？咱们不报警，在这等着干什么？我现在还没有确切的证据，若是现在报公安，公安也不会理我。没证据，你说人家是杀人犯，到底他们杀谁了？我亲妈。你亲妈死了？过了一会儿，石玉和郑虎走了出来，小芝也跑了出来，直接钻进了谢婉的空间。谢婉用意念进入空间，从小芝那里听到了石玉和郑虎的对话，果然是他杀了陶红妹。石玉让郑虎逃离南城，郑虎不太愿意。郑虎觉得公安不一定能查到自己，毕竟自己跟陶红妹一点关系都没有。这几天光顾着剪视频，家里乱糟糟都没收拾。早上整理的时候，顺便把全新的闲置物品挂在闲鱼上了。现在还有 A 发布和托管功能，卖闲置更方便了。我已经回血了好几千，闲鱼真的太神奇了。石玉说，既然你没有在任家村找到我想要的东西，那么你帮我绑一个人，很可能东西在他那里，只要能逼他交出那件东西，我什么都答应你。看来石玉口中的那个他，肯定是指的自己。石玉要绑架我，但谢婉推测他们要绑架自己，无外乎是利用他上学和放学的途中，或者石玉将自己约出去。走，姐今天请你搓一顿好的去。谢婉点了1碗烧白，1碗青椒肉丝，1盘清炒藤藤菜，要了2大碗米饭。不年不节的，你点什么烧白？你哪来那么多钱？给你点的，吃吧。谢谢你今天帮了我。你别想一顿饭就收买我。即使是徐政伟家，也不可能顿顿吃肉。面对这有肉有饭的大餐，还是没有经受住诱惑。说吧，还有什么想求我帮忙的？看在这顿饭的份上，我勉为其难帮帮你。没了，剩下的我自己解决。听谢婉的意思，不想带他玩了，那可不行。他还指望着抓住杀人犯，立功让他爸对他刮目相看呢。你休想甩掉我自己单干！你要敢甩掉我，我就去公安局报案。谢婉有些头疼，后面石玉想绑架他，他有空间可以随时躲进去。我推测他们下一步会有所行动，我来做诱饵，你负责在暗处观察。你一个女的做诱饵，会不会太危险了？万一人家想杀了你怎么办？你哪来那么多问题？我就问你干还是不干？不干的话，我就自己单干。下午两人回到了学校继续上课，放学的时候，两人坐同一辆公交车回家属院，如此两人开始一起上学放学。谁知到了第3天，范红霞却问谢婉：“你为什么每天跟徐冰一起上学放学？你们是不是在耍朋友？你喜欢徐冰？是我先问你的。你觉得我可能跟你一样的品味吗？都住一个大院，还是同班，你要让我避着他走，那你还不如让他避着我。你表姐这2、3天怎么不来了？”自从那日谢婉跟踪石玉后，石玉再也没有来过谢家，这让谢婉不知道石玉究竟什么时候绑架她。我妈说表姐这2天忙，约我周末晚上看电影。周末约范红霞看电影，会不会到时也约自己？可能约范红霞只是个幌子。为了得到空间戒指，石玉打着看电影的名义，打算把谢婉绑架。可谢婉也知道这些，早就做好了准备。一出电影院，石玉主动要求自己带谢婉，范红霞当然愿意，立即开始装肚子痛。既然你肚子痛，那我来骑车吧。范红霞立即就将自行车塞给了谢婉。看来范红霞并不知道石玉的计划。
石玉却有些着急，在他耳边说了句什么，范红霞立即红了脸。我自己骑，你让表姐带你回去吧。徐冰那小子还是被石玉和范红霞发现了，不是提醒了他一定要隐藏在暗处吗？小婉妹妹，我载你回去吧。红霞好像碰到大院里的熟人了。谢婉只好勉为其难地坐到了自行车的后座。部队家属去在城郊，离开市中心后，连路灯都逐渐稀少起来。哎呦！小婉妹妹，你快让一让，你压得我好痛。谢婉将屁股挪到了一边，也装模作样。这几天光顾着剪视频，家里乱糟糟都没收拾。早上整理的时候，顺便把全新的闲置物品挂在闲鱼上了。现在还有 A 发布和托管功能，卖闲置更方便了。我已经回血了好几千，闲鱼真的太神奇了。小婉妹妹，你受伤了吗？哎呦，我的脚快断了，我肯定是骨头断了。骨头断了好啊，这样谢婉无论如何也跑不掉了。糟了，自行车也摔坏了，不能骑了。这可怎么办才好？小婉妹妹，要不你在这里等我一下，我先骑回家叫人来接你。想将我一个人留在这里，看来他的同伙就在附近，不能让石玉走，而且徐冰还没来。师姐，你别留我一个人在这，我害怕。小婉妹妹，这里离部队不远，治安很好，你放心，我很快就回来。师姐，我跟你一起，你扶着我点就行。虎哥，现在出去吗？两个妞都受了伤，咱轻松就对付了。再等等。石玉甩不脱谢婉，很是着急，心一横，突然就生了歹念。若是翡翠戒指已经认主，那就必须杀了谢婉。小婉妹妹，我不留你一个人了，你松开我。你说话算话。小婉妹妹，我们去那边坐着等吧。红霞和大院里的那个徐冰应该还在后面，等到他们，我们也就能回去了。谢婉觉得他说的还挺合情合理的，跟着石玉坐到了树下。石玉从地上偷偷捡了一块石头，目光瞟向身后的草丛里，准备给郑虎打信号。谢婉也听到了草丛的动静，他悄悄地将麻醉针握在了手上，准备随时给石玉来一下。千钧一发之际，一道亮光出现，一辆军用吉普车正好停在了石玉和谢婉的前方路边。两位同志，你们是遇到了什么困难吗？石玉和谢婉都没作声，他们心里都希望这个军人不要理他们。月光照在了军人的侧脸上，石玉顿时很惊慌。萧平安，两位女同志，这大晚上的，你们坐在路边，是自行车坏了吧？我可以送你们。我叫萧平安，是刚到2师的，你们都是部队的军属吧？萧同志，你好。萧平安，哦嚯，男主出现了，看来今天的计划要泡汤了。谁能想到这个时候，原书的男主角会这时候出现呢？原书中，萧平安固执地爱着石玉，萧平安是真正的高干子弟，因为身份的悬殊，萧家人十分反对两人的婚事，两人几经波折才走到了一起。谢婉手持麻醉针，石玉手持石头。就在这关键时刻，书中的男主萧平安出现了。萧平安热情地邀请他们上车。石玉与谢婉对视一眼，两人心里其实都不想去。突然，道路上传来了自行车的铃铛声。齐木野，谢婉同志，我来晚了吗？是你，萧爷，原来你也在2师啊！本来应该早点到的，结果我开错了路，这么晚了才到，正好在路上遇到这2位女同志的车抛锚了，我先送他们回家，晚点我去宿舍找你叙旧。我来了，我送你回家。谢婉也不想上萧平安的车，树林里还有人呢，他不知道这次计划失败后那些人会不会跑掉，他也不想将功劳分给萧平安。师姐，你跟着萧同志先回去吧，我跟齐木野同志一起走。萧爷，这位女同志是你对象？关你屁事。小婉，这么晚了，你还是跟我一起坐车回去吧。我对象来接我了，你自己走吧。最近下班回家太晚，想买个车又没时间去线下电挑，听说线上看车方便，所以我在瓜子二手车上买了台特斯拉，才花了9万9。瓜子有上万台不同配置的奔驰、宝马、特斯拉，比线下店选择多了。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，还能送上门试开3天，要是有旧车也能放瓜子高价拍卖。总之买卖二手车认准瓜子就对了。是同志，咱们还是不要影响人家小情侣谈恋爱了，上车吧。胡哥，有一个妞走了，但是还有个当兵的陪着那个妞，怎么办？再等等，步行救车。齐木野，谢谢你真的来接我，我现在来不及细说，树林里有几个坏分子，你帮我先抓人可好？齐木野一听，又要抓坏分子，他100%相信谢婉的判断。谢婉同志说有坏分子，那就肯定有。在谢婉的指挥下，两人走了一小段路，准备从后方进行包抄。郑虎他们以为两人已经走了，也准备离开。虎哥，咱们就这么白蹲一晚上啊？这条道人少，说不定等会儿还有落单的，咱们抢一个，有钱了也好离开南城。张三的提议让郑虎心动了，若是能抢到钱，他确实可以先去外地避一避。于是3人又蹲了下来。跑了一个，你受伤了，对不起，我没预料到这3个坏分子这么厉害。不怪你。你怎么知道有3个人埋伏在树林里的？石玉车坏了就坐在了这里，我感觉树林里有人，这么晚了躲在树林里的，我猜肯定是想抢劫路人的坏分子。这3个人都带着刀具，肯定是坏分子。把这2人押回去审一审就清楚了。齐木野，你到时候问问他们最近有没有去过人家村，我亲妈在人家村遇害，被人掐死的。今天我又碰到这样的事，我总觉得这中间或许有什么关联。你放心，我一定好好审这2人。没一会，
范红霞和徐冰双双骑着自行车出现。徐冰，你给我滚过来！你已经将人抓了，我来晚了。徐冰出了电影院，就被石玉和范红霞发现了。一路上，范红霞一会儿摔了，一会儿又受伤，各种做，他才来晚了。还是秦牧野靠谱，徐冰这小子果然是嘴上无毛，办事不牢。若是指望他，怕是自己要交代在这里。最后再多说一句，买车就认准瓜子，坐在家里就能挑。第二天放学后，谢婉就看到秦牧野在门口等他。昨晚我先连夜审问了那两人，他们确实去过任家村，还去过你家，但当时他们都负责在外面放风，人应该是那个逃掉的郑虎杀的。现在郑虎已经被通缉。谢婉松了一口气，只要郑虎被抓住，应该能审出来他杀人的事实，到时候石玉在背后起的作用，应该就藏不住了。秦牧野同志，你现在有空吗？于是两人直奔百货大楼。谢婉一眼就看中了一辆蓝色的自行车，问了一下价格，要180块钱加一张自行车票。他有些迟疑了。我们先去楼上看看别的吧。上了楼，谢婉看秦牧野低头沉默不语，似乎有心事。秦牧野，我知道你们男同志都不喜欢逛商场，要不你在那边等等我，我买好东西就来找你。这么精彩的画面，真想驱车到现场看看。所以我在瓜子二手车上买了台特斯拉，才花了9万9。瓜子有上万台不同配置的奔驰、宝马、特斯拉，比线下店选择多了。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，还能送上门试开3天，要是有旧车，也能放瓜子高价拍卖。总之买卖二手车，我推荐瓜子。秦牧野下了楼，又去了卖自行车那里。等到谢婉拎着大包小包下楼时，就看见秦牧野推着他的梦中情车。秦牧野，我看错你了，也不知道这车是准备送给谁的。谢婉，我是买错了吗？刚那个营业员都说了，这款百货大楼也只有一辆了。我明明喜欢，你买了去送别人。可这本来就是买给你的啊。什么？买给我的？咱俩现在处对象，我也想不到该送你什么才好。你说我是你对象？谢婉有种被砸晕了的感觉。两人一直到出百货大楼，都各自尴尬着。两人把东西放车上后，谢婉说道：秦牧野同志，你是因为上次我把你当成馒头的事儿，想对我负责吗？大可不必。若是你要我对你负责，那我也需要考虑。谢婉同志，我是因为欣赏你的革命意志，觉得我们适合做革命伴侣，才决定跟你处对象的。打恋爱报告时，我就想好了，只要你不反对，我随时可以打结婚报告。不行不行，恋爱都没谈，怎么就跳到结婚去了？一切不以结婚为目的的恋爱都是耍流氓。谢婉同志，你不会想对我耍流氓吧？没有，我没有对你耍流氓的意思。谢婉同志，之前的恋爱报告没有当面问你是我不对，现在我慎重的问你，你愿意跟我处对象吗？那肯定愿意啊。那你愿意跟我结婚吗？那还不算耍流氓？看见谢婉慌张的模样，秦牧野唇角一抽，突然就露出了笑容。你在耍我？没有，谢婉同志，经过这几次跟你共同战斗，我跟你处对象的心意是认真的。至于你担心的感情，我认为我们可以结婚后慢慢的培养，并且我觉得我们之间既然已经共同战斗过了，那这世上就再没有比革命友情更珍贵和坚固的感情了。秦牧野同志，我同意跟你处对象，但是我实在觉得自己年龄太小了，我想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在提高自己、报效国家上。过早的结婚，陷入家庭，我有些害怕。谢婉同志，谢谢你同意跟我处对象，你放心，结婚的事可以慢慢来。此时秦牧野的心情跟他写了入党申请、等待组织考察时的心情差不多。如此一来，两人正式确定了恋爱关系。最后多说一句，想买车，我推荐瓜子，坐在家里就能挑。男子半夜偷偷跟踪一个女人，见四周没人，立马上前捂住她的嘴。只是没想到2天后，她就成为一具尸体。石玉，别喊，是我。你吓死我了！出事了，你给我搞点钱和全国粮票，我必须离开南城。怎么回事？通过郑虎的描述，石玉才知道昨晚在他离开后，谢婉和秦牧野竟然抓了郑虎的同伙。听到张三和李四不知道他，石玉稍稍放心下来。你现在住哪里？我搞到钱和粮票就去找你。石玉心知只有郑虎消失，他才是安全的。于是他在心里盘算着什么。到了周四，学校下午不上课，谢婉中午放学后就骑着自行车去了黑市，打算淘一张手表票。徐斌跟在他后面，看见谢婉竟然又溜到了黑市，更加兴奋了。上一次就是谢婉带到黑市来跟踪坏分子的。谢婉目光在摊位前扫过，放在角落里的一样东西让他眼睛一亮，那是一尊莲花座佛陀神像。这么精彩的画面，真想驱车到现场看看。所以我在瓜子二手车上买了台特斯拉，才花了9万9。瓜子有上万台不同配置的奔驰、宝马、特斯拉，比线下店选择多了。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，还能送上门试开3天，要是有旧车，也能放瓜子高价拍卖。总之买卖二手车，我推荐瓜子。这个怎么卖？100块钱。我给你20块钱，再给你50斤粮票，可以吗？行，你拿去吧。你买这破玩意儿做什么？要你管。姑娘，你还需要这种佛像吗？我家也有。我不要一般的佛像，只要这种有些年代的佛像。俺家真的有一个，是俺爷爷以前在地里捡的。你要的话，明天来，我给你看看。可以，我明天来看看。你不是来抓坏分子的？哪有那么多的坏分子？你哪来那么多的钱和粮票？我抓坏分子，立了功部队奖励的。切！不信你就回去问你爸，我立功的事你爸知道。啊，抓坏分子还能赚钱啊？此刻徐斌早将他跟谢婉的恩怨抛之脑后了。两人把事情办完后，
没有看见什么入眼的东西，这才出了黑市。时间还早，不如去郑虎曾经藏身的地方看看，说不定能发现什么线索。两人骑着车，凭着记忆到了那个窝棚区，这里已经被公安搜查过了，他们并没有发现什么。谢婉偷偷放出了小枝，让他在附近打听一下，这种垃圾遍布的地方，耗子尤其的多，想来消息来源也多。过了不久，小枝带回了消息，后面林子里死人了。谢婉带着徐斌找到那个地方，一眼就看到一具腐烂的尸体。谢婉忍着恶心，多看了一眼，立即看到了死者是光头。谢婉，你抓坏分子，怎么找到这么恶心的东西？这人就是那晚跑掉的那个打劫犯啊！你确定是他？应该是，衣服都一样，而且还是个光头，真的很像。算了，让公安去查吧。两人骑车去了公安局，谢婉将树林里发现尸体的事告诉了王队长，公安立即出警。谢婉一路回家都在思考郑虎为什么会死了，他并没有怀疑石玉，石玉只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女子，怎么可能杀得了郑虎？郑虎一死，陶红妹的案子就有些说不清楚了，而石玉肯定能逃脱罪责。最后多说一句，想买车，我推荐瓜子，坐在家里就能挑。女人每吃一次青菜就会掉1斤秤，只因这些青菜都是用灵泉水浇灌而成。今天谢家聚会，她准备把这些拿出来炒了吃。小婉，你到哪里去买的这么多蔬菜？我刚出去溜达的时候，看见一个农民推着车在外面卖的，我见这些蔬菜新鲜，就买了点。空间里的菜自然长得水灵水灵的，周婶看了心生欢喜。小婉，木爷来了，你出来一下。木爷啊，以后来家里不要带礼物了。你跟我爸先聊，我先去帮周婶做菜。我帮你。周婶也知道了这是谢婉的对象，故意给两人制造机会。小婉，你跟秦营长一起帮我把鱼先杀了吧。我来杀吧。小野啊，那天我听那个肖营长这么叫你了，你跟他以前就认识？我跟他不熟。小野，咱俩可是在一个大院一起长大的。这么精彩的画面，真想驱车到现场看看。所以我在瓜子二手车上买了台特斯拉，才花了9万9。瓜子有上万台不同配置的奔驰、宝马、特斯拉，比线下店选择多了。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，还能送上门试开3天。要是有旧车，也能放瓜子高价拍卖。总之买卖二手车，我推荐瓜子。你光屁股的样子我都见过，还不熟？你怎么来了？谢师长请我来的。谢婉同志，你想知道小野小时候的糗事，尽管问我，我定然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。原书里萧平安也是一个好人，但既然他能跟石玉成一对，不知道真实的他是好是坏。萧营长，木野自己的事，他以后会自己告诉我的。石云让范红霞刻意打扮下，介绍给了萧平安，但范红霞似乎对萧平安没有什么兴趣。谢婉正好出来，听见了石云在萧平安面前夸自己的女儿，他这才明白今天这场聚餐的目的。只是他十分的好奇，为什么到现在石玉都还没有出现。一开饭，谢婉瞄准了空间里的蔬菜，秦牧也看他一直加素菜，也跟着尝了一口。萧平安也很聪明，跟着落筷子。别光吃菜，吃肉啊！我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蔬菜，太好吃了。谢市长，你家的蔬菜和玉米是在哪里买的？若是部队的蔬菜和玉米能这么好吃，我不吃肉都可以。咦，空间里那么多蔬菜玉米，若是能卖给部队，倒是个好去处。吃过午饭，谢婉趁机向秦牧野打听部队的粮食和蔬菜的采购途径。小婉，你难道不知道你爸爸就是主管20后勤的？哎，牧野，我有一个老乡，他在荒山上开了一片的，种了些玉米，就是你今天吃的那种。你能帮我问问你们团的后勤能卖给部队吗？这是我不想让我爸知道。秦牧野满口答应。过了一天，谢婉给秦牧野送去了10斤样品，秦牧野很快就给了谢婉答复。我们团长说，这么好吃的玉米又是老乡自己种的，数量也不多，我们团就能消化掉。牧野，你太给力了。第二天，秦牧野借了卡车，谢婉指挥着秦牧野将车开到了附近一个叫广平村的山脚下。牧野，老乡们害怕，不敢被当兵的看见，怕被当成投机倒把的抓了。要不你将车停在这里，这附近的风景挺不错的。我听说那边山上还有个石窟，要不你去转转，过1个小时回来。看秦牧野真的走了，谢婉从空间将已经收割好的玉米放了出来。等秦牧野回来时，就见车斗里已经堆满了玉米。最后多说一句，想买车，我推荐瓜子，坐在家里就能挑。秦牧野手里提着只野兔，显然是刚才在山上刚打的。等会儿到家，你把野兔拎回去，正好晚上给家里添个菜。可惜了，咱们没地方做，不然我单独做给你吃。要不我去申请个单独的宿舍，就说为结婚做准备。啊，结婚？现在市里房子紧张。你的意思是，咱们先把队排上？那你去打报告吧。再这么相处下去，他感觉自己不是在谈恋爱，反而真的是在跟革命战友相处了。秦牧野却激动了。小婉，你同意结婚了？那是不是代表我通过考察了？还要继续考察，不过我觉得结婚不是最终目的，好好过日子才是。就算结了婚，若是相处不好，不是还有那么多离婚的吗？小婉，结婚是一辈子的事，怎么会轻易离婚？好吧，算我说错了。两人开着车回到部队，负责后勤的张干事看了这些玉米的质量后，十分的满意。这么精彩的画面，真想驱车到现场看看。所以我在瓜子二手车上买了台特斯拉，才花了9万9。瓜子有上万台不同配置的奔驰、宝马、特斯拉，比线下店选择多了。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，还能送上门试开3天。要是有旧车，也能放瓜子高价拍卖。总之买卖二手车，我推荐瓜子。
这一车算200块钱，200斤粮票，不知道行不？谢婉同志，以后你老乡若是有多余的蔬菜和粮食，只要品质好，尽管送来。这不会犯错误吧？我们每个团本来就有一定的自主采购，吃化薄粮本来就不够，平时也是我们自己想办法改善伙食的。谢婉这才放心下来，空间里还有了灵气。若是战士们吃了空间里种出来的食物，肯定战斗力会变得更强。有了这200块钱，谢婉直奔百货大楼，花了210块钱买了一块最新款的上海牌男士手表。当他送给秦牧野的时候，秦牧野严肃地说：“小婉，你还是学生，我怎么可以收你这么贵的礼物？但你买给我的，我还是很高兴。这样吧，我把钱还给你，还是算你送我的。既然我们处对象，你能送我自行车，为什么我不能送你手表？”小婉，你是不是不想欠我人情才买的这个手表？秦牧野，你误会了，我觉得感情是平等的，送礼物只是表达感情的一种方式，哈哈，这就当定情信物，以后你就是我的人了。秦牧野听了这话，心里那点不自在烟消云散。看来是得加快进度，早点结婚，以后我可以养他，我的工资都交给他。秦牧野很快就将结婚报告交了上去。谢大红知道后，乐得连续好几天都合不拢嘴。咱家还有多少存款？1000多吧。怎么才这么点？你每个月的工资，你自己要留80，交给我的也就100。能存下这么多，已经不容易了。明天去取500给我。要那么多钱干什么？谢婉和秦牧也要结婚了。石云一听就不愿意了，两人因此又大吵了一架。过了几日，谢婉听说了郑虎被杀的案情进展。王队说，那人不是被杀的，是因为之前受了伤发炎了，病死的。法医检测了，没有发现别的人为伤口。谢婉有些不相信，但之后公安局通知谢婉去了一趟，证实了确实是如此。郑虎的2个同伙因为抢劫未遂被判了劳改。陶红妹的案子因为没有证据证明是郑虎做的，任铁柱继续被关押中，仍然没有逃脱嫌疑。最后多说一句，想买车，我推荐瓜子，坐在家里就能挑。女人把佛像放到戒指上，下一秒她就进入了一个空间内，只见她种的玉米蔬菜此刻都在疯狂的生长。原来这佛像可以加速植物的生长，这样下来这些玉米又可以卖上一波。她又去找了一次卖给她佛像的老农，可惜并没有收购到什么有价值的古董。就这样悠闲的度过了1个月，除了上学以外，大部分的时间都待在空间里。这一天也是周末，谢婉一下楼就看见了石玉和一个男青年坐在沙发上，石云围着那个男青年嘘寒问暖。小婉，快过来，你还没见过你二哥吧？二哥，石云的大儿子范勇。切，你哥怎么回来了？不知道，肯定也是跑回来的呗。小婉，你二哥回来，十一跟你打个商量，你来了占了红霞的房间，红霞只能搬去了他们的房间。现在你二哥回来了，你看能不能你跟红霞住一起？不行，我不习惯跟别人同住。这么精彩的画面，真想驱车到现场看看。所以我在瓜子二手车上买了台特斯拉，才花了9万9。瓜子有上万台不同配置的奔驰、宝马、特斯拉，比线下店选择多了。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，还能送上门试开3天。要是有旧车，也能放瓜子高价拍卖。总之买卖二手车，我推荐瓜子。客厅那一头，石玉正在范勇耳边蛐蛐，看得出来，范勇看向谢婉的目光越来越不善。听说你在乡下连柴房都可以住，为什么现在就不能跟红霞挤一挤了？就凭这是我爸的家，就凭我姓谢。小婉，红霞跟你现在关系不是挺好的吗？你们住一屋，也可以经常说说悄悄话。我们家的事，轮不到你一个外人插嘴。你是怎么跟我妈和石玉说话的？谢婉连头都懒得抬，完全不理睬他。你算个什么东西？老子跟你说话，你没听见？你又是什么东西？敢跟我称老子？有种你在我爸面前这么说一句试试。你若是我老子，那你跟你妈又是什么关系？果然奸诈。以前我不在家，你欺负我表妹，抢她男朋友，又欺负我妹，抢她衣服，这些事怎么算？红霞，我欺负你了吗？你们吵架不要带上我。看吧，你妹妹都没有觉得我欺负她，你在这瞎跳什么？你抢我表妹的男朋友怎么算？你想怎么算？你表妹丑，人家看不上她，怪我喽。你表妹又不是我生的，关我屁事。表哥，算了，小婉妹妹无依无靠的，她见了我的相亲对象是部队的营长，喜欢上了，我让给她就是。石玉，你少在这里装，你跟秦牧野的事，人家已经上门来说清楚过了，说白了就是看不上你，你做出这副模样给谁看？你哪里来的？滚回哪里去！你是哪里跑出的杂碎？不过是这个女人带来的拖油瓶，你在我们谢家凶什么凶？范勇被激怒，一巴掌打向谢婉，谢婉一个闪身避开，又躲到了范红霞的身后，他又一拳挥出。二哥，你打我做什么？我揍他，你站起来做什么？他拉我的。红霞，谢谢你替我挡着，我就知道你跟你妈和你哥不是一样的人。难道刚才真的是自己站起来替谢婉挡着的？能让谢婉成我的情，也算没白挨一拳吧。范红霞没再指责谢婉，她也不敢对范勇还手，捂着肚子躲到了一边。这时，谢婉看见了窗外出现了谢大红的身影。最后多说一句，想买车，我推荐瓜子，坐在家里就能挑。后妈一家人联合起来，打算把谢婉赶出家门。关键时刻，亲爹回来了。于是他打算表演一番。拖油瓶，你敢动手打我？范勇被拖油瓶3个字再次刺激，又冲向了谢婉。谢大红听到了声音，冲进屋子，正好看见范勇推搡谢婉飞了出去，重重的摔到了地上。为了把效果打满，他轻盈的飞了挺远，
住手！谢叔，我就是吓他，我没用力。哼，没用力。小婉，谢婉自然是装晕，但谢大红掐人中是真疼啊。爸，小婉，你怎么样？要不要去医院？爸，你再不回来，我就要被他们打死了。谁打你了？你别乱说。我就是吓他。姑父，刚才就是个误会。老子没吓。小勇，给小婉道歉。小婉，我不该动手。谢婉本来就是在装弱，他要把石云母子未来陷害他的路子堵死。于是他挤出一脸泪。这么精彩的画面，真想驱车到现场看看。所以我在瓜子二手车上买了台特斯拉，才花了9万9。瓜子有上万台不同配置的奔驰、宝马、特斯拉，比线下店选择多了。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，还能送上门试开3天。要是有旧车，也能放瓜子高价拍卖。总之买卖二手车，我推荐瓜子。爸，刚他们想赶我走，我说这是我爸的家。石姨说我只配住柴房，还让我将房间让出来给他儿子。爸，我难道不是你的女儿吗？这里难道不是你的家了吗？这里是老子的家，你要是敢欺负我女儿，就给我滚！我没有赶小婉的意思，我就是想让她跟红霞挤一挤。凭什么叫小婉跟红霞挤？我的女儿在这个家连个单独的房间都不配有了吗？要住柴房，你给我滚去住柴房！在谢大红的盛怒之下，石云和范勇等人还是认了怂。他将谢婉送到房间，谢婉躺在了床上，想着让谢大红跟石家人起芥蒂。爸，那个石玉很奇怪。小婉，石玉不过是个小丫头，有件事我一直压在心里没敢说，就怕您说我胡思乱想。那你说吧，爸听着。爸，我怀疑石玉跟我妈的死有关系。我和徐冰都看见过石玉跟上次想在路边打劫的那个郑虎在一起。郑虎的同伙交代，他们曾经在我妈死的那天去过人家村，还去过我妈的家里翻东西。我妈家那么穷，能有什么东西值得别人偷？肯定是有人指使的。此话一出，谢大红变了脸色。可是我没有告诉过石云翡翠戒指的事啊。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。客厅里，石云坐在沙发上咬牙切齿。姑妈，小婉毕竟是姑父的亲生女儿，咱们不能明面上欺负她，这会寒了姑父的心。谁欺负她了？不就是让她跟红霞挤一挤吗？要说表哥这脾气，也该改一改了。就算要动手，也不能在家里啊，这不是给别人送把柄吗？范勇听了这话，目露凶光。今天这亏，他吃得很憋屈。表哥，你也不要光想着动手，有些时候还是要动脑子的。这段时间，大家对小婉好一点吧。若是你们继续针对小婉，将来小婉无论出了什么事，姑父都会怀疑我们的。小玉，我听你的。最后多说一句，想买车，我推荐瓜子，坐在家里就能挑。哎，干嘛呢？后面排队去。小玉，要说你这么聪明又漂亮的姑娘，秦牧也真是瞎了眼了。他不选你，竟然要跟那个乡巴佬结婚，你姑父还想给他一大笔嫁妆，真是气死我了。什么？秦牧也跟谢婉要结婚了？石玉白了脸，他握紧了拳头，深恨秦牧也有眼无珠。他们结婚也好，反正秦牧也活不了多久了。等他们一结婚，谢婉就成了寡妇，这才有乐子看呢。你姑父准备给你介绍的那个萧营长，你之前也见过，但你最近生病，一直没有机会给你们安排相亲。要不下个星期我让你姑父再帮你约一下。石玉一想到萧平安就头疼。上一世，在一件重要的事情上，萧平安甚至出卖了他，逼他去公安局自首。但既然秦牧也拒绝了他，他也只有延续前世的老路，先跟萧平安在一起，借助萧家的势力壮大自己再说。这么精彩的画面，真想驱车到现场看看。所以我在瓜子二手车上买了台特斯拉，才花了9万9。瓜子有上万台不同配置的奔驰、宝马、特斯拉，比线下店选择多了。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，还能送上门试开3天。要是有旧车，也能放瓜子高价拍卖。总之买卖二手车，我推荐瓜子。公母，你安排吧，我觉得萧同志也不错。下午秦牧也来找谢婉时，他还在楼上装病。谢市长，小婉她到底得了什么病？我敲门屋里没有反应。小婉，你睡着了吗？谢市长，要不咱们撞门吧？好，你来撞。小婉，你做什么？干嘛不开门？我怕。你怕什么？我怕有人冲进来打我。谢市长，麻烦你告诉我小婉到底遇到了什么事。谢大红老脸有些挂不住，心里对范勇的厌弃又加深了一层。牧野，你听我解释。当秦牧也听说了范勇对谢婉动手的事后，黑着脸对谢大红说：谢市长，我替我对象出头，若是冒犯了你的家人，还请见谅。爸，你不去阻止他？我老胳膊老腿的，可拉不住年轻人。爸，秦牧野他是军人，打架会不会挨处分？这是家务事，只要不把人打残了，挨什么处分？就是你上午打了谢婉。你谁呀？谢婉是我对象，你一个大男人，竟然对她一个姑娘动手。既然你这么喜欢动手，那跟我去院子里，我陪你练练。我不去。秦牧野拎着范勇的衣服，就将人拖出了房间。比拳脚，范勇完全不是秦牧野的对手。不一会儿，范勇就已经满脸都是伤。小勇，你既然想调回正规部队，你这功夫可得认真练，以后你要多跟牧野学习，他可是我们2师格斗项目的冠军。秦牧野揍完范勇，又回到谢婉的房间。小婉，你别怕他，以后他再敢欺负你，你就告诉我。牧野，你真厉害。小婉，我们的结婚报告我已经交上去了。哦，如果在这个家住着害怕，我去催一催，咱们抓紧时间领证吧。我听后勤的说，正好空出来一套房子，
若是咱们着急结婚，可以先给咱们用。你不是说房子要慢慢排队吗？部队那么多人，难道不应该排个1、2年吗？怎么就可以先给我们了？事急从权，部队也讲人道主义的嘛。咱们要结婚，肯定会优先分给咱们呀。最后多说一句，想买车，我推荐瓜子，坐在家里就能挑。这一日，谢婉刚刚放学回家，就看见秦牧野等在家门口前。秦牧野从兜里掏出来一串钥匙。小婉，咱们的房子拿到了，你要不要去看看？怎么就拿到了呢？你不是说还要等很久吗？结婚报告批下来了，后勤那边照顾咱们，优先解决的。其实是谢大红也打了招呼，秦牧野又很积极，自然就解决得快了。开门进了屋，房间已经被腾空，什么东西都没有，墙皮有些泛黄剥落。这里可以放个大衣柜，这里可以摆张书桌。小婉，我管战友换了几张家具票，等周末我们就去商店把家具买了。先不着急，这墙还要粉刷一下，地也最好再磨一下。看完房子，两人往回走，开始商量刷墙铺地买家具的事。回家后一冷静下来，谢婉就反应了过来，她似乎是被秦牧野套路了。这个坏蛋看不出来，心眼还真多。我几乎完全被他带着节奏走了，按照他这进度，怕是要不了多久，我不想结婚都不行了。周四下午没课，谢婉打算去中药堂寻一套银针，顺便把空间里种植的中药材卖掉。你懂针灸？懂一点。你糊弄人的吧？这么年轻，你哪学的？我自学的不行吗？前2年说那东西是封建残余，不准卖了。你要真想要，我家倒是还留着一套银针，你给我30块钱30斤粮票换给你。行，咱们怎么换？你帮我看一下店，我这就去给你取。打开盒子，整整齐齐的49根银针，锃亮如新，可以看得出来，这套银针的主人十分的爱惜。这套银针你换给我，你真的能做主吗？当然能做主，这是我爷爷的旧物，我爷爷都不在了，他就我一个孙子，他的东西自然归我。你刚不是要卖药材吗？你快点去，他们下班的早。谢婉从中药堂出来，直接去了收购站，因为种植的很少，一共卖了15块钱。请问你们知道哪里可以买到药材种子吗？我们这里收的有生药也有熟药，但是却不收种子。谢婉突然就想到了个主意，她问工作人员，得知老乡们一般都是大清早来卖药，谢婉决定明天过来看看。晚上，谢婉就进了空间，捧着那套银针爱不释手。她在针盒上找到一个篆刻的印章，徐春甫，这套针竟然是明代大医徐春甫的。谢婉怀着崇敬的心理，将这针盒奉在了案台上，恭恭敬敬地向针盒鞠了3个躬。她下定决心，一定要认真学习针灸术，方能不辱没了这套神针。第二天一大早，谢婉就守在了收购站的门外，看见一个农村妇女背着背篓准备进收购站。大嫂，你背篓里面的生药能给我看一看吗？姑娘，你看他做甚？我还急着进去卖了药，换了钱赶去集市呢，你可别耽误了我的功夫。大嫂，你背篓里面的生药有带根的吗？有的话，我高价向你收购。有的，有的，你自己选一选。我就要这几株，给你2毛钱可以吗？可以，可以。他这一背篓马齿碱卖到收购站，也只能卖1块钱左右。谢婉才拿几株，就给了2毛钱。大嫂，你们那边还有别的中药生长吗？有啊，山里有大喇叭花、鬼针草、苦菜，反正挺多的，好多我都不记得名字，有些也不认识。大嫂，要不这样，下次你帮我把你们那里的草药整株连根拔过来，每个品种1、2株就可以了，不管有用没用，我每个品种给你1毛钱，你看怎么样？啊，姑娘，你要这些做啥？我正学习中药鉴别呢，只能看书，没有实物记不牢。大嫂，你就帮帮我吧。行，大妹子，我下个星期给你带来。路过中药堂时，卖给他银针的那个小伙子找到了他。我总算等到你了。你找我做什么？同志，跟你换的银针，你能还给我吗？咱们已经完成了交易，你现在又说要换回来，这样不好吧？我也是没有办法啊，我若是不给换回来，我爸非打死我不可。你卖的时候怎么没有想清楚？我当时还问了你是否能做主的。这是我爷爷的遗物，平时也被束之高阁，我怎么想得到我爸会查看呢？这针我已经送别人了，我也没办法。完了完了，徐怀仁，你不好好上班，跑外面去干嘛？爸，就是这个女同志换走了咱家的银针。中年人一听是谢婉换走了银针，立即走了过来。姑娘，麻烦你一定要将那套银针还给我们。叔叔，你不用这样。我叫徐姓白，是个中医，那套银针是我家祖上流传下来的，无论如何都不能卖。姑娘，我家20块钱，你换回来给我们行吗？谢婉还是舍不得，但他也明白了，眼前这个中年人恐怕就是徐春甫的后代子孙了。若是强留下人家的传家之宝，似乎也不太地道。徐叔叔，我想学针灸，好不容易才寻到这套银针，我实在不想再换回来。姑娘，你学过中医？我一直在自学。我就是中医。姑娘，若是你不介意的话，能跟我回药堂聊一聊吗？姑娘，那套银针的事咱们先不说，我能问问你自学到什么水平了吗？谢婉将自己看过的书一一报了名目。徐姓白问了几个问题，确定他是真的看过这些书。我方便问问你，什么时候开始学习中医的？我之前只学过兽医，是最近2个月才找到这些书，便看入了迷。姑娘，你现在还是学生，你家是哪里的？想不想跟着我学中医？还有这样的好事？我一直闭门造车，就缺个师傅指点，这师傅还自己毛遂自荐，砸到我面前来了。你要是肯收我为徒，教我中医，这套针盒就完璧归赵。好，
真和你先拿着，免得你觉得我骗你。等我教了你真本事，你再还给我不迟。师傅，我一定会保管好这套银针的。我现在想学针灸，先借来用用，等我寻到替代的了，我就还给您。你这个骗子，你刚才还骗我说把银针送人了，你个败家子，连祖宗留下来的东西你都敢拿出去卖？若不是，咦，徒弟，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。师傅，我叫谢婉，你叫我小婉就行。谢婉跟徐杏白约好以后，每个星期四下午学校不上课，都到这里来学习中医。爸，你真狡猾，你收他当徒弟就能不花钱将咱家的银针要回来？高，实在是高。你个龟儿子，我徐家怎么会养出你这么个市侩小人？跟你明说，谁能继承徐家医术的衣钵，那套银针就会传给谁。小婉若是真的能成气候，将来那套针我就传给。范勇色胆包天，蹲在树上偷窥谢婉洗澡。谢婉也早已察觉，提前放出小枝，一只老鼠突然朝范勇涌上扑去，吓得他直接从树上掉下来。谢婉看见地上的人影，不管3721，对着人影一顿乱打。抓贼了！住手！是我。谢婉装作没有听见，继续抡锄头，直到谢大红跑出来，脚踩在了范勇身上，谢婉才住了手。爸，我刚才在卫生间洗头，发现窗外有人趴在树上偷窥，就是这个贼。范勇已经被谢婉打得面目全非，形似猪头。谢大红一时也没有认出来，竟然敢偷到老子家里来了！小婉，回屋里打警卫室，让他们来个人。谢叔，误会，是我，别叫警卫。小友，是你这个畜生，竟然干出这样的事情！谢大红这次真的怒极了，自己的继子居然偷看自己的亲生女儿洗澡，这样的事情若是传出去，他这个师长怕是都没有脸再在市里待下去了。哎呀，怎么卡住了？原来是没话费了，月末该充话费了。我在抖音商城充值中心刚领了4元话费券，真的太香了，充值到账快方便，来给大家送福利了，超简单，点商城，进入充值中心，或直接点评论区领取最高4元话费券，记得点评论区抓紧领券，手慢无。老谢，住手！小勇在犯错，你也不能这么打他。谢大红，你好狠的心，我儿子到底哪里得罪了你？你要这样打他，你这是要将他打死了，我跟你没完！明天就带着你的混账儿子给我滚出去！说完，谢大红拉着谢婉回了屋。小婉，这件事情爸爸一定替你做主。爸，这个范勇竟然是这种人，我之前听说你要将他调回二师来，你可小心了，他若是以后犯了错误，可是会连累你的。他还想进我们二师，做梦！范勇是真的被打狠了，已经晕了过去。最后是石云将范红霞叫了起来，将范勇弄进屋的。石云还想带范勇去医务室，他做了如此禽兽不如的事，还想出去丢老子的脸。你要是敢带他去医务室，就带着你们姓范的一家人给老子滚！不是这样的，肯定是谢婉陷害小勇。他自己从那棵树上掉下来，小婉怎么陷害他？也许小勇爬树是因为别的原因。你自己生了个畜生，少来玷污我谢家。等他伤好点，就给我滚回兵团去。若是他敢继续在家逗留，我就给兵团的领导打电话，治他一个逃兵的罪。还有你女儿，明天也回知青点去，接到天天来找你，不嫌丢人，老子还嫌丢人。谢叔，我不回知青点去。小婉，你帮我跟谢叔说说好话，我可一直没有害你，我还把我的衣服和钢笔都送你了。谢婉觉得范红霞最近是真的挺老实的，不过她也不想帮范红霞，毕竟范红霞一开始还叫了徐斌来恐吓她。你哥这个畜生惹了我爸生气，我也不敢劝，除非你哥滚了，否则我爸的气消不了。范红霞这次是真的恨上了范勇，都是他连累了自己。石云看这次谢大红是真的铁了心，只能坐到地上撒泼打滚，可无论他怎么撒泼都无济于事。谢婉回了自己房间，谢大红也回屋睡觉了，根本就没人理睬他。第二天，石玉被石云叫到了谢家。小玉，你快点帮姑姑想想，现在该怎么办？是谢婉故意陷害我。他怎么陷害你？他能指使你去爬树？姑姑，要不就让表哥回兵团吧。不，我不能回兵团。表哥，你是不是在兵团那边出了什么事？没有什么事。表哥，你要真出了什么事，最好说实话，我们也好帮你。我真的不能回去，听说中央派了工作组下到各地的兵团查一些事，我现在若是回去，就撞枪口上了。中央派工作组到兵团查的事，跟你能有什么关系？范勇最初不肯说，但经不住石云和石玉的一再追问，还是一五一十的说了。原来范勇在兵团利用职位之便，迫害了好几位女知青，他怕工作组查他，逃回的南城。小勇这时候无论如何也不能回去，我再去求求你谢叔叔，你也好好的给他认个错，就算给他下跪，妈也不让你回去。哎呀，怎么卡住了？原来是没话费了，月末该充话费了。我在抖音商城充值中心刚领了4元话费券，真的太香了，充值到账快方便，来给大家送福利了，超简单，点商城，进入充值中心，或直接点评论区领取最高4元话费券，记得点评论区抓紧领券，手慢无。姑姑，按照你们说的情况，就算表哥和您服软，可能姑父都不会同意表哥留下的。小玉，咱家就你最聪明，你快点想想办法啊！这事除非谢婉松口，才有希望。
石玉还惦记着谢婉的翡翠戒指，通过这段时间的观察，他怀疑翡翠戒指已经认主。上一世谢婉是在临死前血液浸透了翡翠戒指，无意中才开启空间的。当时他们正面临人贩子的追捕，谢婉将他也拉进了空间。后来谢婉死在了空间里，自己抱着谢婉的遗体出了空间，然后他就发现，只要拿着谢婉的残肢，他可以自由地进出空间。他切下了谢婉的一根手指骨，伪装成了一件古饰，一直带在身边。从此空间变成了他的。前世的事已经很难再复制，他该如何让谢婉信任自己遇到危险的时候再次将自己拉入空间呢？石玉看向了石云母子，姑姑和表哥虽然重要，可比起空间，石玉觉得还是空间更重要一些。谢婉放学回家时，正好碰见了准备离开的石玉。小婉，这段时间你小心一些，我害怕我姑妈和表哥会狗急跳墙。师姐，你既然如此说，那肯定知道他们要做什么。不如你跟我一起去我爸那，说个清楚如何？我也不知道他们会做什么，我只知道我表哥不想回云南，他们恨上你了。他们恨我不是很正常的事吗？值得你专门提醒一下，你肯定知道他们的计划。我真的不知道，我就是猜的。总之你小心一些吧，我先回医院了。谢婉不明白石玉为何要提醒自己，不过石云母子会算计自己，谢婉倒是早就想到了，所以他昨晚就吩咐了小芝，让他安排好几个小弟，随时监听石云和范勇的动静。小芝如今已经混成了家属院里耗子的老大，到了晚上，他就知道了他们3个人说的那些话。不想回云南，竟然是因为做了龌龊事。哼，这下可不用工作组查了，我就能给你举报了，你都不用回云南，在南城就能被抓。谢婉开始趴在桌子上写举报信。谢婉写了2封举报信，一份寄到了范勇军团，一份寄给了谢大红。3天后，谢大红收到信，回家就给石云提出了离婚。老谢，我们结婚10几年了，我没有做任何对不起你的事，你不能跟我离婚。你整天算计我的孩子，以为我不知道？若不是你，元朝怎么会小年纪就去了西藏？若不是你拦着，我也不会那么多年不管小婉。小婉回来这些日子，你尽到过当妈的责任吗？他必须赶在范勇迫害女知青的事情曝光前跟石云离婚，如此才不会受到牵连。无论石云怎么说怎么闹，谢大红都铁了心一定要离婚。你若是不同意，我可以让你儿子被枪毙，你信不信？石云这才害怕了。谢婉一回家就听说了谢大红2口子要离婚的事，他的拆家计划提前完成了。这几天光顾着剪视频，家里乱糟糟都没收拾。早上整理的时候，顺便把全新的闲置物品挂在闲鱼上了。现在还有 A 发布和托管功能，卖闲置更方便了。我已经回血了好几千，闲鱼真的太神奇了。倒不是他多么的想鸠占鹊巢，而是他要给原主报仇。石云和范勇这2人是将原主赶出谢家的人，若不是被赶出谢家，原主也不会碰到拐卖妇女的人贩子，最后死得莫名其妙。过了2天，谢大红就跟石云离了婚，谢欣继续跟着谢大红。这一次，谢大红没有再抛弃自己的孩子。石云带着范红霞搬出了谢家，在秦牧野值班时，办公室的电话响了。小野，是妈妈，我听说你在那边处了个对象，准备结婚。妈，你听谁说的？这你别管，但是你若是要结婚，必须经过妈妈和你爸的同意。那个姑娘是什么情况？妈，你听我说，小婉是个特别好的姑娘。恋爱中的年轻人容易头脑发热，你说的话我不能全信。妈妈没法亲自过来见见这姑娘，我让你姐过去看看。妈，别让我姐过来，你要不放心，叫我爸过来都行。不行，你们男人的眼光我信不过。秦牧野一想到自己的大姐就有些头疼，他很怕秦素来一趟把他的媳妇吓跑了。校园里贴上了踊跃参军的宣传横幅，谢婉趁人少的时候领了一张报名表。徐斌看见谢婉手里也拿着报名表，瞪大了眼睛。不是吧？你是会唱歌还是会跳舞？咱们男人参军是去打仗的，女兵又不能打仗。谢婉，你好好的汉子不当，去当那娘们兮兮的文艺兵，成何体统？去，关你什么事？我爱当什么兵就当什么兵。部队又不是你家开的，即使你爸也不可能将你一个女孩塞进战斗部队的，你就歇了这心思吧。谢婉懒得跟这小屁孩解释自己是要报名医疗兵，他匆匆的填好了报名表。第2节课下课去交了。周末，谢婉下楼吃早饭，没有了石云几人，家里变得异常的安静。小婉，以后这个家就都姓谢了。爸爸工作忙，你多费点心，这是爸爸的工资，你来管着家里的开销。爸，我报名了参军，怕是也管不了多久了。你怎么没跟我商量一下？报名表已经交了。参军好，爸爸去帮你活动一下，你肯定能选上。谢婉只是让小芝在医院帮他盯下食欲，没想到一个晚上小芝就找了只母老鼠。谢婉感叹自己总不能连只耗子也比不了吧。接上集，谢婉去医院体检，再次见到了石玉，没想到石玉竟然还热情的给他打招呼。小婉妹妹，你要参军？石玉，以后咱们也算不上亲戚了，不要再姐姐妹妹的叫，听着怪腻味的。虽然姑姑跟姑父离婚了，但咱们还可以做朋友吗？朋友就算了，我还有事，先走了。谢婉匆匆离开，她真的不想跟石玉打交道，毕竟这里是书中世界，她不知道女主的光环可以强大到什么程度。出了医院，找了个僻静的地方把小芝放了出来。
你已经统治了家属院的耗子，也该搞点外联活动了。这医院附近的耗子，你联系一下，选一个机灵的做小弟，帮我盯着点食欲，我明天来接你。为了方便小智开展外联活动，又扔了根香肠给小智做活动经费。走在医院后面围墙外，他仰头看着头顶的黄果树，听见几只麻雀在叽叽喳喳的说话。今天医院来了好多年轻的两脚兽，我偷偷在一个窗户看了，那些两脚兽都光着屁股，拉着窗帘呢，你怎么看得见？有缝啊！我听到穿白衣服的两脚兽说不要无鸟，还以为是要抓我呢。谢婉从空间里抓了一把小鸡们吃的玉米粒。有鸟要吃玉米粒吗？不得了，这只两脚兽会说鸟语，它一定偷听我们说话了。哎呀，怎么卡住了？原来是没话费了，月末该充话费了。我在抖音商城充值中心刚领了4元话费券，真的太香了，充值到账快方便，来给大家送福利了，超简单，点商城，进入充值中心，或直接点评论区领取最高4元话费券，记得点评论区抓紧领券，手慢无。这玉米粒真好吃。看谢婉没有带网子之类的捕捉工具，其他的麻雀也大了胆子，飞下来啄掉落在地的玉米粒。你们帮我盯着一个叫石玉的护士，以后我每个星期都来这里一趟，你们将他身上发生的特殊的事情告诉我，我就每个星期给你们带一大包好吃的玉米粒。只要你说话算话，这医院附近没有我们打听不到的消息。谢婉看这只麻雀头顶有一小撮白毛，记住了它的样子。有了耗子和麻雀，谢婉突然觉得自己的蝶网系统还可以继续壮大。如果有一天海陆空都有了它的蝶网系统，是不是相当于后世的天网了呢？第二天谢婉又来喂了一次麻雀，那只带白毛的麻雀告诉谢婉，他已经认识了谁叫石玉，会盯紧这只两脚兽的。去接小芝的时候，小芝有些奇怪，他磨磨蹭蹭一副不想走的样子。老大，我能在这里再住几天吗？小芝，你不会在这里遇见了心动的母耗子了吧？她是我的白雪公主。是只白耗子，不会是人家医院做试验用的小白鼠吧？你们似乎品种不同，能通婚吗？爱情不分种族，我一定要娶她，连我们将来的孩子的名字我都想好了，她白我黄，将来我们的孩子就叫白家黄。老大，你不能拆散有情属。谢婉无语，连耗子都渴望爱情，想成家，他穿个书，谈个恋爱，结个婚，似乎也没什么，自己总不能比耗子还胆小吧？谢婉和秦牧野结婚，秦牧野的父亲已经同意，可他的母亲却派来了他姐姐秦素来把关。不巧的是，谢婉和秦素提前相遇，因为救人差点动起手。小野，你们要结婚，通知家里了吗？秦牧野想到了他妈的那通电话，有点心虚。家里都知道了，我父母可能赶不过来，我想在小婉入伍前就把证领了，就在部队把婚事办了。只要你父母不反对，来不来也没多大的关系。如果方便，我想我们双方家长最好还是通个电话，交换一下意见。吃过午饭后，秦牧野在谢大红的注视下拨通了大西北的电话。小野，你妈都跟我说了，你别听她的，想结婚就结，爸不反对。爸，我结婚您跟妈不能来，我未来岳父想跟你通个电话。这几天光顾着剪视频，家里乱糟糟都没收拾，早上整理的时候顺便把全新的闲置物品挂在闲鱼上了，现在还有 A 发布和托管功能，卖闲置更方便了。我已经回血了好几千，闲鱼真的太神奇了。秦向义跟谢大红两人曾有过数面之缘，但是没有过多交往，互相了解也不深。不过一听女方同为革命军人的后代，秦向义就更放心了。俩人在电话里相谈甚欢。谢大红放下电话后，满意的对秦牧野和谢婉说：“你们下个星期就抽个时间去把证领了吧。我还没毕业呢。下个星期就公布招兵结果了，到时你就可以毕业了。那也要等我拿到毕业证后再去领证。”5天后招兵结果出来了，大院里除了徐斌和谢婉合格了，还有好几个同龄的18岁少年都要一同入伍。正式入伍时间是12月1日，还有半个月的时间。谢婉有空就去中医堂去学习医术。这一天，谢婉从中药堂出来准备回家，在路上看见一群人围着。是羊癫疯，快找个东西给他咬着，否则舌头会被咬断的。前面就是中医堂，不如将他送到那里去吧。谢婉一听到中医堂，便钻进了人群。那名提箱子的年轻女性左顾右盼，最后折了路边的一根夹竹桃树枝，就要往中年男人的嘴里塞。你干什么？我才要问你干什么？他这是羊癫疯，必须咬个东西。要咬你也不能给他咬夹竹桃树枝啊！你想毒死他？夹竹桃有毒，却很少有人知道。女人虽然不服气，但还是丢掉了手里的夹竹桃树枝。谢婉伸手进挎包，从空间取了节木头给中年男人咬住，又捏住了中年男人的手，开始把脉。确定了脉象后，谢婉心里便有数了。她掏出了针盒，给男人针灸。咦，这小姑娘会中医，这人有救了。你一个小姑娘乱扎什么？别给人扎坏了。还是送前面中医堂吧。中医堂的徐医生今天不在，那个徐医生不在，也轮不到你一个小姑娘动手，还是送医院吧。滚一边去，别耽误我救人。我就在这看着，你若是把人医坏了，我就将你送公安局去。过了一会，中年男人停止了抽搐，睁开了眼睛。我这是又发病了，姑娘，是你刚给我扎针的。你明天到前面中医堂去，让徐医生给你看看吧。哼，得意什么？不过是瞎猫遇到死耗子。姐，我就去趟商店的功夫，你跑哪去了？你买这么多东西做什么？爸打电话说见到未来嫂子，
一定要客客气气的。我这不是想着第一次见面应该给嫂子买点礼物吗？什么嫂子？老二的婚事，妈说了让我相看后才能定，能不能成还说不准呢。谢婉和秦牧野领完结婚证后，两人又跑去约会，结果把大姑姐忘在了招待所，气得秦素直接收拾行李要走。还好秦牧野带着谢婉及时赶到招待所。咦，怎么是你？哼！大姐，小婉，你们见过？见过。牧野，你还记得我跟你说我昨天在马路上救了一个癫痫病人的事吗？哦，就是这位女同志往人家病人嘴里塞夹竹桃汁，若不是我拦着她，她就把人毒死了。大姐，难怪昨天我问你干什么去了，原来你闯祸去了啊！若不是二嫂，你岂不是要坐牢？我那还不是救人心切，这事使我考虑不周，昨天谢谢你了。谢婉倒是有点意外，这个大姑姐态度虽然生硬，看来也不是不明是非的人。大姐，大姐，小弟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，我跟小婉已经领证了。这几天光顾着剪视频，家里乱糟糟都没收拾。早上整理的时候，顺便把全新的闲置物品挂在闲鱼上了。现在还有 A 发布和托管功能，卖闲置更方便了。我已经回血了好几千，闲鱼真的太神奇了。秦素翻白眼，他就知道这个老二现在是管不了了，跟他来了一出先斩后奏。小婉，既然你们已经结婚了，我就不说什么了。这里是500块钱，是大姐给你们过日子用的。爸妈现在不方便，爸说他会给你们寄钱，汇款应该现在在路上。收下吧，这是大姐的心意。谢谢大姐，今晚就请大姐和小弟到我家去吃饭吧，我家就在部队的家属院里。等到晚饭时，两家人聚在一起，为小两口好好的庆祝了一下。萧平安也跟着秦牧野一起来蹭饭，还送了100块钱的礼金。萧营长，等你结婚的时候，我们也给你送大礼。这样啊，那到时候你们准备送我多少？那可不止100，我们起码要送你365个祝福，才叫诚意嘛。一顿饭吃得宾主尽欢，等把客人都送走后，谢婉拉着秦牧野回房间，看着墙上也贴了个大大的喜字，这是周婶儿给准备的。谢婉心里很感激，虽然在大家的观念里，正式举办婚礼才算正式结婚，但她觉得领证这一天才是最重要的一天。秦牧野看见了放在床头的计生用品，悄悄地问谢婉：小婉，这个东西怎么用？那个熄了灯，我们慢慢研究。这个应该是在某个关键时刻才用的。啥关键时刻？你自己摸索。第二天下午，谢婉去中医堂，看到了他前天救治的那人。小谢医生，这是我家传的一件小玩意儿，想送给你，谢谢你的救命之恩。谢婉心念一动，他看出了这个小木盒也是个有些年头的东西，上一次那个神像就是从这人手里买的，难道这又是一座神像？他打开盒子看了一眼，发现只是个鼻烟壶，看上去应该是个老物件。陈叔，东西我暂时先收下了，就当我跟你买的，明天我把钱和粮票给你送去。不用，这是我送你的。那也是个可怜人，他之前是南城的高中老师，上课的时候讲了一些历史典故，便被人揪住了小辫子，不久被抄了家，还天天批斗，这几年都没让他再上课，天天罚他扫大街呢。谢婉听着可怜，更下定了决心，明天要去陈传家里把钱和粮票给人家。秦素因为痛经去医院，在路上偶遇谢婉，没想到谢婉2针给他扎好了。谢婉路过医院时，在公交站看见了秦素，秦素一脸的病容。大姐，你哪里不舒服吗？没什么，老毛病了。小弟呢？怎么你一个人？他不知道我来医院，自己玩去了。看秦素的脸色实在不好，谢婉抓住秦素的手腕，给他搭了一下脉，大概猜到了他是因为月经肚子痛。大姐，你要实在难受，我先给你扎2针止痛，咱们再走。你什么都不知道就乱扎针，不怕给我扎出个好歹来？大姐，来月经时痛的厉害，大多是因为气血阻滞，针灸疏通一下会缓解很多。而且我学的针法里本来就有一套是镇痛用的，扎不坏你。在这也不方便啊，要不我带你去我师傅那吧。秦素犹豫了一下，从挎包里将自己的病历塞给了谢婉。你看看我这毛病，你师傅能治吗？这么精彩的画面，真想驱车到现场看看。所以我在瓜子二手车上买了台特斯拉，才花了9万9。瓜子有上万台不同配置的奔驰、宝马、特斯拉，比线下店选择多多了。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，还能送上门试开3天。要是有旧车，也能放瓜子高价拍卖。总之买卖二手车，我推荐瓜子。谢婉一看就明白了怎么回事。子宫内膜移位是一种常见的妇科病，症状轻的可以通过调理自愈，但像秦素这么严重的就很麻烦了。更要命的是，秦素还在病灶没有消失前就贸然怀孕，然后又流产，对子宫的伤害极大。大姐，这西医上的子宫内膜移位症状，在中医上是按照痛经和不孕来治疗的。中医治疗副作用小，效果还不错。我师傅家学渊源，尤其是对妇科研究颇深，你找他试试，肯定有效果。那就去看看吧。谢婉将秦素带到中药堂，徐信白连秦素的病灶都没有问，就直接上手给秦素把脉，将秦素的症状一一说出。徐大夫，求求你一定要给我治好，我不想做手术，我还想生孩子。问题不大，你只要按照我给你开的方子，吃个3个疗程，应该就能好。真的吗？那会不会有什么副作用？小婉，你来给你大姐灸一灸。徐大夫，不用你亲自来吗？你要相信小婉的水平。大姐，你放心，有我师傅在旁边看着，出不了事儿。针灸完，秦素整个人都轻松了，肚子不痛了，并且身上还暖洋洋的，
说不出来的舒坦。小婉，没想到你这么厉害。我跟你说，我在市医院碰到一个人，那人说是你表姐，话里话外挑唆，说你是乡下来的，什么都不懂，被我怼了回去。我看你比他强出一条长安街了。这是秦素第一次发自内心的夸赞谢婉，谢婉听了心里还挺受用的。咦，大姐，你在医院碰到石玉了？你们认识？不认识，就是我排队的时候，他突然走过来帮忙，随便聊了2句。他听说我是来南城探亲的，一阵打听，我不小心说了老二的部队，他就说他对象也在部队，然后就聊上了，才知道他是小安子的对象，还是你表姐。这人故意接近秦素为了什么？难道就是为了挑拨秦家人跟我的关系？还真是无聊。最后多说一句，想买车，我推荐瓜子，坐在家里就能挑。谢婉半夜潜入石玉家里，偷偷在他房间里吹点烟雾，再让一群麻雀顶着衣服在窗外晃悠。石玉被吓得躲在被窝里瑟瑟发抖。等他探出了脑袋换气时，就看到窗边站着一个人，黑暗中看不清那人的模样和身材，只有那锃亮的光头。郑虎，别过来！为什么杀我？郑虎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为什么杀我？你找我要的那些钱，我拿不出来。你说谎，你是怕我供出人家村那个女人的事。这不怪我，我没叫你杀了那妇人。不是为了你，我怎么会杀人？郑虎，你放过我，我以后经常给你烧纸钱。我好痛，好难受，你到底给我吃了什么？辛德安。辛德安是一种治疗心脏病的老药，过量服用会引起呼吸衰竭。石玉是护士，他肯定是利用植物质变搞到的这个药。这么精彩的画面，真想驱车到现场看看。所以我在瓜子二手车上买了台特斯拉，才花了9万9。瓜子有上万台不同配置的奔驰、宝马、特斯拉，比线下店选择多多了。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，还能送上门10台3天。要是有旧车，也能放瓜子高价拍卖。总之买卖二手车，我推荐瓜子。石玉已经被吓得精神崩溃，他100%的确信眼前的人就是郑虎的魂，因为只有郑虎才知道他杀了他，也只有郑虎才知道人家村的事情。晕眩袭来，石玉晕了过去。这迷香有致幻的作用，否则石玉也不可能一五一十的都交代了。幸好白天向秦牧野借了这台微型录音机，真的没有想到能录到那么劲爆的消息。他扯掉了头上的寄生用品，这玩意儿弹性虽然好，但套头上还是太紧了，绷得脑袋疼。谢婉发誓，带寄生用品装光头这事，他绝对不能让任何人知道，否则会被人笑掉大牙的。呸！没想到你这么坏，竟然真的敢杀人！等我把磁带交给公安机关，你就死定了。谢婉翻了一下石玉的抽屉，在里面看见了一摞钱和粮票。你唆使郑虎杀了我亲妈，这点钱和粮票就算赔给我的了。谢婉又找到个上了锁的木头箱子，在里面看见了一个记事本和10根金条，将金条收入空间。他翻开那个记事本，上面记录了一些现在和过去会发生的事情。可能是石玉怕时间久了，自己的记忆会变得模糊，才将前世知道的许多信息记录在了笔记本上。看了这本记事本，谢婉就明白了石玉的这10根金条哪里来的。有人利用这场运动抄家发财，一个叫赵鑫的人抄了别人很多财物，藏在医院的太平间里。既然是抄家的物资，肯定不止这10根金条，希望太平间里还有别的东西剩下。小智叼着戒指跑到了太平间，才将谢婉放出来。他在一个变电箱内果然找到一个木头盒子，打开盒子，盒子里却空空如也。看来这盒子之前就是装那10根金条的。什么人在里面？门口传来了喝问声，谢婉赶紧将盒子丢了，躲进了空间。还来偷？以为老子这么蠢，还会将东西藏这里？赵鑫气得牙痒痒，他在太平间巡视了一圈，检查没人后，才提着棍子离开了太平间。谢婉从空间里出来，安排小智，你送我离开医院后就返回来，给我盯着这个人，务必要找出他藏宝贝的地方。最后多说一句，想买车，我推荐瓜子，坐在家里就能挑。谢婉把石玉的秘密炸出来后，刚回到房间，就看到秦牧野在床上坐着等自己，他顿时心虚了。牧野，你怎么回来了？小婉，你不是应该先告诉我你半夜跑哪去了吗？我说我出去散步去了，你会相信吗？只要是你说的，我都相信。那我就是去散步去了。谢婉心虚的跑了过去，腻在了秦牧野的身上。看你这一身的寒气，也不知道多穿点。谢婉低着头，内心挣扎。被逮了个现行，若是什么都不交代，夫妻之间会不会因此产生隔阂？谢婉想了想，还是决定适当的交代1、2。牧野，我去查案去了，给你听一个东西。谢婉拿出了那个微型录音机。白天谢婉极力怂恿他值班，又找他借微型录音机，秦牧野就怀疑谢婉可能会有什么行动了。一回家发现谢婉不在，秦牧野证实了自己的想法，却不知道应该去哪里找谢婉。但现在看见谢婉一副讨好的模样，他又不忍心责怪他。如果谢婉不肯说今晚干什么去了，秦牧野就准备动用特勤队的权力查一查这事了。但谢婉拿出了微型录音机，放了一段录音给他听。看来小婉还是信任他的。这里面的声音是谁的？石玉的。你跟人家相过亲，怎么连人家的声音都听不出来？除了你的声音，别的女人的声音我记她做什么？谢婉对这个回答很满意。郑虎，就是上次咱们抓那2个抢劫犯的头跑掉了的那个。对，他后来死了，尸体还是我和徐斌一起发现的。这人是石玉杀的吗？怎么又提到了人家村的案子？陶红妹毕竟是我亲妈，她的死我总要查清楚的吧。我觉得石玉可能跟郑虎的死有联系，今晚就去炸了炸他。你怎么炸的？为什么你问什么他就肯说什么？
我配了点迷药，使了点手段，具体怎么操作的，你能不能不问？秦牧也猜到了自己媳妇身上一定有秘密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，他并不急于逼迫谢婉向他完全坦白。你这盒磁带肯定是想交给公安机关的吧？小婉，既然你的秘密连我都不能说，那么就更不能让别人知道了。石玉的事你不要再管了，这磁带交给我，我会以特勤队的名义将磁带交给公安机关的。谢婉闻言大喜，他本来是想匿名将磁带寄给公安机关的，但是如此，公安还是可能通过磁带本身查到他头上。现在秦牧也愿意帮忙，以特勤队的名义出面，公安机关肯定不会再追查录音是怎么得到的了。老公，你真是太好了。秦牧也伸手去床头柜里摸计生用品。咦，怎么就没了？你不想想你这2天用量有多大？真用了那么多吗？谢婉可不敢说那东西都被他偷来当道具了。1次2次不用，不会出问题吧？不行，你马上就要新兵集训了。昨天爸还暗示我，你还太小，最好暂时不要怀孕。你睡吧，我也该起来上操了。他的空间戒指会吞金条，第一次被吞了5根，开启了一间书房，而这一次吞了10根，却只开启一个抽奖机。吐出来，你给我吐出来！足足10根金条呢，你一个空间拿金条来做什么？有钱能使鬼推磨，无钱便做推磨鬼。我的金条是被你吞了？不是我。扯谎，这个空间除了你又没有别人。算是我吧，不过那也是我的本体干的。你的本体，谢家的老祖宗谢必安。对，他打造这个空间可是欠了不少的钱，收你点金条没问题吧？谢婉冲到了那座房子里，果然如他所料，第2个房间的门能推开了。上次5根金条开了第1个房间，里面都是医术和基础的修行功法。谢婉急切的想知道第2个房间里有什么好东西。等他看见房间里只有孤零零的一个抽奖机时，顿时泄气了。怨气值余额不足，无法抽奖。怨气值是个什么东东？你就为了这个破抽奖机吞了我10根金条？我的本体是鬼差，阴间修行当然需要收集怨气。你是鬼，但我是大活人，哪里去给你收集怨气？活人当然也会产生怨气，例如现在你就怨气横生，只不过你不能收集自己的怨气，只能收集别人的。谢婉大概明白了怨气是什么玩意儿了，不就是负能量吗？那我要怎么收集？你把手掌覆盖在抽奖机那个绿色按钮上，它自然就会跟你产生联系。谢婉一言操作，他的脑海中突然出现了大量的信息刷屏。他一看自己的初始账户，竟然已经有2000多点怨气值了。看来这些人此时都在想念他。有钱不花死了白搭。谢谢惠顾。谢谢惠顾。骗子！他一直抽到第20次，只剩下最后100怨气值时，抽奖机里才掉落了一个小小的玉屏。他仔细研究那个玉屏，手机看直播屏幕太小，可以试一下抖音电脑版。大屏看游戏直播刷抖音更爽更高清，网友互动弹幕互动更流畅，还能免费设置颜值博主专属动态壁纸。快用你的电脑下载抖音电脑版吧。才在屏底看见3个小小的金色字迹，洗髓丹。老祖宗这么给力，这就是传说中的洗髓丹？不要想多了，这确实是洗髓丹，但你们这个时代灵气已经枯竭，你就算吃了洗髓丹，也只能提高身体素质，无法修习仙法。你既然知道只能强身健体，你还敢收我10根金条？黑心商家，我跟你拼了！谢婉做事要砸了那台抽奖机。住手！住手！你祖宗收集这个洗髓丹的时候，也没想到阳间会灵气彻底枯竭啊！谢婉想想也是，据说也就建国后不准修仙，但谢婉还是将那颗洗髓丹吃了。一股灼热的气息在他的体内翻滚，谢婉感觉到了全身刺痛，难以忍耐，他发足狂奔，跳进了灵泉口那一方小池子里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那种刺痛感才渐渐消失。谢婉跳出灵泉时，一跃突然到了10米上空。不是说只能强身健体吗？那个空间里有灵气啊，你已经洗尽法髓，相当于修仙之人的练气息了，自然跳得比普通人高一些，以后小心一点。这几天光顾着剪视频，家里乱糟糟都没收拾。早上整理的时候，顺便把全新的闲置物品挂在闲鱼上了。现在还有 A 发布和托管功能，卖闲置更方便了。我已经回血了好几千，闲鱼真的太神奇了。第2天，秦素2人要回首都，谢婉和秦牧也去车站送他们。小婉，大姐等不及参加你们的婚礼了，等春节放假时，你和牧野到首都来玩，大姐一定好好的招待你们。大姐，回去后按时吃药，师傅给你开的药方是一个疗程的，如果方便，你最好还是再跑一趟南城。那我先回去请假，这一次我只请了1个星期的假，否则我就留在南城，只好再走了。路上照顾好大姐，回去后一定要读书。你若是能拿到高中毕业文凭，我就替你跟爸说，让你参军。非要读书吗？那么多人都不读书了，为什么我一定要读书？小弟，这是二嫂送给你的礼物。二嫂，你真是太好了！什么礼物？我能打开先看看吗？二嫂，怎么都是高中的课本啊？小弟，这些都是我高中的教材，我已经毕业了，就都送给你了。你若是觉得还不够，等我明天去逛书店买一些辅导书给你寄家去，要好好学习，天天向上哦。二嫂，算我看错了你。小弟，知识什么时候都是有用的，即使你要参军，未来的战争越来越高科技化，你没有文化，
可能连战车、装甲车的操作说明都看不懂。氢弹都试验成功了，你以为咱们的军队还是过去那种小米加步枪就能打胜仗的时代了吗？秦牧哥听了这话，若有所思，看着火车远去，秦牧也牵起了谢婉的手。小婉，谢谢你。谢我什么？我大姐这人不是很好相处，她又被人误导，先入为主，没想到最后你能让她喜欢上你，如此我也不用为难了。若是你大姐不喜欢我，你会怎样？会不会帮着她欺负我？当然不会，我爸说过，媳妇是自己的，必须全力保护，什么人都不能欺负了自己的媳妇儿。谢婉觉得那位没见过面的公公还挺有意思的。回到家，秦牧也拿出2个厚厚的信封递给了谢婉。谢婉打开，发现里面全都是钱和票，吓了一跳。秦牧爷，你打劫银行了？一个信封是我爸寄来的，里面是1000块钱，还有各种各样的票。另外一个信封是我的存折和我的工资，以后都交给你保管。谢婉看了一眼存折上的数字，结余有1832.05元。秦牧爷，你怎么存了那么多钱？我平时都在部队吃，花不了什么钱，最近弄宿舍取了一部分，剩下的都在这。谢婉突然就觉得自己变成了富婆。结个婚，谢大红给了1000，秦素给了500，加上今天得的，光结婚就收了4000多块钱。行，我都收着，先给你发100做零花钱。我留10块钱就够了。拿着拿着，男人身上怎么能没有钱呢？秦牧也由衷的觉得自己这个媳妇与众不同。听战友们说，他们的媳妇都恨不得把他们身上的钱榨干，一分不留，自己的媳妇却出手阔绰，生怕他身上没钱了。这几天光顾着剪视频，家里乱糟糟都没收拾。早上整理的时候，顺便把全新的闲置物品挂在闲鱼上了。现在还有 A 发布和托管功能，卖闲置更方便了。我已经回血了好几千，闲鱼真的太神奇了。谢婉突然接收到石玉的巨额怨气值，猜想肯定是王队长他们开始对石玉采取行动了。谢婉猜的没错，公安局刑侦大队的王队长拿到这盒磁带后，就派人盯紧了石玉。可当王队长他们准备对石玉实施抓捕的时候，却发现石玉不见了。你们是怎么盯着人的？她一个女同志进厕所，我们总不能也跟进去啊！追，她跑不远。石玉丢了钱票和金条，虽然很郁闷，但他希望郑虎可以因此而安息，再不要来找他了。结果今天一上班就发现了有几个鬼鬼祟祟的人。联系昨晚的事，他这才醒悟，昨晚不是郑虎的魂，是公安。他趁着卫生间里没人，从洗手台上面的顶窗翻了出去。到了大门附近，他看见了公安。完了，真的是公安！石玉想到昨晚自己交代的那些话，知道自己完蛋了。他不能坐牢，只要跑出去，凭着重生的记忆，他可以改头换面重新来过。迫不得已，他躲进了太平间，在停尸阁内待了半天。一想到左邻右舍都是死人，就无法在里面躺下去了。当他费力地推开了停尸阁的抽屉时，就见到一个男人正盯着他。嘿嘿，我就猜到了，你肯定还躲在里面。石护士，你犯什么事了？外面的公安可都在找你。赵大哥，你放我出来，我慢慢跟你说。赵鑫可不仅仅是贪财，他还好色。石玉是医院里数一数二漂亮的护士，他早就眼馋很久了。石护士，你若是不告诉我公安为什么找你，我可就出去喊公安进来了。赵大哥，你放我出来，只要你帮我躲过公安，我怎么着都依你。石护士，现在公安还在外面，你就在里面待着吧，我晚上来放你出去。没等石玉回答，赵鑫直接将停尸阁的抽屉推了回去，将就手里的棍子卡在了把手上。此时此刻，石玉无比的渴望前世从谢婉手里抢得的翡翠戒指，若是有空间，他就能躲进空间，就不用遭这罪了。石玉对谢婉的怨念到达了顶峰，谢婉不仅收到了这条怨念值，后面还不断的接收到石玉的怨念，他本来都睡下了，心里觉得不安。牧野，你给那个王队长打个电话问问，他们到底抓到石玉没有啊？这么晚了，人家早就下班了吧？我以前看电视，里面的刑警遇到大案都是熬通宵加班的，你去楼下打一个吧。看电视？我是说电影，电影里都那么演的。秦牧也缠不过谢婉，下楼去给刑侦大队打了个电话，回来时他面色沉重的说道：石玉跑了，王队长他们没追到人，今晚确实都在加班。我就知道大女主不会那么容易被普通人抓到。小婉，你做什么？陪你去抓逃犯啊。小婉，抓逃犯的事，人家公安自己会抓，用不上咱们。不，他们需要我们，咱们是军人，国家哪里需要我们，我们就应该出现在哪里。秦牧也在媳妇的眼中看见了燃烧的斗志。算了，当初小婉还只是个乡下姑娘时，就主动抓特务，媳妇喜欢玩，那就陪她玩喽。夫妻二人骑着自行车进城，直奔刑警大队而去。这几天光顾着剪视频，家里乱糟糟都没收拾。早上整理的时候，顺便把全新的闲置物品挂在闲鱼上了。现在还有 A 发布和托管功能，卖闲置更方便了。我已经回血了好几千，闲鱼真的太神奇了。谢婉为了抓住石玉，和秦牧也来到刑警大队。王队长带着二人来到了石玉最后出现的地方——医院。谢婉想找麻雀和小智帮忙，又怕被别人发现，于是他提出了单独行动。不行，你一个人不安全。石玉肯定打不过我，你放心。秦牧也想想也是，同意了分开寻找。谢婉在医院里假装溜达了一圈，到了后门那棵树下。你们知道石玉躲到哪里去了吗？下午进了太平间，没看见出来。
谢婉奖励了他们一大把玉米粒，他没有贸然先去太平间，而是先去鼠洞换小枝。谁知从鼠洞中冒出来一个雪白的脑袋。陛下出去执行任务啦，让臣妾看家。陛下，臣妾，这是什么称呼？好你个小只，你一只耗子，竟然敢在地下称帝了！你们家属地陛下有没有说他去哪里执行任务？你是太后吗？我不是。陛下说了，他的去向只能告诉太后。这个年代又没有宫斗剧，谢婉不知道这些耗子从哪里学来的戏码，估计耗子也有传承，指不定小只的家族可以追溯到古代。虽然极其不愿承认，为了抓住食欲，谢婉也只能咬牙认下了身份。你说的对，我是太后。我早就知道你是太后了。陛下说，人类里只有太后会给我们送香肠。熹贵妃，你现在可以告诉哀家，陛下到哪里执行任务去了吧？熹贵妃，这个名字我喜欢，以后我就叫熹贵妃啦。你再不说，我就叫陛下休了你。太后息怒，臣妾这就说。陛下说，食欲被赵鑫控制了，现在他们藏在赵鑫的家里，在后面家属楼的2号楼104室，陛下在那边盯着。太后，请允许陛下带臣妾入宫。谢婉猜到了入宫的意思，应该是跟着他回空间。想到今晚抓了食欲后，以后应该也不用小智继续来医院了，总不能让人家夫妻分离吧？你真的愿意跟着我？陛下说，太后是这世上最好的人类，跟着太后，以后我们一家子就可以吃香的喝辣的了。谢婉这时候才看清楚白耗子的肚子已经鼓鼓囊囊，一窝耗子。谢婉将熹贵妃收进了空间，继续往家属院走去。芝芝，你来了。呵呵，陛下。芝芝，那不过是人家的闺房之乐，你不要笑话人家嘛。我堂堂社会主义的接班人都被你喊成太后了，这竟然只是你们耗子窝里的闺房之乐，扣你1个月的香肠。哎，里面什么情况？里面战况激烈，人类果然是物种界中生育能力最强大的物种。谢婉吃惊，石玉可是原书的大女主，萧平安的官配，怎么可能跟赵鑫这种烟渣东西搞在一起？谢婉看着赵鑫的房门，将上次给石玉准备的迷香吹进门缝，那迷香先产生幻觉，而后才会慢慢晕过去。等里面的声音没有了，谢婉才让小智带自己进去。没想到映入眼帘的是一幅极度血腥的场面。谢婉通过麻雀和耗子得到的消息，是赵鑫带走了石玉。当他赶到赵鑫的房间后，竟看到了一副极其血腥的一幕。石玉在地上躺着，满脸是血，旁边还有一块疑似是肉的血团。他探了探石玉的鼻息，确定石玉没死，只是晕了过去。而赵鑫躺在床上，脖子被人咬掉了一大块肉，应该是被石玉咬破大动脉而死。看来当时赵鑫应该在侵犯石玉，石玉在迷香的作用下开始发狂，咬断了赵鑫脖子上的大动脉。石玉自己下床想逃时，却晕倒了。谢婉已经从小智的嘴里得知了赵鑫藏财物的地方，他戴上手套，挪开了墙角的一个柜子，下面出现黑洞洞的洞口，坑里堆放了许多东西。哦，这里面这么多东西，可往哪放呀？老大，你放心吧，我都给你想好了，咱们可以把这些闲置的东西挂在闲鱼上。现在闲鱼还有 AI 发布和托管功能，卖闲置可方便了，我都回血了好几千了。咦，我怎么没想到呢？是呀，闲鱼真是太神奇了。小芝你真是太聪明了。最后检查了一下室内，确定自己没有留下痕迹后才离开。为了确保万一，派小芝守住了门外。他飞奔去了医院大门附近，找到了王队长。小婉，你跑哪里去了？我在医院找了2圈都没见到你，差点急死。小谢，你可吓死我了！别逃犯没抓到，你却失踪了，那样我的罪过可就大了。我刚去家属院那边了，我闻到有一间房传出来的味道不太对，你们跟我去看看。谢婉觉得让人以为她嗅觉灵敏，总比让人发现她的秘密强。等谢婉带着秦牧野和王队长他们来到赵鑫门外时，连王队长都闻到了一股淡淡的血腥味。小婉，这里刚才我也来查过，什么都没发现，还是你厉害，竟然能闻到血腥味。谢婉估计秦牧野来的时候，赵鑫可能还没死，他自然闻不到味道。确认了里面的人的身份后，王队从里面出来，有些尴尬地对谢婉说：小谢，里面确实是石玉，但是他没穿衣服，我们这里只有你一个女同志，麻烦你进去将她裹一裹带出来。里面的场景太血腥了，不适合小婉看。王队，你还是赶快调个女警过来吧。是啊，里面肯定很吓人，我怕看了会做噩梦。是我考虑不周，小谢还是个刚毕业的学生，这种场景确实不适合他。今晚的事，我又欠了小谢你一个大人情，你们婚礼的时候可记得一定要通知我哟。小婉，咱们回家吧。王队，你们不会再让石玉跑了吧？绝对不会了，若再让人跑了，我这刑侦队长就不干了。谢婉挽住了秦牧野，两人在寒夜里相携而行。石玉的落网解决了他的一个心头大患，但他总觉得自己像是忘记了什么事。等回家后，他借着进卫生间进入空间，想看看今天到底赚了多少怨气值。结果空间里熹贵妃惊喜地问道：太后，我家陛下呢？谢婉终于想起自己忘记什么了。可怜的小芝被谢婉派去守住赵鑫的门口，当他看见有人来时，就躲到了暗处。然后他眼睁睁地看着他家老大
挽着她那亲亲老公，就这么轻轻松松的走了。关键是他家老大不仅自己走了，还把他的妻儿都带走了。这几天光顾着剪视频，家里乱糟糟都没收拾。早上整理的时候，顺便把全新的闲置物品挂在闲鱼上了。现在还有 A 发布和托管功能，卖闲置更方便了。我已经回血了好几千，闲鱼真的太神奇了。第二天起了个大早，秦牧也不在。谢婉进空间看了一下昨天收集到的怨念值，好家伙，这才一天，余额上就足足有了1万点怨念值。还好谢家祖宗还没那么弱智，给安排了10连抽。第一次10连抽，全部谢惠顾。骗子！骂归骂，手还是忍不住继续抽。咦，一块玉，玉质粗糙，值不了2个钱，你也好意思放进抽奖机？没见识，这是玉简。谢婉看小说中讲过，高端的功法确实都记录在玉简之中。他将玉简抵住了自己的额头，果然有大量的信息涌入他的大脑。无常心经，这是内功心法。他在外面一样能蹦挺高的，只不过应该支撑不了多久。想来学了这个心法，自己体内能积蓄的灵力会更多吧。继续抽奖，结果一连5次10连抽，什么都没有。到了第6次，才又掉落了一片玉简。这次是5行术法中的土遁术。学了这个以后，我是不是就能钻地下了啊？秉持着有钱不花，死了白搭的想法，谢婉一鼓作气将所有的怨念值抽光，只出来了一颗洗髓丹。他果断地将那个洗髓丹吃了，结果毫无反应。骗子，你给我解释解释，为什么你的洗髓丹什么用都没有了？不孝子孙，你不要总骗子的叫了，洗金法水1次就够了，没谁天天洗的。你以为是洗衣服？那你明明知道我只能吃1次，为什么还用它骗我的怨念值？在灵气时代，洗髓丹是一般难求的宝物，你自己不能再吃，可以给你的身边人吃啊。对，应该给秦牧也吃1颗的，虽然不能修行，但至少可以强身健体。谢婉又把昨晚从赵鑫那里搞的东西拆开，发现不少的东西，其中以金银首饰为主。再过10年，古董热就将渐渐兴起，到时候他空间里这些古董可就值大钱了。发财了，发财了！不准偷我的啊，我都有记账的，你要敢偷我的，我就砸了你的抽奖机。离开了空间，谢婉跑到了医院接小芝。老大，我以为你不要我了。怎么会？我这不是来接你了吗？小芝这段时间跟着谢婉，吃香的喝辣的，又凭借着自己逐渐开启的灵智，混得风生水起。她已经有些飘了，才会在医院的耗子窝里大言不惭地自称属地。结果经历了昨晚被遗忘的一夜后，小芝体会到了被抛弃的滋味。若是谢婉不要她了，她依然是一只寻常的耗子，说不定哪天出去，一不小心就被人打死了。晚上吃饭时，谢婉才知道萧平安因为食欲的事情跑到刑警大队去闹。牧野，你跟萧平安以前真的是兄弟？从穿开裆裤就在一块打架，若不是他妈妈搞出那么多事，应该算兄弟吧。谢婉想到了原书中秦牧野牺牲后，是萧平安冒着生命危险将他的遗体抢回来的，也不好对这2人的友谊置评什么了，就不知道这2人是否有机会在有生之年冰释前嫌了。这2天新兵开始集训，谢婉在报到最后的日期才备了些东西去部队。到了宿舍，其他人看见谢婉进来，都用好奇的目光打量着他。这位同志，你是不是走错宿舍了？谢婉一看就猜到了眼前的正是他新兵集训期的班长刘丹阳。报告班长，列兵谢婉前来报道。谢婉同志，现在还没经过授衔仪式，你们还不能自称为列兵。最里面那张床的下铺是你的位置，你的被褥和军服我已经帮你领回来了。谢婉感觉宿舍弥漫起了一股尴尬的气氛，为了打破这气氛，操起了土话说道：我妈是安县任家村的，我从小在任家村长大的，这是我给大家带了特产，大家尝一尝。谢婉，这些看着不错，花了不少钱吧？没有，很便宜的。真的吗？真的，最近我经常在闲鱼抢省钱神券，好多低价套餐都特别的省。原来是这样啊！是啊，闲鱼真的太神奇了。等会我去试试。一听谢婉也来自于农村，宿舍里的空气顿时松弛了下来。哎呀，我也是安县的，咱们是老乡呢。我叫孙月牙。谢婉，你这脸咋那么白呢？你在家都不做农活吗？其他的姑娘也开始加入了闲聊，3班的气氛顿时和谐了起来。晚上谢婉躺在床上，有些睡不着，她在想秦牧野此时在干嘛，会不会想他？秦牧野此时确实在想他，媳妇去新兵集训去了，他也就没有回谢家住，依旧住在自己营部的宿舍里。秦营长，有你的紧急电话。秦牧野，立即到省城集合。是特勤队队长楚江南的电话。像这样的紧急集合，除非是发生了什么大案或者重要的外勤任务。浓重的夜幕中，有的人在奔赴危险，有的人在梦乡中酣睡。快，紧急集合！谢婉有过大学军训的经历，早猜到了今晚可能会有这一出。他睡前将衣服叠得整整齐齐地放在床尾，很快就叠好。其他几个铺的姑娘们却乱作了一团。我的裤子呢？我的鞋呢？就这样过了1个星期，上午政治学习，下午又是新的一轮训练。秦牧也到达省城之后，才知道出了一件大事，邻省的一位高级干部突然无缘无故地吊死在了家中。由于此人身份特殊，上面怀疑是间谍作案，也不排除自己人动手，
所以要求跨省调查。听说你跟谢婉结婚了？我们的结婚报告不是也经过了你的批准吗？我们这段时间对谢婉同志进行了秘密考察，觉得他确实适合进特勤队，希望他在这次的新兵集训中能有出色的表现。等他新兵集训结束后，我们会给他安排特勤人员的专门集训。秦牧也没跟谢婉处对象前，是非常希望谢婉能进特勤队的。现在谢婉变成自己媳妇了，他又担心媳妇吃苦。小婉的志向是当军医，可能她本人不太愿意加入特勤队。我们早就调查到了谢婉同志在学习中医，极有可能成为徐氏医术的接班人。他还学习过兽医，对动物有特殊的亲和力。正因为他有这些特殊技能，才是我们队伍需要的人才。快收起你这痴汉样吧！我跟你这种娶不到媳妇的人没有共同语言。楚江南，这。为了后续不影响各位观众老爷的观感，小编先在这里糊个口。本期视频是由 Soul App 独家赞助，把 Soul App 当做你的树洞吧。那些说不出口的疲惫和委屈，都会被 Soul 上温暖的回应接住。Soul 会帮你找到跟你经历相似、感受相通的人。你发的每一条瞬间，都可能得到懂你的暖心回复。想要心事都得到回应，那我推荐 Soul。谢婉搭徐冰的车回家，却被别人造谣成了自己对象。他去了部队才知道自己的流言已经满天飞了。大家都说我什么了？说给我听听。孙月牙开始学这一天连里的各种闲话，谢婉越听越生气。谁缺的？我不就搭了一下我同学的车吗？他卷起袖子就要上去找刘诗琪对峙，孙月牙自告奋勇的要求陪他去。刘诗琪，你出来，我有话问你。谢婉，啥事？我问你，乱说我去对象家过夜的话，是不是你说的？他回头去看同班的黄丽丽，那个黄丽丽被刘诗琪看得心虚，躲到了其他人的身后。我就那么随口说了一句，怎么了？你本来就是跟你对象走的吗？刘诗琪，你那嘴里长的口条，你要嫌碍事，我杀过猪，不介意帮你割了。谁告诉你那人是我对象？你又是从哪里知道我是跟他回家过夜的？你自己行为不检点，怪不得别人说。月牙，麻烦你去帮我把指导员请来，我倒要看看随便污蔑他人清白、造谣诽谤，挨不挨处分？你们给我等着！刘诗琪的班长罗梦蝶跑出来拉着谢婉求情。谢婉同志，不过是一点口舌闲话，这事是刘诗琪不对，我们替他跟你道歉。我没造谣，也没传谣，我就跟黄丽丽一个人说了我的猜想，造谣的是她。就是你说的，我不过是回宿舍将你的原话复述了一遍。好啊，是你们闲得没事磕牙，闹出这么大的事，现在想要我背锅。我跟你们说了，不准出去胡说八道，你们看吧，这成什么样子？谢婉还没怎么着，一屋子人围在一起掰扯起来，乱哄哄的吵成了一团。他挤进去假装劝架。黄丽丽，你扯人家刘诗琪的辫子做什么？黄丽丽，我跟你拼了！谢婉又趁机屁股一拱，将罗梦蝶拱得摔在了刘诗琪身上。看着乱成一团，谢婉迅速的退出了战场，不留任何把柄。指导员，你可算是来了！他们不仅造谣重伤战友，还打架。住手！指导员，我错了。罗梦蝶，你是班长，你来说，为什么打架？是刘诗琪，她造谢婉的谣。报告指导员，不关我的事，我周末回家去了。明明是他们造谢婉的谣，还想要我背锅。你们不要互相推诿，你们一个是造谣，其他人是传谣，性质同样恶劣。现在不仅仅是这件事了，你们还打架，你们先都过来，给谢婉道歉。这些人都知道事儿大了，现在可能只有尽量表现的悔过，争取宽大处理。你们的道歉我接受了，都说女人多的地方是非多，我们是女兵，但我们也是军人，我们不能像那无知村妇一样，整天搬弄是非，破坏革命队伍的纯粹性。大家要向谢婉同志学习，这觉悟才是革命军人该有的觉悟。你们班全部给我写检查，做深刻的反省。打架这事全连通报批评，连里会根据你们的认错态度做出最后处分处理。解散。为了后续不影响各位观众老爷的观感，小编先在这里糊个口。本期视频是由 Soul App 独家赞助，把 Soul App 当做你的树洞吧。那些说不出口的疲惫和委屈，都会被 Soul 上温暖的回应接住。Soul 会帮你找到跟你经历相似、感受相通的人。你发的每一条瞬间，都可能得到懂你的暖心回复。想要心事都得到回应，那我推荐 Soul。谢婉抽奖抽到傀儡木偶，傀儡可以变成自己的模样。每天晚上他自己在空间里修炼，让傀儡在外面代替自己。1个星期的时间，竟然让他修炼到了无常心经的第2层。周末谢婉一样请假回家，刚走出新兵营的大门，就看见秦牧野推着自行车，远远的站在那里。谢婉想起了上个星期的留言，给秦牧野使了个眼色，让他先走，一直等到拐弯，趁没人看见，他才跳上了车。老公，你回来了。现在知道叫老公了，谁刚装不认识我呢？你不知道，女兵连复杂的很，他们要是知道我有你这么厉害的老公，将来无论我如何努力，他们都会说我是靠你才取得成绩的。俩人回了家，就钻进了房间。大白天的，秦牧也有些放不开。谢婉可不管那么多，据说多吃唐僧肉可以延年益寿，都宿2个星期了，新婚燕尔不腻歪一下那怎么行？到了吃晚饭的时间，谢婉脸上红扑扑的下楼吃饭，秦牧也躲在房间，觉得没脸见人，死活不肯下楼。咦，不是听说牧野回来了吗？他长途连夜赶路，等他补个眠吧。谢大红表示理解，军人出外勤，谁不是没日没夜的？小婉，
你们新兵营这次授衔仪式前要搞个技能考核，这也算对你们这次新兵训练成果的一次考察。师部今天研究了，对考核成绩的前3名会提前授予上等兵军衔，你可以好好准备一下。谢婉一听谢大红这么说就心动了，而他要想被举荐进军医大，最好升到上尉军衔。爸，其他的我都有信心，只是射击，我们就一次实弹射击，我才刚能上靶。女兵能上靶就算合格了，你真要想争一争，明天叫牧野带你去靶场练练。谢婉还没想好要不要请秦牧野帮忙，家里的电话就响了。谢婉，我告诉你个惊天大秘密，你肯定要说新兵考核的事吧？啊，你已经知道了。谢婉，我肯定能拿第1，第2的位置留给你。明天我让我爸开了条子，我们去练射击。这不是瞌睡了有人送枕头吗？行，明天跟你练射击。晚上谢婉跟秦牧也说了这事。你老公我是神枪手，你不跟我学，跟隔壁那傻小子学什么？那你就去给我们当指导教练呗。秦牧也可不会让别的毛头小伙子跟自己的媳妇太亲近，果断决定了亲自去担任指导。徐政委听到自己儿子给谢婉打电话，约人家明天一起去打靶，跟徐斌他妈互相交换了一下眼色。老徐，你还是跟儿子谈谈吧，人家都领证了，他这样影响不好。徐政委也有些担心，但看自家傻儿子一惊一乍的跟谢婉讲电话的模样，又觉得看着不像。媳妇儿，你觉得你那儿子开窍了吗？他从小到大，你见过他对哪个女孩子上心过？也就隔壁谢家的女孩来了后，咱们才从他嘴里能听到女孩的名字。被媳妇这么一说，徐政委也有些担心了起来。要说老谢家的这个闺女可真的不错，可惜已经被秦牧野那小子捷足先登了，人家证都领了，这小子若是还惦记人家，就有点不像话了。徐斌挂了电话，徐政委向他招手：“儿子，过来坐坐。”爸，我最近没犯错。你没犯错，我又不会揍你。爸，你有什么指示就直说，你突然这样，我有点害怕。爸就是看你已经参军了，就成大人了，所以跟你闲聊一下。你明天要去练射击，你为什么不叫上隔壁的翟涛和王林呢？我跟那2个怂包玩不到一块儿。刚才我听你在约谢家的那个丫头，她不是刚结婚了吗？还有空跟你玩啊？她跟谁结婚？跟我们师的秦牧野啊。这事儿你不知道，前几天我拿回来那喜糖扔桌上，你不是也吃了吗？可我不知道那是谢婉的喜糖啊。儿子，人生的路很长，我们总会遇到一些我们欣赏的人，但这个人很可能只是我们人生中的过客。爸，你说的什么意思？我听不懂。我的意思是，人家已经结婚了，你小子可别起不该起的心思。爸，你说什么呢？我就是一时接受不了，谢婉好好的一条汉子，怎么能去给秦牧野那家伙当媳妇呢？太让我失望了。我敬他是条汉子，结果他总做一些娘们兮兮的事，结什么婚啊？练好一身本事，上阵杀敌不香吗？亏我还想栽培他，让他跟我一起练射击，好让他在新兵考核里拿个第2名。我鄙视他，没出息。你儿子这里是不是有问题？他还是个孩子，没开窍呢。第2天，谢婉和秦牧也去了靶场，才知道不仅有徐斌和他要练枪，同一个大院的王林和翟涛也在。徐斌看见秦牧也陪着谢婉一起来打靶，脸有点黑，对谢婉完全是爱答不理。谢婉也不清楚他犯了什么神经，也懒得理他，自己跟秦牧也一块练枪去了。怎么的？你被人甩了？人家不跟你玩了？别理那2口子，咱们打咱们的。哟，我好久没听你说咱们这词儿了。行吧，看在你被甩了的份上，我不跟你计较。来，咱3个比试比试。一直到新兵集训快结束，徐斌都没再理睬过谢婉。谢婉不明所以，主动跟他说过2次话，没有得到回应后，就也丢开不管了。徐斌心里有一种被背叛的感觉，但他自己又搞不明白这种感觉是为什么。1个月的新兵集训期就要结束了，大家都知道了这次考核很重要，不仅关系到他们是否会授衔，成为真正的军人，那考核前3名可以提前晋升上等兵的奖励，更是让所有的新兵都热血沸腾。为了后续不影响各位观众老爷的观感，小编先在这里糊个口。本期视频是由 Soul App 独家赞助，把 Soul App 当做你的树洞吧。那些说不出口的疲惫和委屈，都会被 Soul 上温暖的回应接住。Soul 会帮你找到跟你经历相似、感受相通的人，你发的每一条瞬间都可能得到懂你的暖心回复。想要心事都得到回应，那我推荐 Soul。经过几天的大比武，谢婉获得了大比武的第1名，徐斌取得了第2名，聂军第3名。这3个人将提前获得上等兵军衔，翟师长亲自给谢婉等3人授衔。谢婉心中升起了一种从未有过的自豪感。第2天，谢婉在宿舍与同班战友们告别后，就背着自己的行李准备回家。刚出新兵营大门，就看见了他亲爹的车停在大门口。这是一直特意在等着接我。即使是前世，谢婉也从来没有享受过父母接送的待遇，但对谢大红，一想到原主的惨死，谢婉就敬谢不敏。他宁肯自己背着行李走回去。小婉怎么不上车呢？爸，我想问你，若我没文化，性格懦弱，嫁不了一个好人家，你还会认我吗？谢大红被他问得一懵，谢婉根本就不想等他的答案，转身就走了。谢大红看着闺女的背影，心里空落落的，像被人戳了一刀般疼。秦牧也骑着自行车追上了谢婉。小婉，我看你最近跟爸相处的不错呀，怎么？其实他对我是很好，但我就是过不去心里那道坎。回到家，父女俩仿佛都忘记了刚才的那一幕。谢大红跟小夫妻俩商量起了婚礼的事。爸，后天的婚礼后，
我就要离开南城了。我刚刚得知，因为国际形势的一些变化，特勤队要求各地方的队员全部归队。二师这边的职位我已经不能继续担任了，我后天就要赶到省城去报道。谢婉闻言一惊，明天就是1973年的最后一天，后天就是1974年的元旦。我记得秦牧野就是死于1974年初的一次境外接应任务中的。不行，不能去。小婉，实在对不起，我们的最后集合时间是2号的早上，要不行，我联系车，半夜再走。我不是这个意思，省城你可以去，但若是让你出任务，这次不行。秦牧野虽然还不知道这次任务具体的内容，但刚才楚江南接电话，他就在旁边。楚江南能宽限他婚礼后再归队，已经是很给他面子了。其实谢婉2号也要与那些医疗兵一起被拉去省城进行专业集训，集训后才会被分配到战斗单位，夫妻俩并不会长期分开。谢婉不知道该怎么解释了，他总不能说秦牧野这次若是出任务，很可能会死吧？不行就是不行，从现在开始我会死死的盯着你。你要去省城集合，那我跟你一起去。一起去也好，那就拜托爸帮小婉跟新兵营那边请个假。到了省城，我会安排人送小婉去集训点的。谢婉现在满脑子都是怎么将秦牧野留下来，不让他去执行任务，劝说肯定是没用的。打晕他，打瘸他，躲过了这次任务后再给他治好。秦牧也觉得自家媳妇看自己的眼神似乎不怀好意，吓得求饶。小婉，等我任务结束回来，你怎么罚我都行。看在马上就要举行婚礼的份上，谢婉决定先不忙动手，临行前动手也不迟。秦牧也因为要调离2师，还有很多交接工作要做，当晚就又去了营部加班。本集精彩剧情开始前，先感谢金主转转的催更。我发现转转发放了大额回收补贴，我那台华为 Mate 60 Pro 叫转转上门回收，还卖了3200多，而且转转连 LV 包腕表这种奢侈品都能回收。总之二手回收我推荐转转。谢婉进了空间，顿时傻眼了，他的空间闹鼠灾了，好几只奶乎乎的小耗子正在地上蹒跚学步。1、2、3、4、5，你们站第一排。6、7、8、9，不准往前面挤。你的生了？生好几天了，前几天老大你不是忙啊，没敢打扰你，今天才将它们拎出来溜溜。恭喜啊，这一窝得有10只吧？刚好9个。你老婆呢？还在坐月子呢。谢婉越过小只，很有兴趣的去看那9只奶耗子。小只故意挡住了谢婉的目光，有些心虚。老大不会真的被这9小只中的其中一只勾了魂吧？当这9小只脱离娘胎时，小只数了好几遍，确定是9只，还全部是儿子后，他想到那个流传下来9子夺嫡的故事，就一直在小只的心头萦绕。而且他知道老大是个颜控，偏偏他自己生得黄不溜秋的，他的儿子们却个个颜值爆表，他感觉到自己失宠的日子不远了。小只，你挡着他们做什么？你多为他们点灵泉水，让他们早一点开智。说完，谢婉转身进了房子。这几天比赛，怨念值账户里又有了9万多点怨念值，并且抽奖机的物品栏多了个橱窗。不过现在只有一种补气丹，谢婉兑换了11颗，累计花了55000点怨念值，剩下谢婉全部用来抽奖了。3次10连抽后掉出来一个洗水丹，他自己再吃洗水丹也没什么用了。想到了那刚出生的9只奶耗子，谢婉找了个碗，将洗水丹丢进去溶解。来，好东西，先给你儿子们喝。老大果然开始偏心了，以前有好东西都是先给我，现在却先想到这9个小子。谢婉没空等他们喝完，转身离开，小只就自己抱着碗咕噜咕噜喝了起来。谢婉回屋继续抽奖，最终也只抽出来一个玉简，发现这是一个叫做鬼影步的步法。谢婉也不管有用没用，在空间里练了一夜。等他感觉到外面已经天亮，准备离开空间的时候，突然看见了地上有一只奇怪的生物在躺板板。空间哪来的豚鼠？老大，你到底给我喝了什么？好痛啊！小只，你怎么变模样了？小只从地上爬起来，跑到灵泉边一照，似乎被自己的盛世美颜惊呆了。哈哈哈，我变美了！你一只公耗子，变美有什么用？小只当然不会说自己的小心思，他就是为了顾宠。现在那9个小子肯定无法跟他争老大的宠爱了。谢婉知道小只喝了大半碗的洗髓丹后就变成了这个样子，也是吃惊。幸好他抽到洗髓丹后没有拿出去给秦牧野吃，秦牧野现在还不知道空间的秘密，要吃也只能在外面吃，在没有灵气的环境中吃了洗髓丹会如何？谢婉心里没底。按理说，你们老鼠和豚鼠也最多能算远房亲戚，你这变化也太大了点。其实这是小只自己的意念起了主导作用，他最近一直怕失宠，满脑子都希望自己能变漂亮，让谢婉不要抛弃他，所以在洗精法髓的时候，身体就朝着他能变美的最大可能变化了。咦，你那些儿子们呢？他们也变了吗？鼠洞口探出几个小脑袋，看来喝的太少，奶耗子们外观上还没有变化，但谢婉一提到他们就知道探头出来，应该是开灵智了。你好好的训练你的儿子们，要教他们如何搞情报工作，你们一家子将来一定在鼠界叱咤风云。最后多说一句，旧机回收先估价。为了后续不影响各位观众老爷的观感，小编先在这里糊个口。本期视频是由 Soul App 独家赞助，把 Soul App 当做你的树洞吧。那些说不出口的疲惫和委屈，都会被 Soul 上温暖的回应接住。Soul 会帮你找到跟你经历相似、感受相通的人，你发的每一条瞬间都可能得到懂你的暖心回复。想要心事都得到回应，那我推荐 Soul。第二天一大早，谢家门口就热闹了起来。秦牧也从新家那边过来迎亲。
他们俩都是军人，就穿上了军装。萧平安和其他几位战友当了秦牧野的伴郎。谢婉来到这个世界后，还没来得及交女性朋友，她没有伴娘。徐冰、王林、翟涛三人护送谢婉出嫁，担任起了伴娘的工作。一番热闹后，秦牧野和谢婉在众人的簇拥下去了新房子。中午，秦牧野领着大家去师部食堂吃饭，食堂里一共准备了10桌，每桌都有鱼有肉，菜色十分的丰盛。王林和翟涛俩人喝了，开始拉着谢婉喊老大。谢婉这才知道王林和翟涛都没能留在二师，他们一个去了装甲部队，一个进了通讯单位，而徐冰被特勤队预录取，也要进省会特训。婚礼在一片热闹中结束，谢婉和秦牧也回到了新房子。这里就是咱们的小家了。可惜咱俩明天就要去省城了。没关系，咱们以后还会经常回来的，说不定等国际形势稳定点，我还能回二师。南城是重要的军事基地，你也可以申请常驻南城。谢婉想到了阻止秦牧野去执行这次任务的计划，他决定采用美人计。睡觉时，秦牧野突然感觉到了一丝危险，余光扫到一缕寒光，看见谢婉拿着麻醉针准备往他身上扎。哎呦！夜色中，一辆军用吉普车在公路上疾驰，秦牧野一直黑着脸，心里打定了主意，在媳妇给他说清楚前，坚决不理他。谢婉沉默着，其实是心虚。他说那时候拿针想扎人家是情趣，人家也不信啊。说他能预知秦牧野在这次行动中会出事，就必须掀开自己的底牌。重生和空间是他最大的2个秘密。虽然秦牧野是他最亲近的人，但谢婉来自后世，后世的人心是最不值得信任的东西之一。他接受的教育是，即使是夫妻之间，也必须学会自我保护。楚江南实在没有想到会在大清早就见到谢婉，再看秦牧野那张冷然的脸，也让楚江南摸不着头脑。这2口子不是刚结婚吗？牧野、谢婉，恭喜你们啊！没来得及参加你们的婚礼，我很遗憾，但红包不能少。楚队长，我想在你们特勤队待1天，可以吗？你先跟万大姐去休息一下，我等会儿来找你。你跟你媳妇怎么了？她不让我参加这次任务，这么粘人，哈哈，这就是我不结婚的原因。看你还嘲笑我，现在知道麻烦了吧？没空跟你玩笑，她这次是当真的。怎么，她还能绑着你不让你走？不过你那媳妇儿是个狠人，也不是没有可能。这都跟到队里来了，看来真是认真的。小婉平时很通情达理的，这次也不知道怎么了。你不知道，她差点将我麻醉了，估计我要中招，还真就像你说的一样，被捆着没法归队了。楚江南心里一惊，他也觉得谢婉不像那么无理取闹的人，不由得想起了最近得知的一个绝密消息。在南城的监狱里，有一位女囚自称自己有预知未来的能力。原本狱警以为她是受刺激过大疯了，谁知她竟然提前预知了甘州那边的一次地震。公安还按照那位女囚的话，在那个山区救出了好几位被拐卖的妇女，并且抓获了一个特大拐卖妇女犯罪团伙。那名女囚原本是判了死刑的，因为这件事情也被暂缓执行了。而她跟谢婉还有些关系，她进监狱就是谢婉提供线索协助公安机关抓捕的。难道谢婉从那名女囚的口中得知了一些关于未来的消息？也许是秦牧野这次的任务可能不太顺利，说不一定会出现重大伤亡。楚江南年仅30岁，能做到特勤队长，不仅仅靠的是他过硬的军事素养，还有他超强的大脑和分析能力。为了后续不影响各位观众老爷的观感，小编先在这里糊个口。本期视频是由 Soul App 独家赞助，把 Soul App 当做你的树洞吧。那些说不出口的疲惫和委屈，都会被 Soul 上温暖的回应接住。Soul 会帮你找到跟你经历相似、感受相通的人，你发的每一条瞬间都可能得到懂你的暖心回复。想要心事都得到回应，那我推荐 Soul。你去把谢婉叫回来，我来开导他。我都说不通，你说能有什么用？怎么说，我也是你领导，我代表组织找他谈话，做思想工作，或许会起到不一样的效果。你好好说，不要摆架子吓着我媳妇了。谢婉以为楚江南会做他的思想工作，说一番大道理，谁知楚江南一脸神秘地凑近他问：小婉，你是不是预料到了秦牧野这次的行动可能会出意外？这么容易就被人识破了的吗？他哪里知道，在狱中的石玉为了活命，已经开始跳大神，号称拥有预知未来的能力了呢。他缓了缓神，倒打一钉耙。什么？牧野这次行动有危险？楚队长，你既然明明知道他有危险，为什么还要派他去？楚江南恢复了正经模样，开始说教。在军人天职和家国大义重压下，谢婉词穷，被楚江南说得哑口无言。我不管，这次任务秦牧野就是不能去，他要敢去，我就打断他的腿。楚江南一直都在观察谢婉，他现在更加的确定谢婉一定是预知到了什么，只不过谢婉不肯承认，也许他预知到的东西还不一定来自于那个女囚。楚江南心里莫名的升起一种兴奋。谢婉，我们这次的行动非常的重要，本来这是机密，不应该告诉你，但鉴于你也是一名军人，且是我们队员的家属，我可以跟你透露一些。我们这次全队都要出动，从不同的路线去接应一位归国的重要人物，这个人关系重大，不容有失。据可靠消息，敌国派了大量的间谍和雇佣军，会在沿途拦截，所以他不能走寻常的路线。至于从哪个路线回来，目前连我都不知道。秦牧野是我们特勤队的中坚力量，他是必须带一队人去接应的。如果你担心他在这次行动中出危险，我可以跟他交换带队的路线。谢婉愣住了，他没预料到楚江南那么信任他，竟然将这么重要的机密都告诉了他。楚江南的决定也让他犹豫。原书中一笔带过，提过秦牧野牺牲的地方是在中印边境的达旺地区。若是楚江南和秦牧野交换带队路线，那么楚江南也会遇到危险。
甚至牺牲。谢婉不愿意看见任何一名革命军人牺牲。楚队，谢谢你理解我保护自己丈夫的心情。若是有办法，可不可以通知那方面不要从原计划的路线入境？这不可能，我们与对方已经暂时失去了联系，对方和护送他的人现在应该正在乔庄逃亡，我们只能按照预先约定好的接头暗号，在他们可能出现的几条路线都派人去接应。楚队，您和秦牧也不用换路线了，一切按照你们的原计划。但我有个条件，这次任务我要参加。谢婉同志，欢迎你加入特勤队。谢婉有点懵逼，他怎么就加入特勤队了？楚队长，不用那么正式吧，我就参加这次行动，当个编外人员就行了。谢婉同志，刚才我也讲了，这次行动的保密级别很高，你若是不加入特勤队，是绝对没有可能参加的。谢婉叹息，老公要救，战友也要救，加入就加入吧。楚江南以光速向上级领导汇报了这件事。中午，秦牧也打了饭来看他。小婉，你真的要陪我一起去执行任务？哼，我说了会盯紧你的，你非要去，我可不得跟着。你昨天晚上将我摔下床的账，咱们来算一算。小婉，我错了，我认罚，你能不能不要玩这玩意？我怕。嘿嘿，小爷爷，你是自己来还是我帮你？让我扎一下，我就解气了。小婉，你不会真的有那不良嗜好吧？夫妻俩打闹了一阵，吃完饭就与战友集合，坐上了直升机飞往了青藏高原。本期视频由神奇的闲鱼 APP 官方赞助，卖闲置推荐神奇的闲鱼 APP， 因为最近在搬家，总会发现很多全新的闲置物品，不知道要怎么处理。其实很简单，把它们都放闲鱼就好了。现在还有 AI 发布和托管功能，卖闲置更方便了。我已经回血了好几千，闲鱼真的太神奇了。直升机停在了林芝的一个军事基地，他们这个小分队一行11个人，秦牧也是队长。秦牧也和谢婉都没有透露两人的关系，在这个团队中，谢婉的身份就是军医。你们川省来的？报告首长，我是林芝边防军302团7连连长谢元朝，你们在林芝地区将由我给你们带路。秦牧也表情有些不自然的转头看了一眼谢婉，他也没想到来接应他们的人会是大舅哥啊。几人上了军卡，谢婉因为是女同志，坐了前面驾驶室。咦，妹子，你是四川人吗？是啊，大哥，我听你口音是老乡说。俩人大哥妹子的叫着认老乡，还不知道他俩其实就是兄妹。谢元朝一听是南城的，就更亲近了。我也南城的，妹子，你带着油辣子来没？等会儿给哥抿一口，哥到这旮旯好几年了，想吃辣想得天天流口水。带了的，我这就给你整一根。给他们说这边冷，我带了些御寒。谢元朝接过一根，直接往嘴里塞。太够劲了，大妹子，你一个女的，怎么也跑来执行任务了？我是军医。军医啊，太好了，大妹子，我带你们去的那个哨所，海拔高，温度低，那边的战士手脚上的冻疮都密密麻麻的，你有什么办法没？等会儿我看看。到了地方，他们10来个人挤在了一个大一点的木屋里烤火，火堆上架着汤锅，里面正咕噜咕噜的炖着不知道什么肉的汤。是狼肉，今年闹雪灾，附近来了很多狼，我们连帮着10里8乡的藏民抗灾，打了不少的狼肉回来。谢婉拿了一大包辣椒和姜出来，塞给谢元朝。这些都送你，要不往汤里加点辣椒，除寒气。大妹子，你怎么出门带这些东西？如果不知道，我还以为你跟那些布尔乔亚市的小姐似的，是出来看风景的呢。我是军医嘛，知道要穿越雪山，肯定要准备御寒的东西啊。辣椒和生姜都是驱寒的良药。那我不能要，不能影响你们执行任务。谢婉说自己还有，好说歹说，谢元朝才收下了。秦牧也在一旁看他们兄妹2人相处，觉得很搞笑。大家喝了加了辣椒和生姜的狼肉汤，身体这才慢慢的暖和了起来。谢婉开始去给这边的边防战士们看病，秦牧也则拿出了军用地图，跟谢元朝商量起如何越过边境，如何进入藏南地区的路线。商量完正事，队员们被分散安排到各班宿舍。谢婉一个女同志，不好安置。大妹子，你要不嫌弃，就去睡我那铺。我那屋子挂的都是腊肉，但只有我一个人住。谢连长，令尊应该叫谢大红吧？好巧，谢军医也是。兄妹俩面面相觑，他们彼此都知道对方的存在。谢元朝小时候甚至见过刚出生的谢婉，当初谢大红被陷害关押，陶红妹刚生完谢婉，谢元朝也年仅5岁。他的母亲早逝，谢大红把他托付给了新婚妻子陶红妹，结果陶红妹抱着谢婉卷了家里的东西跑了。年幼的谢元朝被留在家里无人照顾，若不是邻居心肠好，发现了他，说不定就被活活饿死。这其实也是谢大红那么恨陶红妹的原因之一。谢婉和谢元朝刚才还大哥妹子的叫得亲热，现在俩人却都不说话。小婉，谢连长真是你大哥，我听爸提过想将大哥调回2师，你们能在这里遇到还真的是缘分。我不回2师。对了，你为什么也叫他爸？那个，我跟小婉已经结婚，你也是我大哥。他还那么小，禽兽。秦牧也想吐血，他突然又不想认这个大舅哥了。谢婉从惊诧中清醒过来后，就坦然接受了眼前这个人。大哥，我是小婉。小婉，乖，小婉，你怎么参军了？谢婉将自己进城后的事挑挑拣拣的说了一些。听到谢大红跟石云离婚了，那一家子都被赶了出去，谢元朝高兴的满屋子找，想要庆祝一下。小婉干得漂亮，总算让那一家子蛆虫爬了。你不知道，我都5年没回家了，就是不想看见那些人。兄妹俩人有了同仇敌忾，
一下子就有了话题。谢元朝说了许多他少年时期揍范家兄妹的英勇事迹，兄妹俩一起哈哈大笑，感情迅速升温。本期视频由神奇的咸鱼 APP 官方赞助，卖闲置推荐神奇的咸鱼 APP。因为最近在搬家，总会发现很多全新的闲置物品，不知道要怎么处理。其实很简单，把它们都放闲鱼就好了。现在还有 AI 发布和托管功能，卖闲置更方便了。我已经回血了好几千，闲鱼真的太神奇了。谢婉进入空间，用意念将可以收割的药材整理了一遍。出发的太急，他都没来得及准备。今晚他要在空间忙一夜。小芝带着他的儿子们一起帮忙，他们一根根的将谢婉采集下来的药材按照谢婉的要求分类。谢婉发现那9只奶耗子长得太快了，才过去2、3天，之前走路都有些不稳的奶耗子，竟然大了1圈，还个个机灵的能听懂指挥。时间紧急，也没有功夫都做成药丸了。谢婉决定熬点膏剂，明天就拿出来给队员和谢元朝他们兑水喝。小芝整理完药材，屁颠屁颠的跑进帮着看火，拿着小扇子，看见哪个炉子火不够大，就扇2扇子。谢婉还要准备一些拿出来不容易被怀疑的食物，如果真要进入阿三的地界，谢婉觉得自己肯定不敢吃阿三的食物。据说阿三都是不用厕纸的，他们左手清理屁屁，右手吃饭，但他们做食物的时候都是用手的。想想谢婉都觉得接受不了。忙了一夜，大清早便拿了药膏出来，熬了一锅药，让大家先喝下。原本大家都有些高反，睡得都不太好，精神有些萎靡。喝了谢婉的药后，个个都觉得浑身舒坦了。谢军医，我终于知道楚队为什么要派你跟我们一起执行任务了。你这药是什么神仙方子吧？一喝完我不但头不疼了，还全身暖洋洋的，一点都不怕冷。王想拍着谢婉的马屁，秦牧也刚要将王想挤开，结果有个人的动作比他更快。谢元朝拉着谢婉就往外走。小婉，你看看这些药材有用没？谢婉拆开一看，冬虫夏草、雪莲、红景天都是藏药里的极品。大哥，你怎么会有这么多的药材？都是当地的藏民给的，你别误会啊。你大哥我不是收礼啊，这里有个药王谷，里面的药材多如牛毛。前2年，一伙阿三偷偷入境，在药王谷附近跟当地的洛巴族人发生了冲突。我当时正带着人巡逻边境线，正好赶上救了那些洛巴族人，然后他们都偷偷的放好多药在我们哨所路口。我去还，可那些洛巴族人死活不要，后来还给我玩游击，还回去了，又加倍送来，我们也只能收下了，其他战士都寄回家了。你知道的，我没地方可寄，就都攒下了，都给你。谢婉也没跟谢元朝客气，自己亲哥，没必要。大哥，能找到这些药材的带根的生药吗？我想要。现在是冬天，应该不行，等到了春天，我帮你想办法找，找到了我给你寄回去。寄回去肯定死了，要不大哥你到时候休假回来一趟嘛。到时候再说。大家最后检查了一下装备，谢元朝带着一个班的战士护送他们上路，行了几个小时，终于到了目的地。从现在开始，大家都要提起12分的警惕性。你们必须穿过那个村子后，有一条公路，沿着公路你们就可以离开这一片争议区，通往阿三的阿萨姆邦了。我们只能送你们过村子，下面的路我们不能陪你们了。谢连长，你带着战士们回去吧，我们自己过去，这样人少，目标更小一些。万一遇到了敌军怎么办？不用担心，我们可以对付，而且我们现在就换装，乔装通过。万一动手了，也不会直接影响大局，这也是上面的意思。谢元朝也清楚武装进入争议区的后果可能会很严重，只得同意，拉着谢婉到一旁说：小婉，若是你们回来还走这条线，大哥来接应你们，我会经常安排人来这条山沟查看的。总之，你一定要注意安全。要我说，你一个姑娘家就不该参加这样的行动。谢婉感受到了谢元朝的担心，心里觉得很温暖，他向谢元朝保证，一定会平安归来的。这个村的人有个习俗，每到晚上都手拉手到田里挖坑拉粑粑。不巧这次被谢婉看到了他们在挖坑，还以为是在埋地雷。他上去一人一锄头全部敲晕。接上集，天一黑，几人悄悄地穿进了村子。刚进村，谢婉就踩到了地上一团软绵绵的东西，低头借着月光一看，恶心的不行，竟然是一大坨牛粪。看他难受的样子，王想悄声跟他说：这可是阿三的圣洁之物，满地都是，你踩了牛粪，身上有了牛粪味，就更像当地人了。谢婉在路边的树上蹭了蹭鞋，可刚走没几步，又踩了一坨，他觉得自己快疯了。是一直向这个方向走出村就行吗？是。那我去前面开路，你们自己跟上，我在那条公路边等你们。秦牧也刚想反对，谢婉已经用起了鬼影步，一闪就不见了。其他的几位特勤队员见了瞠目结舌。秦队长，这个谢军医是活人吗？怎么嗖的一下就不见了？秦牧爷也是第一次见识到媳妇用这鬼影步，他想起了出发前楚江南对他的提醒：你老婆可能有些异于常人的本事，你即使发现了，也最好不要多嘴，还要想办法帮他掩饰啊。那个谢军医不就跑得快点吗？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？队长，你管这叫跑得快点？你看清楚他跑了吗？看清了，这跑步速度还可以，跟我差不多，也就是在夜里光线不好，你们才没看清。谢婉沿着秦牧野指的方向，踏着鬼影步往前冲。他这鬼影步几乎可以脚不沾地，这就大大的减少了他踩到牛粪的概率。很快他就来到了一片庄稼地里，突然看见一个人影鬼鬼祟祟的溜进了地里。谢婉跟着那人钻进了庄稼地，看见那人蹲在了地上开始挖坑。咦，不会是在这藏了什么宝贝吧？
谢婉用锄头挖了一下那个坑，并没发现什么东西。他蹲下身去搜那名阿三的身，竟然发现了一个像是地雷一样的东西。好啊，原来你是来这埋地雷的。此人一定是当地的民兵，很可能在这片庄稼地里埋地雷，就是为了阻截我方边防军进入这个村落。人已经被他打晕了，他也不管了，继续往前走。没走几步，又看见了一个人蹲在地上挖坑，还不止一个，我打。他又搜那人的身，没有发现地雷，怀疑那地雷已经被埋在了地里。他不会拆雷啊，只能赶回去通知秦牧野他们。刚出庄稼地，他又看见了好几个人鬼鬼祟祟的往地头里走。这还没完了，看来这个村的都是坏东西。谢婉跟着这些人，趁其不备，一人一锄头，统统打晕。大事不妙，这个村子有古怪，村民们可能都是民兵，咱们要小心。是有些古怪，我本来以为天黑了穿越村庄更安全，结果沿途发现很多村民出门，若不是天黑，我们又穿的当地服饰，很可能我们就暴露了。他们好多人在前面那片庄稼地埋地雷，我们必须绕道走。这好像不是地雷吧？王想伸手接过了那颗地雷，看了几眼，这应该是当地的一种水果，叫布福纳，长得确实像地雷，据说吃了会长寿。这颗应该是放了很久，已经有点发黑了。那他们干嘛个个都跑地里挖坑？谢医生，你其实也没说错，他们挖坑可能真的是为了埋地雷，只不过此地雷非彼地雷。阿三有挖坑埋屎的习惯，一到天黑就成群结队的出门拉屎，是我疏忽了，忘记提醒队长了。我把人都打晕了，没关系吧？应该关系不大，反正阿三信的鬼鬼神神很多，搞不好明天这里就会多了个神话故事。谢婉跟大家一起走了一段，有他在前面探路，一行人有惊无险的出了村子。村子前果然有一条大马路。本期视频由神奇的闲鱼 APP 官方赞助，卖闲置推荐神奇的闲鱼 APP， 因为最近在搬家，总会发现很多全新的闲置物品，不知道要怎么处理。其实很简单，把它们都放闲鱼就好了。现在还有 AI 发布和托管功能，卖闲置更方便了。我已经回血了好几千，闲鱼真的太神奇了。谢婉他们一行人乔装打扮后继续前行，黎明时分看见了公路上的哨卡。这条公路一边是雅鲁藏布江，一边是延绵的山谷。敌军不仅在公路上设置了木栅栏，4名哨兵巡逻，一旁的山壁上还有哨兵持枪站岗。队长，我们可以先派人解决上面的哨兵，那4个人轻松就能放倒。不行，谢连长知道我们穿过肯桑村，就是为了绕过敌人的第1个哨卡，这应该是第2个哨卡。根据情报，敌军的雄狮团就驻扎在这附近，硬闯可能会惊动那个团的敌军。咱们还是按照原计划，装作肯桑村村民去卡马加庙去祭祀。万一被发现怎么办？我不跟你们一路，我从上面过去。你们过关卡的时候，我会隐藏在哨兵附近。你们平安通过后，我从上面攀山过去追你们。万一被发现，那我就先解决掉哨兵。谢婉抬头看了一眼那突兀高耸的石壁，觉得那个山壁对自己应该不算什么，鬼影步实在太好用了。秦队长，你跟大家一起吧，上面的哨兵我来盯着。谢军一，那个哨兵站的位置离路面有15米，徒手攀援，不能发出动静被发现，还是我来吧。谢婉看了眼旁边的山壁，俯冲起跳，如壁虎一般直接就冲上了15米的高度。队长，他真的只是军医吗？谢军一新兵时就是大比武的冠军。秦牧也自忖自己不会比谢婉做得更好，可小婉身上没带枪，他又似乎不擅长近身格斗，要怎么解决那哨兵呢？秦牧也刚这么想着，就在望远镜里看见谢婉掏出了一支麻醉针筒，他打了个寒战，转身对其他队友说：“我们过去吧。”王想叽里咕噜地跟那名士兵说了些话，掏出事先准备好的卡马加庙信徒证。这名阿三士兵检查着信徒证，并未发现异常，几人尾随着王想刚要过去，一名士兵突然就用步枪拦住了一名特勤队员，上面的哨兵突然就用机关枪对准了下面的人。谢婉飘到了哨兵的身边，抬手刚要对着哨兵的脖子来上一针时，就听到了下面王想发出的信号，代表着暂时没事。谢婉又飘了回去，哨兵感觉到自己的脖子凉了一下，一回头又什么都没有。识破显灵了，别啰嗦了，让他们走吧。原来刚才那名士兵拦住特勤队员，是闻到了那名队员身上的烟味，让他把烟交出来。王想掏了张20元的当地货币，塞给了那个要烟的士兵。他烟抽完了，长官自己拿这钱买吧。上面的哨兵一喊，这些人也觉得无聊，就将秦牧野他们放了过去。谢婉看见人过去了，这才在空间里啃起了玉米。玉米是他出发前煮好的，他塞了10根到自己的背包里，准备等会儿拿给队员们吃。一直到人走远了，谢婉看那名哨兵背对着自己，靠在哨台的柱子上假寐，他才从空间里出来。给钱有什么用？附近又没商店。谢婉追上了秦牧野他们，看见谢婉平安回来，纷纷露出了笑容。谢婉从包里取出了玉米塞给了队友。哪来的玉米？刚从那个哨卡顺的。我们从这里到古瓦哈提市还有200多公里，没有车肯定不行。我刚才从山崖上看到了前面峡谷里有个军营，应该就是你说的那个团了。要不我们从那里偷一辆军车出来？太危险了，最好是能找到民用的车。队长，这里是军事占领区，不可能找到民用车的。要无声无息的跑到人家营地去偷车，怎么可能？咱们本来就是为了不惊动敌军才乔装通过的，闹出动静来，岂不是前功尽弃？大家都明白秦牧野说的这个道理，但不去敌军军营里偷，难道真的不行？200公里，他们不是走不动，是时间来不及。
他们必须赶在对方之前到达接应地点。你们在外面先休整，准备接应我。我先进去打探一下情况，等我出来，咱们再商量。我和你一起去。秦队长，还是我一个人单独行动方便一些。秦牧也多次见识到了自家媳妇的厉害，开始相信楚江南跟他说的话了。他的媳妇真不是一般人。你带上这个，我还不会用，而且一开枪，岂不是就惊动所有人了？若是遇到危险，我用这个。他们约好了2个小时后集合。谢婉溜进了那个山谷，去了军营。本期视频由神奇的咸鱼 APP 官方赞助，卖闲置推荐神奇的咸鱼 APP， 因为最近在搬家，总会发现很多全新的闲置物品，不知道要怎么处理。其实很简单，把它们都放闲鱼就好了。现在还有 AI 发布和托管功能，卖闲置更方便了。我已经回血了好几千，咸鱼真的太神奇了。谢婉溜进敌方军营，正好看到一人出来撒尿，上去一锄头敲晕。他扒了人家的衣服，自己换上，怕这人被发现，谢婉干脆将人丢进了空间，让小智看着。他要醒来，你就用这针筒扎他。你把你那些儿子们都召集起来，等会儿我行动的时候，可能需要你们帮忙。小智跑回鼠洞，不仅叫出了一道9号奶耗子，连他老婆熹贵妃都一起叫了出来。参见太后。说了别叫我太后。熹贵妃估计有点产后抑郁，谢婉一句话，她那本来就红彤彤的眼眸更红了，像是随时要哭出来的模样。太后就太后吧，小智，你老婆还在坐月子，行动她就不用参加了。太后，臣妾并非无用之说，臣妾愿意为太后赴汤蹈火。谢婉转身踢了一脚地上的那名印军士兵，突然发现他个子挺矮，脸黑如炭。进书房用墨汁在自己脸上薄薄的涂了一层。别说，他跟这名晕倒的印军士兵还真的挺像。出了空间，他看见了操场边停着装甲车、大炮、坦克和10几辆军卡，心中一喜。谢婉觉得自己应该可以趁人不备收一辆军卡进空间，谁知他刚往前走几步，一声哨响，周围所有的人都往操场上冲。谢婉被裹挟着冲进了操场，这些印军士兵迅速的列队，众目睽睽之下，谢婉也不好溜了。然后他就看见了周围的士兵开始走正步，看来他们要绕着操场走一圈。谢婉觉得这是个机会，只要跟着这些人走过半圈，就可以到停有军卡的地方。走了一段路后，谢婉觉得机会来了，他放出了小智和他的儿子们，一窝耗子在谢婉的指挥下奔向了那一队印军士兵，现场立即就混乱了起来。谢婉趁乱冲到了操场边，一抬手，一辆军卡就被他收进了空间。然后他想，只有一辆，万一在路上抛锚了怎么办？他又收了一辆。哎呀，2辆似乎也不太安全，再收1辆。他的目光又落到了旁边的坦克、装甲车和大炮身上，一股脑的收进了空间，掏出匕首将剩下的军卡轮胎全部扎破了。等他收完，操场上的印军士兵还没结束混乱，小智一家人已经跑了回来。老大，你一个人不好跑出去吧？要不我带着你跑出去。谢婉觉得也有道理，他跟其他的耗子回了空间，让小智挂着翡翠戒指带他离开。那名雄狮团团长连开好几枪，终于让骚乱平息下来。怎么回事？耗子，刚有只耗子咬人，不止一只，好多只。不过就是几只耗子，就把你们吓成一团乱。要是华军杀过来了，你们岂不是要尿裤子？阁下息怒，不过是一个小插曲而已。对面的华军并不可怕，我们帝国这次私下里支援你们的装备，消灭驻扎在对面的华军，绰绰有余了。原来被谢婉顺走的那批重武器装备，正是最近英帝国为了继续挑起这条边境线上的战火，私底下支援阿三的。只要贵国在1个月内向对面的驻军开火，武器我们一定会源源不断的送过来。走，我带你去看看我这次带来的12英寸 BL 工程榴弹炮，阁下试试威力就知道了。炮呢？我的炮呢？谢婉在对方哨兵看不见的地方放了一辆空车出来，往秦牧野他们的方向开去。放心吧，没人追来。小婉，你是怎么办到的？你看我这黑脸像不像阿三？我前进去时正好遇到了一个小个子阿三，将他打晕了，扮成了他的样子，然后就那么大摇大摆的将车开了出来啊！秦牧野瞟了一眼谢婉身上的衣服，还是他进去的衣服，显然谢婉的话漏洞百出。等会儿他们问你，你就说这车就停在敌军军营前面的吧。牧野，我以后再告诉你怎么回事。小婉，我们要开很久，你先休息一下吧。他闭目假寐，用意识查看，发现自己的怨念值账本又被刷屏了。咦，怎么还有个英国人的名字？他不知道，因为他搬走了那些重型武器，现在雄狮团里已经乱作了一团。圣属，一定是圣属收走了那些坦克和大炮。刚才许多士兵都看见了小智和他的家人们。在印度有一个关于圣属的传说，他们有一座卡尔玛塔神庙，又叫圣属寺。一定是你们这批武器不洁，才会被圣属销毁。一定是华国人干的。你是在讽刺我们雄狮团无能吗？我们怎么可能让华国人从我们眼皮子底下劫走那么多的重型装备？这就是圣属显灵。因为这件事，阿三跟他的老东家英帝国大吵了起来，双方各执一词。本期视频由神奇的咸鱼 APP 官方赞助，卖闲置推荐神奇的咸鱼 APP， 因为最近在搬家，总会发现很多全新的闲置物品，不知道要怎么处理。其实很简单，把它们都放闲鱼就好了。现在还有 AI 发布和托管功能，卖闲置更方便了。我已经回血了好几千，咸鱼真的太神奇了。秦牧也跟队员们轮流开车休息，一直到晚上
才到古瓦哈提市。他们将车藏到了城外的一个荒滩上。没想到这一路如此顺利。秦牧也看了一眼自家媳妇儿，他知道若不是谢婉，肯定不可能这么顺利。咱们连夜进到市里，找到联络人后，再定下一步的行动方案。稍微休整一下后，一行人步行进入了城市。大街上出现了好几头牛，有当地人拿着搪瓷杯去接牛尿。他们这是干什么？呵，这里是不允许杀牛的。牛在当地的地位特别崇高，他们认为吃牛粪饼、喝牛尿可以洗涤灵魂。谢婉灵机一动，既然他们不允许杀牛，而且牛都是放养状态，大街小巷随处可见，那自己何不收一些进空间，带回国内卖牛也能赚钱啊！说干就干，谢婉让秦牧野他们走前面，自己慢慢的追在了后面。看见没有人在跟前的牛，就收一口。在到达卡马加庙前，他已经收了20几头牛了，这可愁坏了空间里的小只。空间面积虽然大，但有10亩都是田地，其中大部分还种植着药材。现在又进来那么多的牛，根本无处安放。为了不让这些牛破坏药田，小只只能招呼着他的儿子们，骑在牛头上，抓着牛角，将牛全都赶进了玉米地。本以为入夜后的卡马加庙应该十分安静，结果秦牧野他们发现自己想错了。寺庙周围聚集了大量的信徒，即使入夜了，依然有不少的人。咱们不能这样，进寺庙是要磕长头匍匐进去的，像咱们这样走着，再走几步，估计会被群殴。你们在外面等着，我一个人进去找人。秦牧野转了一圈寺庙的围墙，跃了进去。他这样就不怕被抓？没事，在那些信徒眼里，他就是一个狂热的同类，每天都会有不少的信徒翻墙想进去，被丢出来的也多。等了半个多小时，果然秦牧也是被人架着丢了出来。联络人已经收到国内电台传过来的信息，要接的人正在来古瓦哈提的路上，咱们先找个地方住下来。他们找了一家旅店住下，旅店平时就没有什么客人，见这么晚了还有客人来，把店主给高兴坏了。今天是什么好日子？你们也是到庙里祭祀的吗？店里还住了朝圣者，客人倒是来了几个，看着不像来朝圣的，都是西洋人。王想塞了20块钱给店主打听，他们说的英语我也不知道是哪个国家的人，只知道是4男1女。就住这家店，咱们其他人小心一点，不要在这些人面前说话，尽量不要露馅。我会想办法查清楚这些人是不是敌方的杀手。回到房间，谢婉将小智放出去打探消息。等小智回来的时候，露出一副丧头丧脑的模样。老大，那几个屋的人说的话我听不懂。算了，这不怪你。不过从今天开始，我每晚给你和你的儿子们补习英语，你再去抓一只本地耗子回来，让他教你当地语言。老大，可不可以不学习？不行，你要做一只有追求的耗子，学习必不可少。对了，不仅仅要学习，以后我每天都会给你们一家子布置作业，做完作业才准睡觉。本期视频由美团赞助播出，我出去消费都是美团团购，团美式茶饮5折起，吃一顿火锅能省100-200。五一出游，吃喝玩乐我推荐美团团购。因为小智听不懂外语，谢婉只能自己从窗子爬了出去，希望能从窗外观察一下那几个外国人的情况。谢婉脚尖踩在窗台上，老旧的水管发出一些声音。秦牧也探出半个身子，夫妻2人隔着窗对视了1秒。秦牧也伸出手臂，谢婉跳进了他们的房间。王想和秦牧也住在一间，看见谢婉跳进来，压着声音笑了起来。谢军一，你这是准备来偷香窃玉的？你是看上了我们秦队，还是看上了我呢？谢婉看傻子一样的目光，让他浑身都不自在了起来。他身上一凉，正好对上秦牧野。顿时，王想心里突突起来。他感觉秦队长看他的眼神，仿佛他是一个死人一般。王想一瑟缩，再去看秦牧野，却又发现他一切如常。他怀疑刚才是自己看错了。谢军一，你应该学会团队配合，我们的人一直在盯着他们，很快应该就能查出他们的身份。隔壁响起了敲门声，秦牧也给王想使了个眼色。王想趴在墙上偷听，刚来的那些人有古怪，一群迷信神力的阿三，能有什么古怪？他们进店的时候，我在楼上观察了，他们绝对不是普通人，他们走路的姿势太板正，绝对不是本地平民，很可能是军人。你的意思是说，他们很可能是华国那边派来接应的军人？非常有可能。那就麻烦了，敌众我寡，我们先撤离这家旅店。隔壁又传来了开门声，应该是那个金发男人去通知同伴撤离了，通知其他人准备战斗，你就留在屋里，不要出来。那几名外国人正在房间收拾行李，准备撤离。有房间的门被踹开，枪声响起，不一会5名外国杀手全部击毙。台上伤员，撤。这个应该还活着，那就一起带上，审了再说。一行人担心当地警方的搜捕，回到了卡马加庙附近，租了一个小院子住下。在谢婉做手术的时候，秦牧也审问那名女杀手。女杀手在求生欲望下，什么都交代了。他们5人都属于一个叫暴徒的杀手组织，这一次是接的赏金任务，来印度劫杀那位重要人物的。之所以他们先到古瓦哈提等待，是因为有人给他们的组织传递了消息，说那位重要人物会坐海船在吉大港登陆南亚。听到这个消息，秦牧也凝重起来，这说明有人泄露了消息，而来之前，就连楚江南和他都不知道对方到底要走哪条线。那么，那个泄露消息的人，很可能就在护送那位重要人物的队伍中。秦牧也立即主持了会议。既然已经知道对方是坐海船从吉大港上岸，那么他们最可能的路线有2条，一条楚队已经安排了人接应，还有一条路线联络人至今还没有收到对方的消息，那说明他们沿途确实遇到了危险，
不敢或是没有时间联系联络人，咱们最好派人去西龙接应。队长，我请求带队前去接应。不，你留在这里，我带人去接应。万一我与对方错过，你要负责联络和带他们回国。等谢婉给伤员做完手术出来的时候，秦牧野已经带了4名队员离开了。怎么都不跟我说一声就走了呢？我要一起去啊！秦队他们很有经验，谢医生你放心，我们约好了3天时间，无论是否接到人，他们一定返回。他记得原书中说秦牧野是在达旺地区遇险的，希望如今没有发生改变。那名女杀手已经奄奄一息，王想说不用管他。谢婉本着人道主义精神，还是给他做了手术。他不会承认，他就是想练手。不得不说，这个女杀手的生命力极其的顽强。谢婉从她的身上取出来了5颗子弹。手术后的第2天晚上，这名女杀手就醒了。我欠你一条命，若是你们不杀我，放我离开，我可以保证将来绝对不会再对任何华国人动手。放不放你，不是我能做主的，我只是个医生，只负责治伤。我叫凯莉，医生，我能知道你的名字吗？即使去了天国，我也会为你祈祷。你不用知道我的名字。他可不想跟个女杀手扯上关系。